只吃罚酒。今日哥哥就非办了你这个小贱人不可。大小姐，你没事吧？妹妹，你杀了二哥哥！快把这里的屋子都搜清楚了！大小姐，你快回房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要是你在这里被抓到，就一切都完了。可是你怎么办？大小姐，您待奴婢亲如姐妹，如今是奴婢报答您的时候了。您要记住了，您是黄衣将军之女西凉墨，切不可再如此一味任人欺凌。天哪，二少爷死了！抓住那个贱婢！快到房里把大小姐也带过来！夫人，饶了我吧！奴婢不是有意伤了二少爷的。伤了？你这个贱婢，亲手杀了我的儿子！白眉，二娘，求您看在白眉多年规规矩矩的份上，放了他吧。莫姐儿可算是来了。你治下不严，纵奴伤亲，如今还有护着这事主的贱婢。我国公府里竟然养出了你这不孝不义之女吗？脱开大小姐，将那贱婢杖打30大板，再送到窑子去。不要，二娘，求你不要！这是要让白眉活活被凌辱致死。既然大小姐不知廉耻的护着，那就一起打。小姐，走，瞧她那样子，还大小姐呢，连个下人都比她强。谁让他有这么一个亲娘呢？女儿过着和狗争似的日子，亲娘问也不问。将莫姐儿拖开，再把那贱丫头送到窑子里去。既然莫姐儿腿都被打断了，还是这般冥顽不灵，便让她好好关刑吧。东西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娘，求你救救白眉！你若再不出来，我就死在这里给你看。刘嬷嬷死了，白眉也要死了，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施主回去吧。贫女已是方外之人，不会参与任何俗世杂物。从今往后，也请你不要再来找贫女了。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这么多年，任由我受尽欺凌？我是你的女儿啊！既然你不要我，那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要让我活下来？如果可以，我宁愿你从来没有出生过。
快来看啊！瞧他那副狗奴才模样，一个大小姐居然还跟狗抢吃的。哥哥，放开我！真是不错，真的。没玩2下就死了，真没用。我为什么要活下来？该死的人，该死的人是我。父亲，为什么要舍弃我？我已经为你付出一切了。因为你去死，对我而言更有用。这是哪里？这些记忆是什么？我绝不会放过他们！多德，杀了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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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这样！原来你和我一样，都被至亲的人舍弃，失去一切。他们都把我们踩在脚下，想让我们死。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们从地狱里爬回来，让他们一步步付出代价。你不就仗着是4少爷屋里的人吗？还没有抬姨娘呢，也敢装半个主子，欺负到我头上来了。绿俏，你敢说你没拿我的绿血寒芳枝？你偷了我的东西，竟还在这儿骂人！哟，你摆出这副狐妹子的样子给谁看啊？那绿血寒芳枝是我去莫吉尔那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胡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这是在做什么？什么东西值得你们如此争执？还这般大庭广众的掐架？县主，是这绿血寒芳枝，原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是奴婢专门订来的，几日前却不见了。奴婢与绿俏同屋，却不晓得为何他手上也有这东西，方才问问他的。哼，不就是一盒胭脂膏子吗？还是这怪异至极的绿色，涂了当心变那绿头苍蝇。红莲姐姐，你们有所不知，这膏子虽不贵重，但好在是莫吉尔现做的，细腻的很。这粉绿抹在脸上，能显得皮肤透亮细腻，又不至于过白呢。哦，是莫吉尔啊！糟了，不应该多嘴的。县主最厌恶莫吉尔了，我怎么就在他面前提起这个人？想不到莫吉尔上次受罚，腿脚也不知好没有，倒是有心弄起这些脂粉来了。既然事情起源于他，那我便去瞧瞧吧。小姐，不好了，县主来了！来了便来了，有什么可慌张的？自打2月出了事，小姐院子里伺候的人就剩下我和做粗活的白嬷嬷。小姐虽然还是话很少，但却像变了一个人，总让人觉得有些害怕。走吧，该迎接县主了。哼，总算是来了。他不来，我这出大戏可没法开唱了。
听闻墨姐好兴致，在院子里调弄脂粉，看样子你的腿脚可是大好了。可惜二哥哥勉强捡回条命，却仍旧昏迷不醒。谢谢县主关心。墨儿这些日子腿脚不好，这几日虽然能下床了，但也只能在院子里调理些花草脂粉，全当打发时间而已。这就是西凉仙了，原主是国公夫人兰氏之女，按理应是身份贵重的嫡长女，可当年兰氏女扮男装从军，弄得满城风雨，靠着兰大将军和皇帝撑腰，才嫁入百年望族西凉家。兰大将军过世后，兰氏一门没落，兰氏闭门吃斋念佛10多年，对原主也不闻不问。入门没多久的韩氏也由皇家指婚，扶为平妻，兼封2品诰命。从此世人便只知国公府邸的二夫人韩氏。西凉仙作为韩氏所出，成了嫡女，而原主嫡女的名头被摘去，只写了兰氏之女。这就是让那几个丫鬟吵得不像话的东西。哼，墨姐儿，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胭脂怎么也有这些黑呀灰呀的？这些奇怪的颜色真的能涂在脸上吗？这东西还真不好解释。县主，不如这样，请红莲姑娘在这里坐坐，我为她上一次妆。若是真的不好，这里有水，洗去便是。既如此，你去吧。要是她敢化个乱七八糟的妆，我就要她好看。那么，冒犯了。好了。这是西凉墨到底是何时学会这等技艺的？便是宫里的嬷嬷，怕是也没有这等技法。红莲姑娘果然好颜色，从前寡淡清雅了些，否则姨娘也是做得的。是啊，墨角这东西还当真是好东西，难怪会引得院子里争执纷纷，不得安生了。墨儿自知处事常有不妥之处，或许引来姑娘们误会。这些是墨儿自制的脂粉，虽不值钱，却是昨日才取的鲜花新制而成。县主今日难得过来，且拿回去打赏得力的下人，就当是墨儿的赔礼，还望县主宽恕。西凉仙这人最好面子，虽然看不上我，但哪个姑娘对这些脂粉不爱？不过是不好开口，怕掉了身份，才故意冷言刺我罢了。既然墨角一番心意，那我就不服你的面子了。难得今日西凉墨识趣，便饶了他这一回。恭送县主。小姐，小姐，还好这一次没有再让县主他们拿了把柄，你的腿可不能再受伤了。现在你连站久了都会腿疼，再上一次，你就真的再也走不了路了。他们若是有能耐再来拿捏我的把柄，我倒是求之不得。比起这个，四小姐快到议亲的日子了吧？听说夫人挑了许久，后日便是王御史的夫人亲自上门做保人。四小姐西凉丹是西凉仙的嫡妹，虽然和西凉仙同为异母所出，却全无那二人的半点心机，是个只懂得撒泼耍狠的蠢货，用来开刀再合适不过了。是的，奴婢听四小姐香雪阁外洒扫的粗使丫头提了一嘴，她是奴婢的同乡，平时我们都会说一下话。这几日多和她吃几次茶吧，我们还有不少小事要麻烦她呢。西凉
来了。陈月姑娘，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还敢装蒜？前几日你拿给县主的那些破玩意儿，竟害得我们四小姐身体不舒服。四小姐正是议亲的时候，你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夫人绝对饶不了你。我那些玩意儿是送给县主打赏下人的，四小姐怎么会去用？像四小姐这样身娇肉贵的人，确实是不合适用的。你闹出这样的则事，还敢推卸责任？反了！这半奴不主的西凉墨，居然还敢顶我的嘴！有胆！给这小贱人一顿教训，为四小姐出气！你们敢！我怎么说也是个主子，你们这些狗奴才，有什么资格碰我？你敢骂我是狗奴才？一个连奴才都不如的主子，也敢在我面前拿主子款，打死又如何？你做什么？快放开我们小姐！这都是干什么？反了吗？这御史夫人来的可比我想象的快。二夫人，你看墨姐儿她，夫人最不喜欢西凉墨，这次说不定就彻底把她那腿打断了。住嘴！你以下犯上，还敢在夫人面前乱嚼舌根！让御史夫人见笑了，是我们府御下不严，还望夫人海涵。原来国公府一个下人也能这般对待自己的主子，喊打喊杀，还真是让本夫人大开眼界。王御史硬气古板，整日不是弹劾这个就是弹劾那个，谁的仗义不门？偏偏多疑的皇上也因此对他格外重用。御史夫人也是个耿直性子，若此事传到王御史那里，他参夫君一个治家不严，都是奴婢的不是。这些日子陪夫人忙着几位小姐的婚事，加上四小姐又心软和善，才养出程月这样的刁奴。得赶紧将此事圆过去，不能让夫人被御史夫人抓住把柄。奴婢自请罚俸3个月。下不为例，还不把这个恶毒犯上的刁奴拖出去打死！夫人，奴婢知道错了，您饶了奴婢吧，奴婢再也不敢了。你冒犯的可是大小姐，我是断断饶不了你的。大小姐，你就饶了我吧，我上有母亲卧病在床，下有弟妹要养，您大发慈悲，放了我这一回吧。到了这时候还要拖我下水，真是死不足惜的贱仆！分明是韩氏要打死他，却来求我。我若不为他求情，反而要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你不要过来，我再也不敢了，求你放了我！还不给我把这个贱奴堵了嘴拖下去！一个奴仆也能把他吓成这样，光会给我添麻烦。西凉墨这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东西！不要，我不要死！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他，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这位是大小姐吧？这些日子你母亲都在为你们姐妹奔走，明日就是你们的相看小宴。大小姐有这等好颜色，你母亲定会为你寻个好人家的。谢谢夫人。原本我以为当真如马姑姑而言，此事错不在韩夫人，可这孩子竟吓成这样，可见韩夫人非但生性刻薄，还掩饰太平，实在是可恶。大姐儿向来害羞，不肯见人，今日倒是和夫人有缘。御史夫人的意思是让西凉墨出席相看宴，这贱人打发就嫁给有钱商户，或是给人做妾，都算便宜她了，有什么资格出席相看宴？这袍子，这姑娘分明是嫡女，怎么会落魄到连奴仆都不如？糟了！夫人为墨姐织了好多衣服，墨姐却说在佛前修身养性，怎么都不肯要，都放在丹姐那儿了。明日可是墨姐的好日子，您可不能再推辞了。是，墨儿多谢二夫人。这丫头实在可怜，
居然不敢称呼韩氏为母亲。演这么一出戏，这韩氏当真以为我眼瞎了？去你妹妹那里吧。是。几日不见，她可是惦念你了呢。给我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让丹儿好好教训她一顿吧，最好打到她明日下不了床。贱人，你竟然还敢过来！大小姐，你躲什么躲？把我的脸弄成这样，还害死了程月，看我不抽死你！四小姐，我怎么敢害程月姑娘？我在古书上刚看了一个方子，说是能莹润肌肤，让女子容貌更美艳，才想去采摘花瓣做血。哪知遇到程月姑娘上来拉我走，本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御史夫人却说程月不守规矩。你说什么方子？可做出来了？是呢，已经做出来了一小瓶子。四小姐的脸原本就是误用了东西才会如此，我能担保用了这个，明日四小姐必然艳压群芳。我暂且信你一回，你最好说到做到，否则明天我就划烂你的脸。西凉丹，你现在尽管嚣张吧，一旦你用了我的东西，今后的日子就更精彩了。四妹今日的妆容真好看，可比那玲珑郡主还美呢。就是，京城第一美人该是四姐姐才是。不过莫姐这手如此巧，往后还得好好伺候四小姐才是。能伺候我是福分，今日就暂且饶了你，去把进室内的公桶倒了吧。四小姐，我还差最后一道茉莉口脂未做好，就等着现磨好再为您涂上呢。这口脂可是要涂您唇上的，若是摸了马桶，伺候洗公桶，这几个人还真把我当下人了啊！不知双姐儿可能帮帮姐姐，能为四小姐做事，都是我们姐妹的福分，不是吗？你这小蹄子，居然敢指示我堂堂靖国宫的三小姐去倒马桶！怎么，替我做事辱没了你吗？对了，西凉墨可是还要替我补妆的，手怎么能碰尿斗？倒是西凉霜这个小小的庶女，竟也敢反抗我！当然不是，这是我的荣幸。要不是今天是想看小燕，不能得罪西凉丹，我哪里用得着受这种屈辱？天啊！双姐儿，你怎么能这样？就算你再不满，也不能拿尿桶去泼四小姐啊！你这贱人，居然敢拿尿来淋我！我抽死你这活得不耐烦的贱人！不是我，是西凉墨绊倒我。你饶了我吧！四小姐，快别打了！今日是宣看小燕，你还要重新装扮的，时间不够了。该死的西凉霜，若不是他，我怎么会弄得这么匆忙狼狈，还差点迟到了。好了，别气冲冲的样子坐在一边了。今日你可是主角，坐在左上手的就是德王府的小王爷，你可看清了？说是西凉家的相看小燕，但主角也不过是丹儿一人罢了。我是要入宫的，今日自然不能太出风头。这就是皇上曾夸赞过的清华耀耀京城第一家公子，德小王爷司留风吗？哎，府中及笄之年的不是有5位小姐吗？
怎么今日只见4位？莫尔他，韩二夫人不会准备说那小姐病了，不方便出来吧？御史夫人，您这御史夫人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去让莫丫头也出来吧。这种时候也是该让她出来见见人了，而不是因为这种小事落人口舌。好久不见，是吗？你这料子可不寻常啊。听说国公府上的大小姐自幼不得宠，无人教导，行止粗鲁，又相貌平平，韩二夫人才不让她出来。他人府邸之事，本王并不知晓，只是听闻晋国公府规甚严，应当不至于。宁侯世子还是勿要以己之心，妄以他人之事。女儿见过父亲、母亲。哎，这位是大小姐吧？怎么这么瘦小？看起来才和5小姐差不多大呢。宁侯夫人向来是个喜欢挑事的，这是在讽刺我苛待嫡女了。莫姐儿素来就是个挑嘴的，谁都拿这丫头没办法。莫儿也累了，快坐下吧。索性刚刚让西凉墨来前，马姑姑早给她准备好了新衣服，不至于像上次一样被御史夫人抓住漏洞。不知莫小姐平日都读些什么书，玩些什么呀？莫儿平日读书不多，跟着姐妹读些女则、女诫、女训，针线闲暇时也看些四书、女史，以识礼之事。好好好，女子无才便是德，果然是个知书达理、温柔贤德的，不愧是兰大夫人的亲女儿。不像某些人自诩才女，却丝毫没有女子的半点规矩。哼，西凉墨这贱蹄子竟敢信口开河，累得我和仙儿被嘲笑。什么兰大夫人，我才是西凉家的大夫人。墨姐当然是有贤德。对了，你可将四妹的房间打扫好了，别让夜壶的尿味熏着四妹啊。怎么会这样？真是没脸没皮！夜壶怎么会如此啊？这家人真没听说吧？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真是丢人！刚刚分明是西凉墨绊倒我，害我被西凉丹打了一顿，他还敢在这里出风头。双儿，我原本以为西凉丹够蠢了，没想到物以类聚，竟然还有更蠢的。西凉商想把我踩成下人，也不想想家丑不外扬，韩夫人和晋国公怎么会愿意被人指指点点？始终有皇香温习，孔融让梨。四妹妹这些日子身子不适，我身为长女自当以身作则，疼惜幼妹，事急而已，又哪里担当得起贤德二字？如今四妹妹身子大好，能让父亲母亲宽心，也是我身为长姐的本分。早闻西凉墨是最不受宠的女儿，没想到这礼数气度如此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啊！长女能贤孝若此，晋国公家好家风啊！也不知哪户好人家有福气，能娶得这样的贤女回家。啊，各位谬赞了。墨姐儿，墨姐儿原来这样机灵，真让本县主惊讶。哪里，不过是前几日去采花，在府廊私塾外面听见教书先生说故事，白嬷嬷说我要是能讲2个故事，人家就会觉得我很聪明，才能讨个好人家。想嫁个好人家，便老实的在四妹身边伺候。待四妹定了亲，我自会向母亲讨个恩典，让你做个富户奶奶。原来是有人教导，哼，果然还是我高看了这蠢丫头。她要是太过机敏，就真的留不得了。小姐，县主怎么能让您嫁个富户？您才是真正的嫡长女。不说皇家，总得配个侯家世子啊。想什么呢？我没上族谱，算什么嫡长女？至于什么王爷世子，
家中妻妾成群，嫁过去也不见得多好。我倒宁愿嫁去那小康之家，平淡度日，夫妻长久。啊，那德王府的小王爷是京城第一家公子，小姐也不喜欢吗？那种空有皮囊的货，说不定败絮其内呢。而且要是好看能当饭吃，你看了王爷这么久，我这里的桂花丸子也不用留给你喽。哎呀，小姐，我错了，你还藏了什么好吃的？我也要嘛。没想到小小一个不得宠的庶女，能把以才智闻名京城的端阳县主骗过，还把本王贬得不如一切平民。有趣。若是德小王爷看上了别的女子，不知道西凉丹会不会气得疯掉呢？夫人且留心看着，墨儿也到了该许人家的时候啊。我看宁侯世子也算不错。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西凉墨了？爵爷有所不知，墨姐儿腿上有疾，行走不便，即便给宁侯世子做个侧妻，也恐怕不得宠。倒不如做个寻常富户人家的奶奶。以往墨儿在家中如何，我并不过问，但她到底是府中长女，我亏欠兰儿不少。就算墨儿的婚事不能太过低微，必须要门当户对的。还有，给墨儿多做几身衣服，别让人笑话我国公府养不起一个女儿。是，我一定会给那个丫头找个好人家的。见过母亲，不知母亲唤墨儿前来有何事？啊，哟，这就是最近众家夫人们都在打听的大小姐吗？果然生得花容月貌，看着就是性子极好的。这是第一关梅敏夫人，今日是为了你的亲事来的。亲事？啊，大小姐可是害羞了，别担心，你虽然年轻，于侯爷也不过是正当48的壮年。家中原配去了，那8房妾室都比大小姐年长，大小姐年轻貌美，又是正妻，必定会得侯爷专宠。聘礼呀，有100台呢。母亲，女儿的婚事是否已经定下？爵爷可知道？这什么狗屁于侯，年龄比晋国公都要大，还有8房妾室，这姓韩的居然想把我嫁他做田房的，简直是欺人太甚。事已经定下，庚帖也已经换好了，难不成你还对这门亲事不满？女儿不敢，原本我还未完全摸清司流风的品行，还在考虑接下来的计划，如今看来势在必行了。这不是今天早上才递上去给皇上的折子吗？这么快就有批复了？是9000岁退回来的，说是兵部最近太费银两，如今淮河临近汛期，正是工部户部赈灾时，不准。9000岁？就是说皇上又没有看到折子了。皇上到底要迷恋黄老之术到何时？朝政大权如今都落在9000岁手上，连所有奏折都要经过9000岁审核。不过就是一个太监，结党营私就算了，竟还敢代行天子之权。谁？墨儿，你这些是什么？爵爷，墨儿知错了。你偷点心吃？府邸上什么时候穷到连小姐都吃不饱了？我前些天才叮嘱过，韩氏简直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爵爷看，这些日白嬷嬷病了，墨儿的月例银子只能让她喝几副药，所以这才……墨儿再也不敢了。
起来吧，我会吩咐夫人把你的月例银子上调的。就要嫁人了，你身子看着也不好，该养养了。是，谢谢爵爷的记挂。爵爷与于侯爷为同袍，既然爵爷都觉得是好的，那自然没错。只是女儿不曾学过当家，嫁过去也不知能否与家中八房妾室相处得好。于侯，夫人竟然给墨儿选了于侯。于侯以好色闻名，我却把嫡长女嫁过去，那在朝中众人眼中我都成什么了？罢了，夫人说嫁过去做正妻，你便也跟着学些当家理事的吧。是，果然，这个便宜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墨姐儿，这些是针线坊新制的4套衣裳，并1套首饰和几样钗环。夫人说了，这个月起，你的月例就从1两银子提到5两银子，以后你就不用再到爵爷面前偷吃东西了。有劳马姑姑了。哼！马姑姑要气死了，活该！谁让他欺负我们？听说今日侯爷到夫人院子里用膳，却和夫人吵了起来，还砸了几个碗。侯爷转身便去了柳姨娘的院子，夫人都气哭了，连午膳都没吃。现在就哭了？哼，往后要哭的日子还多的是呢。可是侯爷并没有意思要插手小姐的婚事，夫人终究是夫人，自然是不能指望靖国公的。哼，西凉霜身边的黄玉听说要被打发出去配人了，这些时日你过去好好安慰他，顺便透露点消息给丫鬟们吧。你说韩表哥他心仪了西凉墨？不可能，夫人答应过把我许给表哥，他是不可能让西凉墨嫁到他娘家去的。哼，这个蠢货！韩表哥是吏部韩尚书之嫡次子，也是夫人的亲侄子，今年的新举人。亲姑姑又是皇帝最宠爱、位同父后的韩贵妃，前途无量，夫人怎么可能会让她嫁给表哥？姐姐瞪我做什么？又不是我抢了表哥，是白蕊私下里四处炫耀的，丫鬟们都传遍这消息了。你问问黄玉，她肯定也听见了。是有这么件事儿，但我以为是谣言，怕小姐听了心烦，就没有说了。没有用的东西！那个小骚蹄子，议了虞侯的亲事，还敢勾引我的表哥，难怪他在相看小宴里装模作样的，原来就是为了引起表哥的注意。姐姐若不想墨儿姐得逞，也不是没有办法。明晚虞侯和韩表哥不是都要到家里参加宴席吗？这可是个好机会。你是说？对了，聘则为妻，奔则妾。若西凉墨明日便在婚前就与虞侯私会失贞，便只能被从偏门抬进去当个妾了。至于韩表哥，黄玉，你去帮我给韩表哥送封信，明夜我要约韩表哥见一面。莫小姐，请留步。韩二公子请你到后院竹林一叙，说是有话要对您说。这宴席也快开始了，韩公子有什么事不能等会儿说，非要私下见。公子只说非常重要，关乎到他与莫小姐的终身，希望莫小姐能赴约。好吧，那我去一趟就是了。这个贱人，还真以为韩表哥会约他，做梦！等西凉墨到了竹林，自然有虞侯等着和他共度良宵。
姐姐莫要担心，韩儿表哥应该也到碧波亭等着你了，你快去吧。那拜托妹妹，等会儿带夫人和姐妹们一起过去了，只要让夫人看到我和表哥情投意合，这婚事也就差不多定了。虽然未婚男女私下见面不合礼数，但只说是表兄妹一同去放荷花灯，也不算什么私会。姐姐尽管放心吧。二表哥，哎呦，表妹啊，可想死我了。二表哥，礼不可废，我们不是说好放荷花灯的吗？什么人在里面？你们这是做什么？怎么是你？我的二表哥呢？还愣着做什么？快把这不知廉耻的死丫头带回去！母亲，不是这样的，雨后在这里等的人应该是西凉墨呀，我明明只是约翰表哥放荷灯而已。三妹妹，你是在找我吗？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是你，西凉墨，是你设计我！明明我和二表哥才是约好了的。双小姐，你虽是我表妹，但也不能这么污蔑我。我是在竹林偶然遇见了大表妹，见她扭伤了脚才去扶她，这事爵爷也是知道的。没错，是我让侄儿陪同莫姐儿过来的。莫姐儿派人来通知，说在竹林里扭着了脚，但不知为何林子里看守的人全都不在，只能让魏哥儿帮忙乘船便行，却不想在这里看了一场丢人之戏。还不请虞侯到前厅去坐着。还有，把三小姐带走，暂时禁足备寝。这场婚事，我看是要换人了。今夜之事，谁敢嚼半句舌根，通通打死，发卖。是。表妹，你的脚还好吗？多谢表哥没有告诉夫人，是墨儿请你到竹林去的。墨儿原是想拜托表哥向夫人说情，不要将墨儿许配给虞侯，没想到会生出这些事端。大表妹，你知道的，我一向不喜他人恃强凌弱。你的事我会对姑母说的，若姑母非要你嫁，我会帮你的，你等我。看来韩卫是要找韩夫人闹一番了。怎么样？我说过我这桩婚事不会成了。虽说法子有点损，不过也是三小姐咎由自取。若非她想害人，我们也不会将计就计呢。也多亏黄鱼如此配合，为我们暗中通报消息，又替我们偷换了三小姐的信。西凉霜自是才女，黄玉也跟着学了不少诗书。上次韩卫不过随口称赞了黄玉几句，就让心胸狭窄的西凉霜记恨上了。西凉霜不顾主仆之情，非要将黄玉打发了，嫁给二管家的瘸儿子。黄玉怎么可能不心生恨意？原来真的是你们做的好事啊！多亏县主谨慎，有先见之明，让我稍稍跟着你，否则大家都要被你们蒙在鼓里了。大意了，没想到西凉县的疑心这么重。红姐，你放过我们好不好？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当真？那你打算给我多少钱？我考虑一下。哼，蠢货！等我拿到这些钱，再去向县主揭发的，岂不是两全其美？想知道吗？那就自己去拿吧。
小姐，怎么办啊？快走！哼，有意思。想不到这西凉老头还养了个那么有趣的闺女。杜公若是喜欢，小的便让人去弄。上次那个已经埋了有些日子了。不急，来日方长呢。休想！姑母，我为什么不能娶墨儿？您说过，为了巩固韩氏与西凉族的关系，我只能娶西凉家女子。您曾想让我娶双表妹为贵妾，可是今晚的情形你也看到了，便是父亲也不会允许薇儿娶那样一个失德女子的。你，如果不是姐姐在宫中以礼支撑，我在这晋国公府中步步筹谋，你以为韩氏能有今日之风光？如今你竟用你父亲来压我！姑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生母去得早，早就视您为母亲，只是我实在不明白。薇儿，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谁都可以娶西凉墨，唯独我韩家不能与他相容。你的婚事，姑母和你父亲自有安排，明白了吗？是。薇儿明白了。难道我与墨儿表妹是真的没有缘分了？原来你是他的女儿。是谁？我的身体动不了了。真是警惕呀！不错，比本座想的更有趣一点。小丫头，接下来的日子还长得很呢，你可不要让本座无聊了。不要碰我！小姐，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梦？难道真的是梦？可为什么我的感觉这么真实？小姐，没事，伺候我起来吧。今日我们还得给爵爷请安，可不能迟了。也许真的只是梦而已吧。表少爷向二夫人提了小姐的亲事，却被二夫人狠狠地骂了回去。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韩魏生性善良，但毫无主见。我即使嫁过去，也不过是做妾。有韩夫人在，她只会被挑唆着，不敢对我好。一开始就不是良配。哦，小姐，为什么您最近都要过去给爵爷请安啊？虽然爵爷取消了您与虞侯的婚事，但又不是为了帮您，是因为三小姐自己罢了人而已。往后不要再说这种话。我们只要在爵爷面前感恩戴德就足够了。哦，是。墨儿姐又来给爵爷请安的。是，墨儿见天热，便亲自做了冰镇茉莉薄荷露给爵爷下火。爵爷可是在忙要事，不方便。哦，也不是什么要事，就是德小王爷派来的人正在和爵爷商量事情。
什么？亲王妃让你来拿墨姐儿的庚帖？小王爷那日在宴席上见过大小姐，便赞小姐性子娴雅，可当个侧妃。亲王妃希望能拿小姐庚帖去合一合，说不定国公府要双喜临门呐。这是皇后娘娘赏荷宴的帖子，德小王爷特别吩咐送来给大小姐的。赏荷宴的事我知道了，我会转交给墨儿的。至于婚事，你去回复小王爷，此事我还要再考虑一下。荒谬，司流风竟然想同居我和西凉丹。没错，我当时确实是有意勾引司流风，但他竟然如此直接。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做来教训我看不起他？如今我的处境这么难，这种所谓的好消息只会让我死得更快而已，必须阻止此事。给爵爷和祖母请安，请恕木儿无礼。木儿方才在门外无意听到了德王府长随的请求，但木儿想请爵爷和老太太做主，木儿不想也不能嫁德王府。哦，自古以来，儿女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爵爷说的是，女儿家本不应该说这些事，但是其一，女儿知道四妹妹已与德小王爷一亲，身为长姐，我不能与妹妹争宠。其二，我们姐妹如果占了王府正妃与侧妃之位，恐怕会让人非议我们靖国公府攀爬德王府，于父亲而言大不妥。难为你在闺阁里还能想得这么长远细致。此事交给父亲吧，父亲自有分寸，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身子不好，只在房里念经养病，几年不出来，没想到墨姐儿长这么大，出落得如此懂事了。别的尚且不提，老婆子只问你，德王府可比你在府邸要好得多，真去了那里，丹儿也得让你几分，你当真不愿去？这老太太也是听了二夫人的挑拨，认定我是个心机深沉、勾三搭四的。我在靖国公面前说那些为国公府着想的理由，她恐怕一个字也不信。这些年原主日子艰难，她却只牵挂西凉丹，这心都不知道偏哪去了。我就是勾引司流风又怎样？即便是只为了自己，木儿也不愿意。老娘可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软柿子，你老娘，你们也配？若让木儿嫁给小王爷，木儿宁可一死以明志。木儿知道自己在府里是什么地位，也受够被践踏的日子了，明知强嫁过去也是争斗不休，又何苦作践自己，将自己下半生都置身于那样的泥沼？木儿只求父亲和老太太看在木儿也嫌西凉的份上，为我议一门平常的婚事。不求飞黄腾达，但求夫妻一心，平安顺遂。果真是个灵慧诚实的孩子，这些年为难你了，你放心，祖母会为你择一门好亲事。滚开，让我进去！西凉墨，你这个骚狐狸，勾引了表哥不够，还敢勾引小王爷，姑奶奶我非撕烂你的脸不可！丹儿，你这是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大家闺秀的仪态了？就你这泼妇模样，如何能嫁到王府去？父亲，你竟为了这个贱人骂我！我不能嫁王府，难道这个贱人就配吗？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你，老太太，小心！墨儿，孙女没事，没被老太太受惊了。是孙女无定不小，引来妹妹误会，请老太太责罚。哎呦，这可怎么办呀？你这傻孩子，这边抽得好，怎么就扑过来了？原本还以为要花些时日才能入老太太的眼，西凉丹这蠢物简直是自己送上门来给我当梯子。反了，简直目无尊长！
给我把四小姐押到祠堂里去跪着！这丫头竟然不顾祖母的安危，这样放肆撒泼！父亲，祖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故意想伤老太太，都是那个贱人。够了！传我的话，墨姐孝顺恭敬，从今天起，她的阅历提质与四小姐一样，一并待遇都要和四小姐相同。派金玉几个大丫头前去伺候她，断不能再让她被人随意欺辱。四小姐忤逆不孝，今日起留在房中抄书自省，以修身养性。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她踏出房间一步。凭什么？那个贱人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父亲和祖母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竟生生要我跪了一晚！是母亲当初答应了，早知道那是个祸害，就该远远的打发出去才是。是啊，也不知道这丫头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如今她可是父亲和老太太眼中的红人，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对付了。双妹被陷害那一晚，我还派了红锦去跟踪她，但红锦却没回来。今日竟被发现了尸体，可惜没有半分证据能证明这事与她有关。父亲也不喜欢为一个丫鬟的事大张旗鼓，只能不了了之。那个贱人就和他那个贱娘一样下贱，勾三搭四，饶他一条狗命活着，就是为了替他那贱人娘受苦。他竟然敢勾引丹儿的未婚夫！母亲，丹儿，你放心，本夫人能让他那贱人娘苟延残喘不得见人，就一样能让他下地狱。大小姐，今天二夫人他们似乎也太平静了些，我还以为她会设法阻挠您进宫参加赏荷宴，没想到她什么也没做。难道是因为最近老太太对您好了，他们就不敢给您下绊子了？对我好？老太太10几年前可不记得对我好，如今为什么对我好，你不知道吗？她是借着抬举我磨西凉丹的性子，她会怜惜我，也并不因为我救她，而是我的请罪提醒了她，她一生荣宠，老了还差点被晚辈打。派金玉那几个丫鬟过来，也不过是借着伺候我的名义监视我罢了。小姐，小姐，什么情况？这个人是好冰冷的双眼，简直像是地狱。多谢，此恩必报。莫小姐，多谢王爷相救，我儿很好。没事了，我这就带你去治伤。这变脸的速度当真有趣。您是何人？光天化日却蒙面而行。如此见不得人，果然是司礼监的阉人做狗。这就是名动天下的司礼监大宦官9000岁的人马，果然要挟肆意。但是那又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血腥残酷，救了我的就是这些人。这个恩情我记下了，当然仇我也一定记得清清楚楚。墨儿，你没事吧？你呀，就是贪新鲜，看上了哪家贵公子，和母亲说便是了。
这好端端的怎么就从车子里滚出来了？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态，这是你家的小姐啊？这是？哎呦，你瞧瞧，这人怎么从车上掉下来？什么情况呀？是墨儿知错，墨儿再也不敢了。墨儿不该执意跟着进宫的。求母亲饶了墨儿一命，我这就回去。哎呀，我说这姑娘什么来着？这种人，你是不知道这西凉家的事。是明摆着不是亲，一看就不是亲生的。什么意外？韩夫人竟敢当着我的面取西凉墨的性命，分明是这贱奴受了指使，在车上做手脚，想害主子的性命。无论多不受宠，西凉墨也是我有意迎娶的侧妃。进宫的帖子还是我送给她的，韩夫人这是当众打我的脸吗？有人指使，我也饶命啊！干这种事啊！没看西凉家那小姐都怕成那样了吗？除了韩夫人还有谁呀？哎呀，说到底是后娘啊！王爷，您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是个贱丫头。多谢王爷费心，这是我们的家事，恶仆行凶，本夫人一定会查清楚背后指使之人，不让墨儿受委屈。四小姐看来并不赞同本王，难为夫人能明白事理了。王爷这是在指责我？这是您家恶仆，就交给您处理了。现在没必要因为此事彻底得罪韩二夫人，只是让他们弄清楚，本王绝不是可随意糊弄之人。莫小姐看起来没有受伤，韩二夫人的车上怕是太过拥挤，容不下莫小姐了。请莫小姐到本王的车上整装吧，本王会好好的将你送进宫里。是，谢过小王爷。为什么？明明我才是王爷的未婚妻呀！为什么？今日真是多谢小王爷。莫小姐，小王听说你曾于国公面前拒婚，说若要你嫁给小王，便宁愿一死了之。小王爷，您很好，只是墨儿并不想为了所谓的缥缈前程，无端葬送了性命。若西凉墨说无心富贵荣华这些虚词，本王绝不会相信。但他却直言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也是，若不是因为我的一时兴起，今日韩夫人又怎会对他下杀手？小王爷不必往心里去，西凉墨很好。是，西凉墨，你很好。小姐到了，我们来的有些迟了。听说最后一班开往御花园浣碧湖的船已经快要开了。啊，王爷和小姐，你们怎么都挤在角落里啊？白瑞这个笨蛋！不好意思啊，莫小姐。账船太监说了，这船已经满了，再上不得人。麻烦你等一班吧。这是最后一班船。入宫时，宫里的领事姑姑可是说了，若是误了时辰，会被贵人们问罪的。那我们可就管不着了。若是影响到一船人的安危，你担待得起吗？怎么，丹姐儿是怕小王爷被我勾走吗？你这般刁蛮愚蠢，迟早输在我手里。贱人，你胡说什么？大小姐，救命啊！大小姐，谢小王爷。西凉墨，
你这个贱婢！明明落进水里的是我，小王爷居然先救了西凉墨，而我呢，只能被几个太监捞上来。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不是吗？西凉丹简直是蠢货，纵使再不喜欢墨儿，也不应当这样当众行凶。分明是西凉丹想推莫小姐下水，却用力过猛，自己摔下去了吧？最毒妇人心呐！你们都被骗了，分明是那贱人故意挑衅我，算计着把我推下水里。我撕烂你这个贱人虚伪的假脸！大胆！什么人敢在9000岁面前喧哗？尔等还不速速跪下！千岁，9000岁，9000岁，9000加1000，可就是万岁了。只听闻9000岁仗着皇上宠信，把持朝政，成了异姓王。低他一辈的王爷们都要忍受着奇耻大辱，称他一声叔叔。只可惜，一个宦官，就算得了万里江山，也后继无人。原来侄儿也在这里。多日不见，听说你已定了亲事，求娶了晋国公家的2位小姐，且抬头让本座瞧瞧吧，可别是献丑呢。晋国公府邸4女西凉，西凉，晋国公府邸长女西凉墨见过，9000岁，千岁万福。是那双眼睛的主人，名动天下的9000岁。竟有着如此倾城美貌，难怪西凉丹会失了方寸。侄儿眼光确实特殊，这位4小姐果真献丑啊！是侄儿失礼了。西凉丹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竟害得我在百里卿面前几乎颜面无存。本座正好有兴致，赐晋国公长女西凉墨小姐同游浣碧湖吧。9000岁这是对西凉墨感兴趣了？但凡他感兴趣之人，没几个能活下来吧？谢千岁爷，只是我担心4妹妹着凉，她需要梳洗一番，能否也借您贵宝船稍用？小莲子，4小姐需要梳洗是吗？是我。瞧，这梳洗得多干净！救命！莫小姐可要试试？墨儿不敢，墨儿只想谢过今日长街之上千岁爷出手相助。莫小姐倒是个聪明人，但你可知，晋国公与本座可为政敌。至于说恩，莫小姐方才又借本座的手教训了你那4妹妹，你就不怕我剥了你的皮？墨儿当然怕，但还是要这么做，因为墨儿有所求，有所愿。那司流风呢？你不是正设计着嫁入司流家吗？若他知道你对本座投诚，岂非容不下你？为什么这双手的感觉这么熟悉？这个咬痕，不可能，那不是梦吗？可是。莫小姐是想起什么了吗？比如某些不为人知的梦。是你！好孩子，虽然本座喜欢你这般桀骜不驯的有趣模样，但却不喜欢你太任性。你要记住了，想讨本座欢心，你的路还长得很呢。本座的耐心可是有限的。是，墨儿谢千岁爷教导。
小莲子，你怎么看？此女竟然敢利用千岁爷，还胆大妄为，对您不敬，其罪当剥皮削骨。更何况她是靖国公家的人，不得不防。是啊，她表面看起来温顺恭敬，眼里的杀意可半分都没有隐藏。兰陵的女儿，却半分都不像她那自私又懦弱无能的母亲呢。不过也正是这样，事情才有趣呀。兰陵欠本座的债，也该是时候偿还了。小丫头，想要本座的命，就让本座看看你的本事吧。不，比起让您9000岁大人感兴趣，还是去死比较痛快呀。墨儿，你怎么样？9000岁没对你做什么吧？没事，千岁也只是和我多聊了几句而已，男女有别，小王也不必担忧。既如此，你便先去歇息一下吧。皇上与皇后娘娘还未到，赏荷宴开始前，我让人给你送些定情茶来。墨儿这是不愿与我亲近，怕再招来杀身之祸了。小姐恕罪，都是明月的错。姐姐不必紧张，我家大小姐向来心善，不会怪姐姐的。只是要麻烦姐姐给大小姐找个地方换身衣服。这是去韩氏身边伺候的紫兰，韩氏安排这么一出戏，又想做什么？好大的口气！原来紫兰可以代表我这个小姐的意思了。不如你来坐我的位子。紫兰师爷，是夫人担心小姐着凉，所以请小姐先去换衣服的。无论如何，都要把西凉魔引到那里去，否则夫人不会饶恕我的。知错就行。你是母亲面前得力的人，下次若在众人面前如此失态，我也救不了你。既然是母亲要求，你们就带路吧。大小姐，我肚子不太舒服，想去宫房。去吧。韩氏花大力气让紫兰和明月带我来这个地方，又让这两人离开，他想干什么？妹儿，你确定此处无人？当然，这里我让明月守好了，怎么会有人啊？原来韩氏想借刀杀人，设计让我撞见奸情。在这地方偷情的人，身份必定不凡，怎么会留我活口？贝儿、紫妍，这两人到底是？好痛！我怎么会在这里？还说什么确定无人，真是成事不足。我剩下的事你处理干净。哼，真是心狠手辣。若被发现的是我，只怕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韩氏，既然你千方百计想取我的命，就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但愿这次你能承受得住。你说什么？紫兰死了？太监说，紫兰是不小心摔下了回廊，在山石上摔断了脖子，可是却没有人看到莫吉儿。母亲，您这是在找我吗？这贱人居然没死！莫吉儿没事就好，你这么久没回来，母亲还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母亲如此惦记女儿，女儿心中十分感动，女儿一定会好好报答母亲的。韩夫人，你今日已经送我2份大礼了，接下来该是我回报你了。就让你的爱女身败名裂，永失所爱吧。
选秀在前，各家的小姐都使出了全力。西凉丹的一情表演已是惊艳，西凉先在府中苦练多日，看来是时候上场了。晋国公府四小姐果然不错。陛下，臣女不过雕虫小技，倒是大姐姐有经验技艺，准备了许久，要献给陛下呢。这蠢丫头在做什么？想要报复西凉墨，也不该这个时候。她要是御前失仪，牵连的可是整个西凉家。哦，那朕倒要看看，哪位是晋国公的大小姐？臣女自幼愚钝，在闺中只会一些脂粉上的粗浅技艺。若圣上不嫌污了眼，臣女倒是愿意献丑，博圣上一笑。准了。白蕊，呈上画台。在皇上面前调弄脂粉，这也算技艺吗？这是想以脂粉溶于水中做胭脂画吧，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这是正面背面一起画了，这大小姐连作画的基本规则都不懂吗？她画的那侍女的脸都糊得看不清了吧？她是在画妖怪吗？哎，这是在做什么？这……天哪！这是墨儿献给皇上的技艺，画皮。画皮画人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奉此小计，以博陛下，众位娘娘一笑。臣女祝陛下永世耳聪目明，诸般恶人假面都逃不过陛下法眼。有陛下在，我朝必定四海升平，海清河晏。好一个画皮，百官日日拿奏折烦着，还比不上一个小丫头能让朕高兴。赏，重重有赏。不知陛下想赏这位小姐什么呀？依微臣之见，不如赏莫小姐一个县主之位。爱卿免礼。谢千岁厚爱，无功不受禄。墨儿不过是以雕虫小技博圣上一笑，怎么敢要封赏？西凉墨想爬到仙儿的头上，做梦！若让御史所知，还以为我们国公府以奇淫巧技媚上呢。韩世豪一张利嘴，看似大义凛然，却把我的表演贬低为奇淫巧技。比起墨儿的规格游戏，仙儿更另外为圣上准备了特别的表演，还请圣上观赏。是端阳县主。天哪！哎，他居然在马上跳舞！太美了！兰儿，是你吗？韩氏是故意的，他们竟然不惜让西凉先模仿那女人，明明知道皇上10几年来从未忘记过那人。西凉仙这一舞，果然比在府邸里练习时更完美。不过，你跳得越高，就会摔得越惨痛。小心！马怎么突然发疯了？保护皇上！陛下，您快走！来吧，只有让马踩伤，才能让皇上心惊。看来你与马很有缘分呢。天哪！那位9000岁竟然救人了！他们俩什么关系啊？谁要你多管闲事啊！哼，小狐狸，这个时候就不想感谢本座了？谢过千岁爷相救，小女感激不尽。罢了，这不情愿的道谢，本座就勉为其难收下吧。岂有此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陛下恕罪啊！千岁爷，这西凉墨实在是胆大包天，明明蒙您所救，却不知好歹。本座若没有救他，才是趁了他的愿。那蒙住马的桌布有安神的香料，马已经被控制住了，加上他有意回避，只会被踢点小伤。他精心安排这一出戏，
想为了护驾受伤却被本座打断，心里不知道有多记恨呢。不过，就是要故意破坏他的好事，看着他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这才有趣呀。是家妹没有管束好坐骑，致使陛下受惊，求陛下饶恕她，责罚臣女吧。这姑娘明明犯错的是妹妹，不仅冒险救驾，还为她承担错误。可这犯事的是西凉家的女儿，救驾的也是西凉家的女儿，该罚还是该赏呢？陛下，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便足矣。正是如此。晋国公长女西凉墨救驾有功，敕封1等郡主，号真敏，赏黄金1000两，珠宝10箱，良田500顷，封邑2郡，并郡主府1座。墨儿怎么敢当？至于端阳县主，行止粗陋，纵马惊驾，念其年纪尚轻，视为初犯，则30大板。陛下，不要啊！仙儿，陛下现在大怒，要是我替姐姐求情，惹怒了陛下怎么办？陛下，万万不可！小女是无心之失，臣妾愿意代小女受过。让仙儿当众被皇上罚30大板，别说她以后在京中无法做人了，这是要生生打断她的腿啊！拖下去。真敏郡主，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妹妹受罚吗？你们是姐妹，一气连枝，仙儿受辱，你又能好到哪里去？我放肆！下令的是朕，你这是逼迫朕吗？陛下，臣妾只是关心则乱。好，好，好，既然你们母慈女孝，夫人和端阳县主就各自领15大板便是了。不要！陛下饶命啊！起驾！母亲可曾记得，女儿也差点被您打断一双腿，断腿之痛，墨儿再清楚不过了。妹妹这一受罚，怕是再也无法跳舞了。这只是墨儿回报给母亲的一点利息，往后女儿定会继续好好孝顺您的。西凉墨，是你设计仙儿的，对不对？你这个毒妇，夫君不会放过你的。大小姐，国公爷那边不必担心，成王败寇，老太太和国公爷都是聪明人。真敏郡主，郡主美名即将传遍京城，9000岁有意请郡主一叙，请郡主赏脸。千岁爷相请，墨儿受宠若惊，岂有推拒之理？真敏郡主果真是女中豪杰呢，初次来到这里，却半点都不受惊。千岁面前，墨儿不敢失礼。哦，去你的！小丫头，吃瓜子儿吗？千岁爷，你想要我做什么？想要斗倒嫡母嫡妹，想要荣华富贵，想要如意郎君，还想要什么，丫头？求无人再能欺我、辱我、压我，求欺我、辱我、压我之人，都屁滚尿流，生无可恋，仅此而已。好，好一个仅此而已。本座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千岁想要什么？等你将晋国公府掌握在手里再说吧。哼，千岁爷，手感如何？哼，还不错。丫头，你倒是雪润光滑，肤质细腻。我也觉得不错。
千岁爷的口感一定很好。这是您轻薄小女的还礼。木儿说过，求无人再能欺我辱我。既然您答应了帮助我，像您这样金口玉言的贵人，木儿自然不会让您失信。小丫头胆大包天，嘴皮子也是厉害，但没有下一次了。去吧。当然，木儿相信千岁爷也不想再有下一次。何氏在这里见过郡主。奴婢在宫中是二品私膳，入了内务府的名册，是宫里赐给郡主的人。千岁爷吩咐了，今日若郡主能平安出了这个门，奴婢便是郡主的人。百里清这是坦坦荡荡的在我身边放眼线吗？那以后木儿的事就要多劳烦嬷嬷上心了。哼，也罢，就让我看看百里清送来的到底是何等妙人。你还敢回来？给我拿下这个逆女！是。母亲这是做什么？看来府里的人还没收到我册封的消息。哼，想必是韩氏压下了圣旨，想趁圣旨公布前教训我一顿。即使过后圣旨公布，只要他一个忤逆嫡母之罪扣下来，我的郡主身份也毫无意义。你还敢问？今日你不知廉耻，大庭广众下勾引德夏王爷，败坏妇德，还连累我这嫡母受了罚。像你这般有辱门风的，我就是打断腿，剃了头，送到宗祠庙里去以振门风，别人也不能说半个不是。给我堵上这小贱人的嘴，打！母亲，你为何要冤枉女儿？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若是怪女儿没有在皇上面前保下二妹妹，女儿自费收腿陪二妹妹就是了。住手！成何体统？哎呦，真敏郡主这是怎么啦？咱家宣旨这么多次，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新奇事儿，竟有人这么大胆对陛下亲封的郡主无礼，不要命了吗？什么郡主？莫姐怎么可能是郡主？夫人什么都没说。韩夫人自然是不想说，因为若不是郡主救驾，今日靖国公府满门便要因为端阳县主误伤圣上而送命了。分明是我们大小姐拼了命去救皇上，皇上才没有怪罪国公府。大小姐今日被府里的马夫害得摔下马车，又被四小姐推进河里，遇到这么多事还护着家里。可夫人，你还污蔑大小姐。白蕊，别说了。韩二夫人，你疯了吗？自己女儿差点害死人，还敢骗我们过来整治郡主？你是不是想把整个国公府都拖下水陪葬才高兴？想不到靖国公府毫无规矩，堂堂一品皇家封诰郡主也要被下人打杀，这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接到木儿被册封的消息，我便第一时间赶了回来，没想到一回来便撞成这场面。今日若不处理妥当此事，只怕这嬷嬷和太监向宫中一告状，麻烦就多了。啊，这位便是宫里赐予郡主的上宫局二品何思善吧？那依您所见，郡主乃陛下亲封，这些奴才折辱郡主，便是践踏皇家颜面，如此大不敬之罪，韩夫人房中所有参与此事之人，当按犯上之官吏处死。夫人救命啊！夫人，我不想死啊！谁敢动我的人？国公爷，你们都被西凉墨那贱蹄子骗了！什么救驾，分明是他在希儿的马上动了手脚！住口！你是病糊涂了吗？老爷，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狠心？墨儿，你母亲还重伤着，想必也是今日被吓坏了，
才做出这糊涂事。你向来人善，不要与他计较啊！不与他计较。晋国公还真是偏爱韩氏一家呀，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护着这个女人。父亲说的是，母亲受伤又受了大惊吓，还要照顾二妹妹，这家中琐事不如交给三婶娘来打理，如何？贱人，你想夺了我的掌家权吗？我才是当家主母。够了，一切就按默儿的意思办吧。如今默儿已经是郡主之尊，夫人怎么就看不懂局势？府中之事就暂且交给三房的黎三太太，那些胆敢冒犯郡主的贱婢们都拉下去处置了。西凉墨，你好毒的心思！今夜要把母亲房里所有人都处置了，看来还要好长一段时间呢。放过我们吧！除却伺候老太太的人，所有人需轮流前往关行1个时辰，以儆效尤。从今日起，府里的诸位也该学学新的规矩了。督公为何选上西凉墨这胆大妄为的丫头？奴才看她似乎对当年之事和督公所寻之物一无所知。现在不知，以后未必不知。她那张脸可有用得很，更何况她还有点小聪明，拿来玩玩也有意思。这孽畜！这小东西倒是挺像他的，你把这小东西送到他那里去吧。是。还有，把贵妃娘娘常用的那款滋补汤去了附子那味，给那丫头送去，得好好补补身子才行。大小姐，今日是您的郡主册封贺宴，听说连本家的人都来了呢。是啊，这么些年，我这个不得宠的女儿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见本家的人。晋国公是西凉世家的二房，没有家主继承权，虽凭借一身本领闯出一片天地，但本家的人因他非嫡出的身份，始终轻视着他。对了，今日让何嬷嬷留在院子里吧。平静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最适合不过了。大小姐，就让奴婢为您守住院子吧。大小姐前面的事更多，何嬷嬷见多识广，必定有助于大小姐。这院子有奴婢在，不会有事的。哼，白嬷嬷伺候原主多年，往日只管着院子里的粗扫活儿，从来不多事。今日倒是少见的积极。既然嬷嬷愿意帮着嬷儿守院子，就仔细这些吧。这位郡主真是好大的排场，不过是一个无人教养的野丫头，也不知道陛下在想什么，竟然赐了她郡主之位。不是正好吗？咱们家又到了要选人纳贡给赫赫人的时候了。郡主身份高贵，当赫赫王妃再合适不过。奶奶已经下令，让叔叔找时间带她回本家一趟。只要她当了赫赫王妃，哼，也是。那我们就等着看她如何坐稳那龌龊肮脏的赫赫王妃之位吧。
是吗？他们竟想让我当赫赫王妃。赫赫原本就是邻国最荒蛮苦寒的一地，这和亲说的好听，送过去就是死路一条。小姐，我们还是早做打算应付此事。此事我自有分寸，你做得很好。何嬷嬷不愧是个妙人，眼光独到。自处置了府里的人后，她便提拔了几个新丫鬟进院子。这几个丫鬟处事各有千秋，假以时日，必能成大器。屋里正在举行郡主的册封喜宴，郡主这主角倒好，躲到这里来偷懒了。默儿喝了些酒，不过是在这里散散酒气罢了。郡主刚刚是在笑什么趣事呢？不知可愿与小王分享？笑一些人不自量力，一些人庸人自扰。十丈红尘，人人看不破痴心妄想。想不到郡主对佛理也有参悟，小王可有这荣幸与郡主孤望言之？小王爷说笑了。不好啦！嫣儿小姐死在郡主的院子里了。什么？默儿，事关重大，我陪你过去。不必。小王爷，此乃西凉家内事，又是冲着默儿来的。小王爷与四妹妹有婚约，不宜插手。默儿，为何你明明对我有意，却还要这般拒绝我？我的女儿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小姐吃酒到一半，觉得身上有些热，便出去走走了。我们刚走到郡主院子附近，就被打晕了。再醒来，小姐已经……仵作已验过伤，确定燕小姐是被侮辱后生生掐死的。她死前必定挣扎过，指甲里还有那人的血沫。还有，这是仵作在嫣儿小姐身上发现的东西。这不是郡主的东西吗？府里有着焦朱砂的，只有刚得到御赐之物的郡主啊。这是我的东西，可这又能说明什么？总不是我将妍姐儿侮辱了吧？少给我装傻！嫣儿的死与你分明有关，那个侮辱了嫣儿的男子与你是何等关系？竟然有你私密的物件！我们国公府向来守卫森严，能进来的必然是今日的宾客，说不定是哪家公子拿了郡主的衣物，被嫣儿小姐看到，才杀人灭口吧？啊！双妹这意思是说本郡主与他人有染，在私会时将私物送与了那男子，却被嫣姐儿撞着了，因而对嫣姐儿下手。西凉霜这段时间看似安分守己的，原来是在策划这事儿呢。再过几日，便是他和虞侯的大喜之日了。他这是想在出嫁前报复。我可没这么说，郡主自己心里有鬼认下的，这反倒怪起我了。既然你们怀疑本郡主，那本郡主倒是不得不问清楚了。余娘，你说嫣儿小姐是吃酒吃多了去散热，但我的院子在内院最偏僻之处，离宴席隔了好几条小道，你如何能与嫣儿小姐那么巧走过来？总不至于是听了我院子里有新建的睡莲池，便特意绕远路过来观赏吧？对，嫣儿小姐说想去看看那水莲，我们便特意过来了。这个蠢货！是吗？可惜呢，本郡主的院子里从来就没有种过什么睡莲。贱丫头，你居然敢说谎，还不从实招来！禀报郡主，涉嫌杀害西凉嫣小姐的男子已经被奴婢抓住了。奴婢今日一直守着院子，意外发现这贼人鬼鬼祟祟地从院子里逃出来。奴婢早年跟着兰夫人学了些武艺，便去追赶此贼人了。你是宁侯世子陆枫，是你杀了我的女儿？是不是一查便知？让仵作给这个人验伤，将嫣儿小姐手指上的抓痕深浅与此人对比，便能真相大白了。是他又如何呢？想必这位公子就是与郡主两情相悦的人，只是何必如此残忍，
殃及无辜的燕儿小姐。没错，我是与郡主有染，却不小心被燕儿小姐撞见了。我只是轻薄了她，让人动手灭口的是郡主。看吧，果然如此。陆枫，既然你说与本郡主有私情，那本郡主问你，本郡主生辰八字是什么？最擅长什么？与你何年何月何时何地相识？又以何为信物？可有证人？本郡主身边的丫头叫什么？本郡主最爱的薛涛谦，你可有？我与郡主才交往，只在花前月下，所以不太记得了。郡主最擅长画皮之技，没有证人，也不认识郡主的丫头。但是我有薛涛谦的。真是可笑，郡主自幼受尽府里克扣，连温饱都成问题，更不要说习字了。你连这也不知道吗？他从不擅长写字，何况是薛涛谦？只要取来房里的书一对比就知道。什么？来，嬷嬷，给我掌他的嘴！别打了，别打了！我招就是了。我有私情的是燕儿。你说什么？我和燕儿来往1年多了，可是燕儿说西凉家要送她入宫，她想与我断了联系，我一时气不过。后来姨娘说可以帮我逃跑。你这个贱婢，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害我的女儿？他死了，服毒自杀。这可怎么办？姨娘这一死死无对证，就不知道谁要陷害郡主了。是啊，不过双妹不必担心，这污蔑郡主之罪，可是没这么轻易能逃脱的。至于陆枫，就交给赵太太自己处置了。薛老墨，你这个贱人，凭什么这么对我？双妹今日对本郡主口出污言，姐姐不过是想请你洗洗嘴巴而已。即便你去告诉父亲，想必他也是支持我教导你的。何嬷嬷，这药也太苦了。郡主，良药苦口，您早些年身子糟蹋得太厉害，得好好补补。好苦啊，完全不想喝。百里青送来的这是什么鬼药？虽然我让好几个郎中都确认过，这确实是补身子的良药，但是也太苦了吧！绝对不能让小姐知道，这是千岁爷嫌她胸部不够大准备的药。嬷嬷，嬷嬷，这到底是什么丧娘？百里青送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这叫血鸢，是极南之地进贡的特殊鸟儿，据说是凤凰与苍鹰所生。胡扯！这明明是只鹦鹉。大小姐，双姐儿已经去了半条命，继续下去怕是熬不住了。与其嫁给一个糟老头，还不如拖着你一起去死。妹妹放心吧，你想死，姐姐我偏不想让你死呢。以为我没有你陷害我的证据，就不能把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不用任何证据，我要你生不如死，也是易如反掌。这几日，我一定会好好的看着你，直至你嫁给虞侯。日子还长呢，虞侯若是知道你这么厌恶他，一定会好好待你的。刚刚有劳嬷嬷了，相识这么多年，默儿竟不晓得嬷嬷身手如此好，嬷嬷瞒得默儿好苦。老身是缥缈真人的徒弟，
受兰夫人所托，多年来一直暗中保护大小姐，早早显示了功夫，只怕还是容不得老身，所以只能忍耐不动。是吗？我那不管事的娘倒是有心，真让我意外。缥缈真人的徒弟，白嬷嬷的功夫必然比靖国公还高了。放这么个高手在我身边，兰陵还真是大方啊。大小姐，其实夫人她也过得很苦。嬷嬷，从今日起能指点墨儿一些武艺吗？墨儿不求如嬷嬷一般高强，能保命即可。只要大小姐需要，奴婢定当尽力为小姐筹谋。还是这般警惕，下手是不能下手的了。再对这丫头动手，怕是真的会惹恼她。不过，就勉强这样吧。小丫头，你可要好好感谢本座。半个月后，西凉霜被捆绑着上了花轿，因新娘子的不忿引来了虞侯的大怒。虞侯强逼着要了她，对她日日拳打脚踢，两人几乎成了怨偶。大小姐真是大有长进啊！短短10几日，你的丹田里面竟有内息开始凝聚。按理说，你的身子受损这么多年，是不可能这么轻易恢复的。我也不知为何，总觉得这些时日睡眠特别沉，但睡醒后的气息运转又特别通畅，仿佛有人为我打通了一般。大小姐，本家的于老太太过来了，听说是已经定下了去赫赫核心的人选，命您过去拜见。墨儿见过老太君。建主好大的架子，初次拜见长辈也不用行大礼，你这随便打声招呼是糊弄谁呢？西凉墨这个贱人，分明是因为他燕儿才会死的。好，吴姐儿是觉得这长幼虽然有序，但尊卑在前的天朝规训有问题吗？不如我们到皇上那里分辨个明白，也好让吴姐儿的新规矩教化天下臣民。你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吴姐儿，不是我要为难你，姐妹间的斗嘴就算了，只是姐姐身边的嬷嬷是宫中赐下来的2品女官，原是皇后娘娘身边的私善大人，姐姐就帮不得你了。奴婢任职于皇后娘娘身边，素闻西凉家最重礼仪规矩，却不想大失所望。五小姐这大不敬之行，奴婢回宫怕是只能如实回禀了。嬷嬷所言极是，是我们疏于管教了，不知嬷嬷觉得该如何教训才是？不敬之罪，此胭脂宴10下。宫规不可犯，嬷嬷请。什么？我可是堂堂西凉本家大小姐，她西凉墨不过是分家的一个女儿，老钱婆你敢？此刑罚以6片特制竹篾所致，抽打1下，相当于一般竹片扇打10下，可让受刑者脸色宛如涂了胭脂般，故名为胭脂宴。五小姐这回可懂了。五儿是该学学尊卑，既然郡主如此明理，那也应该懂得孝道。知晓婚姻大事，都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这是自然，你懂得就好。你的婚事，我已经和你的父亲母亲商量过了。赫赫君主
每一代都会要求娶天朝贵女，而从太祖皇帝开始，一直都是西凉家里的女儿出嫁和亲。出嫁的女儿若死了，便再求娶下一位。你身份尊贵，嫁去做赫赫王妃，再合适不过。过几日，便收拾东西到本家来住一阵子，好好学学规矩，免得出嫁后丢人。怎么，你是想忤逆长辈，自作主张自己定婚事不成？墨儿不敢。既然老太君已经做了决定，墨儿自当从命。大姐姐，原来是五妹妹，这是怎么了？西凉月来找我，哼，这倒是稀奇。大姐姐，我听说本家那边要你嫁去赫赫了，你千万不能答应啊！这赫赫王妃听着好听，其实嫁给赫赫王之后，几乎都活不过20。上任王妃10岁便嫁过去了，也就活了几年。西凉本家这些畜生，原来打的是这主意。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竟将无辜的女孩一个个送去那狼窝。大姐姐，多谢五妹妹提醒。只是往日五妹妹一向与双妹亲近，没想到竟如此关心我。大姐姐，其实月儿一直是想关心你的，可我不过是个庶女，韩夫人过去这般强势，我哪敢和她对着干呀？大姐姐，你不会怪我吧？大姐姐自然是不怪你的，你我姐妹，往后还要互相扶助才是。西凉月倒是个精明的，眼看着韩氏失势，西凉霜也被嫁去给虞侯了，就立刻转向我这边。不过他还算是个能用之人。至于西凉本家的那群蛀虫，哼，看来也是时候好好清理了。小丫头，你倒是够狠心的。对于无耻之徒，又何必客气？您说是吧，9000岁大人？我就说平时我明明很警觉的，这些天我怎么会睡得这么沉？果然是这个混蛋动了手脚。哼，非也。这个变态，手的5个关节都能任意弯曲拆卸吗？本座所为，堪称情操高尚的。小丫头，你以为你这些时日功力精进，真的是自己勤奋练功的原因？金针渡穴，难道是千岁爷的功劳？你倒是不蠢，不必太感激本座的无私。今后自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哼，脱衣服躺下去吧，办完事儿了，本座还要回去安寝。今儿奏折太多，累死了。这金针渡穴也不需要每每都半裸吧？这个无耻老贼！当然，你都是本座的人了，本座自然要仔细些。千岁爷公务繁忙，就不必再为小女操劳费神了。小女也不求武艺速成。你这是在拒绝本座？不敢。如果千岁爷非要好心，小女也没有办法呢。丫头，到你求本座的那日，但愿你还如此有骨气。督公，事情都办妥了，126人都处理掉了，选了10块最好的面皮，送到制香坊去制扇和鼓了。还有12顶最好的莲发头皮，也送去了易容坊。左右还是那些玩意儿，没什么意思。啊，对了，小莲子他们都有干儿子了，不如本座把那丫头收了当干女儿。干女儿？
可惜年纪大了点儿，不能享受换尿布、打屁股、撒娇、咬人。咬人这个倒是有了。就这样吧，明儿去让绣娘们准备一些肚兜，给你们未来的小姐送去。还有女儿家的月事兜带，要最好的白锦缎。您这是想……不能为小丫头换尿布，换个月经带总是使得的。小姐今天睡得可真好，外面这般吵闹都没有闹醒你。唉，这几天那老妖怪都没来骚扰我了，怎么可能睡得不好？外面还真是热闹，看来四妹妹和德小王爷今日的文定仪式举行得很顺利呢。怕是等会儿就要出事了。我们的礼物早早就已经送过去了，大小姐神机妙算，这文定仪式必然是完成不了的。这几日便要去西凉本家了，还有不少东西要收拾。今日我们就不出门参那热闹了，且在院子里等着看戏吧。四小姐这些时日的皮肤越发水嫩了，得了您这样的如花美眷，小王爷怕是都看不下那些繁花俗女了。西凉墨的剑胚子虽然讨人厌，但以前做的那些膏子倒是真的不错。只是我今日皮肤怎么这般痒？可能是今日擦的粉有些重。哎呦，您别挠了，忍忍吧。大喜之日装饰要浓些。可我连身体都觉得痒，总不会是衣服的线头没藏好？您再忍一会儿，吉时到了，您该入堂了。等文定之礼结束了，我非扒了那群绣娘的皮不可，连个衣服都做不好。走吧。靖国公之女，贤良淑德，德成天瑞，嫁娶相宜人。好痒，好难受，好晕。西凉丹怎么回事？大庭广众之下，这般歪歪扭扭的成何体统？若是墨儿绝不这般失礼。请丹小姐和德小王爷交换信物吧。丹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丹小姐这里……丹儿，你怎么了？好痒，小王爷帮我！丹儿，你快放开小王爷！凉凉的，好舒服。这女人是疯了不成？得赶紧制止她！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把小姐送回房！韩夫人，您最好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丹儿她身子这两日有些不舒服，让王妃见笑了。即使身体不适，也不至于这般失礼。我德王府怕是容不下这么不知体统的儿媳。大庭广众之下，伸手到自己胸口上去抓挠，甚至把肚兜都扯出来了大半，像什么样子？今日连我们德王府都要变成他人的笑话了。王妃，我看今日文定之礼就先取消吧，等着丹小姐身子好了，我们再做打算。怎么会这样？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西凉墨，一定是西凉墨这个贱人！夫君，你说什么？丹儿身上的只是花粉引起的瘙痒敏感之症，不是中毒。这是太医刚刚诊断的，宫里几个太医都来过了。你养的好女儿啊，她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大病，就一点过敏，就闹得连婚事都没了。不可能，分明是西凉墨做的好事，只有他有这种蛇蝎心肠。仙儿纵马惊驾，你说是墨儿害的，
这回丹儿过敏，你又说是墨儿设计的，你到底要针对墨儿到什么时候？她也是我的女儿，我早就跟你说过，要好好给她相一门婚事。你倒好，先是虞后，现在是和本家的那些人合伙，想把她嫁到赫赫，你何苦这般作践她？现在是在偏袒她？她不过是兰氏和别人生的贱种，你也要捧在手里纵容她，来祸害自己的孩子吗？这绿帽你戴这么多年，还不够吗？你给我闭嘴！再胡说八道，我就废了你！国公爷，兰陵是我的正妻，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墨儿是我西凉无言的血脉，而你最好记住当初你是怎么嫁进来的。是，我怎么忘了呢？20年风雨同舟，还是抵不过一个红杏出墙的贱人所生的贱种。果真是狼心如铁。你有心思污蔑兰陵和墨儿，还不如想想你怎么照顾好你的2个女儿。心儿的腿已经瘸了，丹儿这脸，太医也说挠痕过深，无法完全恢复。什么？胎儿毁容了？上一次我已经为了保你而和墨儿对峙，是你自己不争气。你若是再这般无用，也休怪我不念情分了。我们国公府总不能一个中用的都没有。小姐，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对啊，连太医都查不出四小姐的脂粉有问题。我给西凉丹的脂粉分开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她喜欢合着用罢了。要怪就怪西凉丹贪图美貌，即使是现在都用着以前从我这里拿走的脂粉。长久用着50散的脂粉，只要一杯普通的香菊浓茶便可以引发问题。大小姐最厉害了，大小姐最聪明。你们2个小马屁精，再夸我，我明日也不会带你们去西凉本家。你们就留下来守着这院子，知道吗？大小姐，我们真的不可以跟着过去吗？要去住好几天呢，我想守在你身边。韩氏在府里毕竟有20多年的积威，不是朝夕可出。更何况还有个态度不明、实力不明的老太太，需要你们帮我看着院子，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而且西凉本家那里恐怕更危险，白眉已经死了，如今我好不容易有了势力，才能寻回当初被撵出去的白净。这是白眉唯一的妹妹，我不能让她有任何意外。大小姐放心吧，院子里有我，我一定会守住院子，等您回来。那可就拜托你们了。丹儿，我可怜的丹儿。母亲，西凉墨走了，他这一去本家，必然是有去无回了。是啊，既然他再也回不来了，那他院子也不必留了，该是时候好好清扫一下了。小白，你是不是肥了呀？才来几天，我怎么感觉你肥了一圈呢？不要，好痒啊！给我把所有人都拿下！县主，您这是在做什么？本县主有一套陛下御赐的文房4宝，如今不见了。有证人说看到你们碎玉阁的丫头偷走了，本县主现在要搜一搜，你们若识相，就给本县主让开。什么证人？
分明是污蔑！岂有此理！这里是郡主的院子，你们都不想活了吗？给我进去搜！郡主，你家郡主很快就是个人人能睡的贱货，你以为她还能平安的回来吗？不是，你侮辱我们郡主！好一个不知死活的贱婢！本县主今日就要踩烂你的脸，撕了你的嘴，让你们也尝尝当儿被毁了容的痛。要是西凉墨知道他造的孽，报应都应在他的心腹丫鬟身上，表情一定会很精彩。这是什么鬼东西？店主，东西找到了，就在这房间里。西凉姐，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放你狗屁的御赐之物！女人都知道你是趁着郡主不在才栽赃陷害的。我杀了你，替姐姐报仇！你是那个短命鬼白眉的妹妹，长得还真相似。既然你这么忠心，那就像你的姐姐一样，好好尽忠吧。这个丫头就赏给你们了。不要！如今人赃俱在，这碎玉阁的丫鬟们敢偷御赐之物，还互相包庇，给本县主通通打死！是。西凉墨，你断我腿，血洗母亲的院子，毁了当儿的脸，如今这不过是利息，剩下的你可要好好还清了。大小姐，没事吧？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胸口突然有点闷，总觉得有些不好的预感，好像有什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恭迎郡主。郡主要小住几日的香墨轩已经打扫干净了，还请郡主移步。一段时日不见，赵太太亲姐了，嫣姐儿已经没了，您可要节哀顺变。郡主不用试探我，我的嫣儿死了，五儿也毁了，但说到底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我不敢怨恨郡主，只求郡主看在我算识相的份上，放过我和唯一剩下的小儿子吧。太太多虑了，无论如何，我们总归是一家人，墨儿能做的事，一定尽心尽力。大小姐，赵太太，这纸条里的意思是在向我投诚。里面的消息应该是真的。这几日夜里，让人守好院子的门吧，送来的饮食千万不要用，暂且用我们带来的干粮顶一点。大家醒醒些。是，我这就吩咐下去。果然来了，身体动不了。小丫头，下手还是这么狠。来的人是本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清醒个头啊！哼，来，瞧瞧好戏。竟然是暗道！我千防万防，没想到他们居然直接在我屋里头设了机关，想迷晕我就动手。估计白嬷嬷他们都已经被引开或者打晕了。糟了，白玉还在下面。想救你的小丫头，那就去吧。鬼啊！宁儿，
她是宁儿，宁儿不是死在赫赫了吗？宁儿，不是那个10岁就被送过去的前任赫赫王妃吗？此刻是你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宁儿？宁儿才10岁，才10岁啊！宁儿不关4个的事啊，都是太祖皇帝总要我们家与赫赫和亲，那赫赫习俗与禽兽何异啊？我们西凉家怎么能受此侮辱？还不如我们自己人破了和亲女的身子，既能狠狠羞辱那赫赫人，也免去我西凉女儿清白尊严被野蛮人占据。不对，他有影子，他不是鬼。是我。怎么？你们不是来找我的吗？我的好堂叔堂兄们。既然你知道了，就尽西凉家女儿该尽的义务，乖乖躺在床上去，省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什么贱命！也敢在本千岁的爱女身上乱瞟？踩起来还没有李尚书那老头子的感觉好。爱女是谁？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没有这样的爸爸。这千岁爷。督公，您怎么？千岁爷，听闻您手下有人善制扇，木儿想向您求把面皮攻扇，材料就由我这堂叔兄们提供。听说这面皮入手细腻，若以纹身之法将颜料刺入其间，面皮扇的颜色便会长久鲜艳如新。不知千岁可有兴趣一试？这倒是有趣，只不过本座还是不喜欢自己的爱女穿成这样，让别的男人随意观赏呢。美姨，还不按你们小姐说的动手？是。西凉墨，你竟然勾结阉党奸人，对自己亲人刀剑相向，简直无耻！你这是背弃祖宗，西凉家的祖宗九泉之下也不会放过你。要是这腐朽堕落又糜烂的西凉族是我的祖宗，我便是颠覆了又如何？不要！不要！不要！这世间最诛心的，永远不是来自外界的伤害，而是来自于自己所深爱之人的背叛。那些枉死的女孩，若是能看到你们落得如此下场，也可以瞑目了，就像前世的我一样。小丫头，咱们出去赏月可好？总听这些玩意儿叫嚷，可扫了雅兴。到了。臭丫头，你想摔死本座吗？有毛病啊！谁站在树上看月亮？好歹捡个树枝站着呀！上来，才可一览众山小。怎么，你怕高啊？刚才剥皮如剥瓜子，也没有见你怕。千岁爷，这里风多大呀，吹坏了您如花似玉的脸就不好了。咱们下去吧，好不好？不好，爷今儿要赏月。爷，俺丢俩鸡是不对的。大小姐，太好了，你没有事，都是我没用，居然被迷晕过去了。要是您出了什么事儿，奴婢也没有脸面活下去了。老身无用，被那些贼子引开，害得大小姐孤身无援。我没事，其他人呢？您为了保护碎玉阁的其他人，将大半的侍卫都留在府中。我们带来的人不敌西凉本家，那些贼子设计引开了老身，老身留了其他护卫守在大小姐门口，但他们都被西凉家派来的人杀了。死了10个护卫。千岁爷，我想知道，您是否早已知晓西凉世家这龌龊之事，预料到墨儿今晚会遭遇此事？如果您早早对我示警，
侵入我的护卫们都不必白白送死。你，本座为什么要帮你救人？你以为你是谁？对啊，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因着主人的3分颜色，就得意忘形了。千岁爷教训的是小女僭越了。墨儿，你比你的母亲要狠心多了，这很好，但还不够。不过是些护卫，等你学会对自己狠心，利用尽身边所有可利用之人，踩着心腹之人为你铺的血路，你才能走到最高处。别让本座对你失望，否则……不，我永远不会像你这样不懂感情，孤身一人。我不会变成只懂虐杀的怪物，那踩着所爱之人流的血走到的最高处风景，也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冰冷而已。我不需要。来，好孩子，告诉本座，接下来你想怎么处理？墨儿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之人。这100年西凉世家葬送了这么多人的清白与希望，就让墨儿亲手将这里所有的罪愆都焚烧殆尽。走水了，走水了！快点！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几个混账孩子，让他们好好教训西凉墨。他们有必要搞得屋子都烧起来吗？这火势这么大，周围的房子都快烧没了，简直气死我了！老太君，屋子里发现了3具焦尸。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尸体就尸体，遣人去通知靖国公府就是了。西凉墨这小贱蹄子，果然是已经被烧没了。通知靖国公府什么？呀，这火势怎么会这么大？幸好墨儿今夜出去散心时不小心迷了路，没来得及回房间，否则这会儿就该烧死在里面了。西凉墨，你在这里？那老太君，那3具焦尸是二叔他们的。老太君，孽畜！你这个孽畜，竟把我的儿孙们……比起那些丧尽天良、罔顾人伦的畜生，墨儿可当不起这骂名。但墨儿倒是奇怪，我出去散心了而已，堂叔他们怎么会半夜到我房里，又刚好闹起火势烧死了呢？郡主受了惊吓，还是早些安歇。至于其他事，请郡主交给妾身处理吧。这火明显是郡主自己放的，二叔他们死因有蹊跷，这再追查下去，谁都讨不了好。白玉，我们回去吧。这本家遭一次火，怕也是没空招待本郡主了。今日就算卖这个面子给赵太太吧。皇上圣旨到！真敏郡主西凉墨、西凉本家嫡女西凉武接旨。建国公之长女真敏郡主西凉墨，书甚慧雅，衡黄有则，礼教肃贤，柔诚兰芷。户部行走西凉河之长女西凉武，秀玉名门，会孝贤恭。召2人共同入宫备选太子良娣。什么？西凉墨这孽障是要送去赫赫和亲的？我们已经写进折子呈给陛下了，怎么还让他去选太子良娣？忽而是我们早打点好要将他送进宫里的，西凉墨这算什么事儿？老太君未免太托大了，你们西凉本家只是提供一个名单，用我堂堂天朝郡主去和亲，您舍得，陛下都舍不得。陛下已经驳回了这个名单，您不知道吗？劳烦公公了，老太君今日受了些刺激，讲话不大中听，还请公公见谅。哎呀，怎么敢当？
老太君，郡主虽然是您的晚辈，到底品级封号在那里？是在陛下面前都有脸面的。您这一口一个孽障，也不像个做长辈的样子。咱家看您的脑子是不太清楚了。这阉人，还有西凉墨你这个小贱人！郡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看护不力，有负郡主所托。那天，不要！不要！住手！这里可是郡主的院子，你们是反了不成？本县主的御赐之物被这院子的丫鬟偷走，处罚他们有何不对？三婶娘这是要偏袒西凉墨？自从西凉墨帮黎三太太从母亲手里夺了掌家之权后，这黎三太太便事事听命于他，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西凉先竟瞒着所有人，私自带上府兵围了碎玉阁，可恨我来迟一步。西凉墨离开前千叮万嘱，让我保护好他的人，这下我怎么向他交代？如今晋国公府由我掌家，县主丢失了御赐之物，按理也该由我来查证。一介县主对郡主之人滥用私刑，若是传到宫中，县主怕也是讨不了好吧？沈娘在威胁我，县主说笑了，我只是按规矩行事。您如此与我作对，就不怕西凉墨有个万一回不来，自己落不着好？纵马惊驾后，县主如今在外名声也不甚好听，处事还是要再谨慎些来得好。您说是吗？三婶娘教训的是，既然有三婶娘操持家事，仙儿便放心的交给你了。县主走了后，我便赶紧请了大夫，只是我来得太迟，没来得及救下那些被打死了的姑娘。白蕊姑娘手脚已经接好了，只是这脸怕是毁了。白金姑娘没被糟蹋，却断了一臂，是我掉以轻心了，才让县主得了逞，请郡主宽恕。不，是我的错，是我无能。如果当初能直接把韩氏一脉杀尽，便不会有今日之祸。郡主，您不要自责了，你已经将大半的护卫都留了下来，自己还因此陷入了险境。郡主，宁安，你来做什么？国公爷听闻小姐回来了，让小的传一句话给您，望小姐记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时候，国公爷倒是来与我说亲情了，是怕我对他的爱女做什么吗？那送我去本家时，让我去当赫赫王妃时，为何不见他这父亲惦记半分父女情？郡主不可对国公爷生怨，国公爷已经将县主软禁了，毕竟县主动的也只是您的下人，没有伤害到您。可偏偏是这几个下人，比他们这些所谓的至亲更让我心疼。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会让碎玉阁的人白白蒙受这些痛苦，韩氏一脉欠我的，本郡主要他们千倍万倍奉还。这么说，本座送去的那只血鸢也被伤着了。督公恕罪，属下这就派人将那端阳县主拿下。不必，那丫头最是护短，想必是想自己亲自动手清算。本座的爱女，可不能是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的废物。说起来，她也快到了吧？
本座这身衣服够惊艳吗？还是再换身衣服？毕竟要与心爱的女儿一起嗑瓜子，为人父，总要给女儿做些榜样。那丫头的穿着也太寒碜了些。可是郡主说她今日不能来陪你了。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前去告知郡主，西凉家的那些宫扇已经治好了，请她过来一同与您欣赏和吃瓜子儿。郡主说她最近很忙，请你自便。是吗？那便把这些扇子连同本座的礼物一起送过去给她吧。爱女这么忙，本座自然要好好疼爱才行。公公，这些是9000岁爷听闻大小姐被提名太子良娣，好事将近，便命咱家送些东西给大小姐添妆。这暹罗胭脂蜜露、东珠翡翠嵌金头面，不是宫中珍品吗？千岁爷怎么送如此厚礼啊？这些都是声名在外、价值连城的珍品啊！之前听闻公主想求看一眼，皇上也没有允许。9000岁怎么会把这些宝物送给这个贱人？哪里，都是些小玩意儿。千岁向来对为自己办事的人都很宽厚，谁要是与郡主过不去嘛，那就是与9000岁过不去了。为自己办事，我小心隐藏了这么久，百里晴是想来拆我台，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和他有勾结吗？这只老妖怪分明是在报复我拒绝他的事。劳烦公公替我谢过千岁爷，做香料与脂粉作为犬戎的贡品，不过是小女为自己的家国做的一点事情，如何能当得起这样的赏赐？郡主自谦了，既然礼已送到，奴才也就回去复命了。爷，不是我们有努力坑郡主，实在是郡主太狡猾了，张嘴就能胡说八道啊！嬷嬷，我还要去一趟墨香阁，你将这些礼物收进库内吧。且慢，刚刚收到连公公前来送礼的通报时，我正好在老太太那里。老太太说她也想瞧一瞧宫中送来的珍品，让你送过去给她。莫姐儿向来是个有孝心的，不会忤逆老太太的这点要求吧？莫姐儿好久没来看我这老婆子了，听说你最近和你妹妹闹得不甚愉快，你们总归是亲姐妹，怎么反倒为了些卑贱的下人伤了感情呢？老太太言重了，木儿自然是知晓轻重的。自打我登上郡主之位后，老太太便称病在床不见我，如今为了西凉仙，总算要出手了。你这般懂事，祖母也就放心了。只是如今你要参加太子良娣的甄选，仙儿却未收到邀请，外面不知道有多少风言风语啊。不瞒你说，你父母亲从小便将仙儿作为国母来培养。当年甄选太子妃时，仙儿才10岁，没有竞争的资格。后来太子妃位越发充盈，我们才将目标定在了陛下的选秀上。却不想这几年几位良娣都接连滑胎而亡，太子妃也重病在床，眼看就要不行了。皇后娘娘这才有了重新为太子充盈东宫的想法。你们是姐妹，应当互相帮助。祖母想，不如就由你带仙儿一同参加，有你在，想必皇上也不会多说什么。富儿自然也想帮助二妹妹，只是妹妹双腿行动不便，已是残缺之身，如何能进宫？西凉仙被皇帝厌弃了，他们便把主意打到了太子头上，还想逼迫我带西凉仙参加甄选。哼，想的可真是美呀！这个你放心，我和你母亲准备了特殊的绣鞋，仙儿穿上去便看不出腿是瘸的，只要她能夺得太子欢心，便是双腿有些残缺，想必太子也不会在意。
祖母，只要大姐姐愿意帮忙，仙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老太太思虑周全，墨儿自当从命。还有另一事，仙儿身子不好，外头的人都是踩高捧低的。如今祖母做主，将千岁爷送的这2套头面和香粉均匀一套出来，就当是你送给你二妹妹添妆了。外面的人看到咱们家姑娘能带这些公主都佩戴不上的珍品，便不敢轻慢你们了。这也能让别人看看你的气度。原来如此，这么说来，墨儿反倒要多谢祖母，苦心为墨儿打造这好名声了。你们都能懂祖母的苦心便好。祖母老了，如今就盼着你们守望护助，共同要我西凉家门楣。西凉墨，刚刚你答应祖母的事，是真的？难得你不再玩这些姐妹情深的把戏。你肯不计前嫌，帮我参选太子良娣？既然你知道，那还问我？我西凉墨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你血洗我的碎玉阁，这笔仇我可是记着呢。妹妹如此放肆，以后这府里大概谁都能踩在我这郡主头上了吧？那你想怎样？那不过是些奴仆，我陪你便是了。若你还不解恨，那我便把我院子里的奴仆也送过去给你打杀，这样你总能出口气了吧？西凉墨，我不相信你会对太子妃一味不动心。只要你肯帮我，带我们一起进宫了，有我的姨母韩贵妃相助，未来后宫还不是你我姐妹的天下？贱人，你做什么？二妹妹果真好气度，可惜姐姐向来记仇。这秋荷虽美，却也只剩2、3枝了，不如你采摘了好好养着，等到甄选时，姐姐再给你亲自别到发鬓上吧。大姐姐说的是，仙儿最喜欢秋荷了。西凉墨这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大小姐，我们就这样放过西凉仙，还帮他参加甄选吗？不必着急，这不过是利息而已。他们想要什么，我送给他们便是。但有没有这个命相，就由不得他们了。果然，还是没办法完全去掉这些疤痕吗？大小姐，不要为我伤心了，因为我求来价值1000金的祛疤灵药，要日日亲自帮我调理，我才能恢复得这么好。白蕊不觉得这是疤，这是我保护大小姐的印记。虽然我做的不够好，还害白晶和其他妹妹受伤了。做的不好的是我无能。白晶失去1只手后，我已经让人送她去庄子休养了。白蕊，你若是害怕了，我也可以让人送你离开。我活在争斗不休的地狱里，昨日我可以让他人生不如死，或许明日就轮到我。你们是我身边的人，可能会落得比当初更惨的下场。这条路注定崎岖黑暗，充满血腥。我已经无法逃离了，可你们还有选择。大小姐，大小姐，自您赐予我新的名字与身份起，我便是您的人了。若您想血刃仇敌，我就为您指导是选；若您失败了，奴婢愿以身与您同训。大小姐，奴婢从小就跟着您了，您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到黄泉之下与白眉姐姐她们团聚。地狱里有您，奴婢就不怕。不，我绝不会失败，哪怕是为了庇护我身边的人，我也绝不会输。你们放心，我再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从我的手中夺走任何东西。那些曾经欺辱过我们的人，我都会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哎，听说最近墨香阁又进新货了，这墨小姐别的不说，调试的新品是真的好用。是啊，现在京城最受欢迎便是这墨香阁了，连公主都常来惠顾呢。小姐，
最近我们铺子的收益越来越好啦。自您参加太子良娣甄选的消息传出去后，这香粉卖到10两银子一盒，也有人抢。他们不过是见我当了郡主，得了皇上的青眼，又有可能成为太子妃，想讨好我罢了。唉，说是选太子侧妃，实际上太子妃时日无多，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大小姐，太平大长公主来了。可算是来了，既然贵客已到，大戏也该唱了。见过大长公主。我听闻你这里做了一批上好的香露。公主，这些是墨儿为您准备的纯珠流芳系列胭脂与香露，用的是新盛的龙爪菊并蔷薇木、鸢尾花、佛手柑与南海珍珠，历经10晒、10筛、10磨所制成。墨儿亲自研制了1个半月，也只得这么一套，再适合公主的肌肤不过了。看起来倒是不错。明日就是太子甄选良娣之日，不知甄明你准备好了没？准备不准备，结果都由不得我，又何必费心？我们女子生来便无选择权，婚事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公主不是再明白不过吗？你说的对，当年骄傲如我，还不是被皇兄一句话便断送了一生，派去西狄和亲。听你所说，似乎无意与太子良娣，怎么，竟然连太子爷都入不得你的眼吗？月女有歌，心悦君心，君不知。公主眼里若有了那一个人，便是再好的一切都入不得心中了。你让公主见笑了。不过墨儿想，墨儿应该是不用太担心自己会被选上太子良娣，毕竟有二妹妹艳绝天下在前。你说西凉仙，她不是已经被皇兄厌弃了吗？竟还想嫁给太子？公主不知此事吗？母亲跟我说过，让我当日带妹妹参加甄选便可。妹妹为京城第一才女，风华绝代，宫中的韩贵妃娘娘又已打点好此事，当时有十足的把握了。本宫今日身子乏了，必须回去了。东西本宫会让人过来取，你就不必送了。西凉仙，本宫倒是要会会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端阳县主。怎么？难道就因为那个老女人觉得我配不上太子殿下，本县主便不能参与甄选太子良娣吗？妹妹，万不能这样诋毁公主。当年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胞妹，若不是西狄来犯，陛下也不会答应将当时唯一适龄的公主远嫁和亲。当年公主容貌冠绝京都，无数才俊求而不得，却为了天下苍生，牺牲一生远嫁。后来公主的夫君西狄大皇子死于皇室内斗，公主无子，不肯留在西狄。西狄忙于内乱，这才答应将公主送回来。公主如此牺牲，回国后却依然受这些流言蜚语和嘲笑。哼，她算什么？一个死了丈夫的老寡妇，不安分守己，还想干涉太子的婚事。依我说啊，她就是看我们这些冰清玉洁的年轻姑娘不顺眼。我为什么要理会她？冰清玉洁，好一个冰清玉洁的端阳县主！西凉仙，我要你为今日的口不择言付出代价。莲儿，你做得很好。承蒙郡主厚爱，奴婢不过是稍微会一些口技，能模仿几分他人的声音而已。大小姐，奴婢还是不明白，您怎么知道公主今日一定会来我们墨香阁？公主又是为什么会对太子的婚事如此在意？数月前，我曾被韩氏设计在宫中撞见了一对男女偷情。最初我以为偷情的是陛下的妃子，可后来经过查探，我才发现那名向我泼水的宫女明月是太平大长公主的贴身宫女。而当日公主确实有段时间不在宴席上，在公主几次来墨香阁买胭脂后，我更是从她的声音里确定，她就是当日偷情之人。
随后我便开始让何嬷嬷追查当日各位皇子与王爷在赏荷宴的动向。最有嫌疑的王爷们都未进宫，2位庶出的皇子也在学堂之中，只有太子一人在东宫歇息。能通行无阻又携带贴身死士的人，除了太子再无他人。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排除所有的不可能，这就是唯一的答案。所以太平公主才会这么在意太子的婚事，难怪您笃定他今日会来找您，明日便是甄选，他这是来试探您。你以为太子东宫里这么多嫔妃，为什么没一个有好下场？连太子妃都因滑胎而重病，这吃人的深宫里哪有那么多巧合？您的意思是公主动的手？如今西凉先想夺太子妃之位在前，又侮辱公主在后。太平公主向来心狠手辣，一定会好好报答西凉先的。我们便借一借公主这把刀，好好还他们一份大礼吧。把这些都拿走！太子爷，皇后娘娘对这一次的甄选真的很上心，特别嘱咐让您也好好物色。这些画像还是娘娘特地让人送过来的。选谁都没有区别，不论什么样的女子，进了这宫闱总会变成一个样子。再说了，母后不是已经内定了人吗？娘娘向来心疼您，肯定也会尊重您的意见的。说到底，女人都是贪婪而自私的东西。对，就像思宁心一样，谁得到良帝之位都好，只要他们不惹出大事，任他们斗个你死我活，本太子都不会管。但若是再有那些不安分的，就别怪本太子不客气了。千岁爷，郡主求见。千岁爷万安。这些时日因未护好千岁爷送来的血渊，致使其受伤，木儿深感不安，故而不敢来见您。如今木儿已布好局，只等收线便可让韩氏母女血债血偿，以宽千岁爷之心。还请千岁爷宽恕，重点是不要再给我记仇惹事了。墨儿，让我看看你这几日瘦了没有？有那么多人想与本座结个奉养，只有你最乖巧有趣，懂本座之心。承蒙千岁爷厚爱，只是千岁爷风姿神俊，小女蒲柳之姿，实在不敢承千岁爷的香火。你这是在拒绝？糟了！但小女仰慕千岁爷，只想认千岁爷做师傅，以承您的衣钵教诲。今日木儿特地带了亲手为您绣的凝神香囊，且当认师薄礼了，请您笑纳。香囊是在这里。丫头！疯了吗？不可能！想不到丫头你竟如此热情，不如让本座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我立刻起来。千岁爷，新公子跪在如梦院外头，非要见您一面。是老奴打扰了。木儿非有心之举，实乃木儿胆小如鼠，一时慌乱下才失礼。胆小如鼠？你若胆小如鼠，世上怕是没有人比你更大胆了。都是木儿的错，请千岁爷见谅。你在这里待着，本座先出去处理要事。我居然能活下来，百里清刚刚怕是真的动了杀心，是因为我的不敬，还是担心我发现他的秘密？但百里清10岁便进入宫闱，从最底层的拢宫小宦官做起，毫无权势，如何能瞒过每年内务府的净身检查？如果他真的没有净身，那么外面传他以色侍奉陛下，才得到今天这般地位的流言，难道是真的？
不，婉娘！督公，夕颜知错了，求您放过婉娘吧。她真的只是我的弟子，是夕颜有意于婉娘，非是婉娘勾引心颜呐。心颜，当初你祈求千岁爷买下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如今竟被婉娘这外来的奸细勾搭上，出卖我司礼监，你还有脸向千岁爷求情？死不足惜的玩意儿，给我拖下去！白丽卿，你这魔头，心性残忍，根本不知情为何物！我诅咒你，有朝一日你捧出一腔真心，必被人践踏，爱而不得，千刀万剐，不得好死！听够了吗？还不滚出来！千岁爷说笑了，墨儿尚未修炼至珠圆玉润，如何能滚出来博您一笑？啊！千岁爷！七彩的烟雾，这池水到底是什么？愣着做什么？伺候本座沐浴。墨儿不敢以微末之躯亵渎千岁爷的眼。千岁爷若是需要，不如让何嬷嬷换您的美貌姬妾伺候您。怎么，你不是想拜本座为师吗？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还是说你想做本座的宠物？当本座的宠物，像现在一样侍奉本座？我就脱一次你的裤子！不就是看个皇冠的大裤衩吗？我一现代人还怕你不成？能博千岁爷展颜一笑，还真是墨儿的荣幸。百里清刚才确实不对劲，他仿佛要将人生吞活剥的状态。难道是因为心妍的话？罢了，难为你这般豁出去讨本座欢心，本座就成全你的孝心了，收了你这好徒儿。多谢师父，徒儿必定认真供奉师父，给您养老送终，供长生牌位，早晚3炷香。也保佑您徒儿我飞黄腾达，让您可早日驾鹤西去，早登极乐。这香囊为师便收了。这丫头，当本座听不出，她这是在咒本座呢。只是有一事，你要记住，本座向来不喜无用之人，连本座所赐之物都保护不好的废物，没有存在的价值。若你做不到让本座满意，从此便待在本座的后院，相信你的父亲会同意用你来换边境10万担的粮草。徒儿不会辜负您的悉心教导。太子甄选宴之后，墨儿自会让西凉仙等人将吞下去的吐出来，并付上本金。行了，过来吧。你完没完？你经脉纤细，年幼时身子又亏欠太多，若不能一金伐髓，此生难有所成。既然你不愿意在这天山白玉洗髓池里面修炼筋骨，那便算了。这不就是我今日来的目的吗？我需要变强，至少不能拖累身边的人。这具身体自幼亏损太多，想依靠正统修习之法速成，几无可能。只有百里清能帮助我。离为师这么远，休怪本座没提醒你，这妖兰之物是天下至毒，只有这洗髓池里的妖兰之水才能克制。若无本座的金针渡穴，这至寒之毒与炙热之水会让你受尽腐骨噬肉之痛。虽然不影响洗髓效果，但你确定自己能受得住？不必劳烦师父，若连这点痛苦都经受不住，墨儿也不配当年的徒儿。好冷，好热，好难受。本座早就说了，
你这身子根本不可能受得住。本以为是个聪明护软的，想不到比你的母亲更倔强。算了，好好睡吧。等你睡醒，一切就都过去了。我离。走开！嗯？老妖怪退散！蠢丫头，你想死吗？师傅，你方才是不是又在轻薄我？你说什么？完了，条件反射说出口了。师傅，徒儿一时睡糊涂了。难怪我一睡醒感觉身体如此舒畅，仿佛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百里清竟为我失真了。多谢师傅为徒儿金针渡穴，洗筋伐髓。徒儿回去一定认真休息，不负您这番教诲。哼！本座让你走了吗？明日便是太子良娣甄选宴了。为师想知道爱徒你是如何打算的呢？嫁给太子是条捷径，但风险也最大。墨儿不认为非走此路不可，自会想法子落选。但若你有意让墨儿嫁给太子，墨儿也会从命。如今陛下身子有亏，如果百里清能控制未来天朝的继承人，自然能保他权势长存。这个时候你倒是听话。罢了，按你的想法去做便是了。本座会派几个妹部的人跟在你身边，你尽可使用。司礼监妹部的人都是顶尖杀手，从来只执行百里清的屠戮之命。百里清这是派人保护我？难道是因为我之前差点在西凉本家遇险？多谢师父。我在想什么？百里清怎么可能关心一颗棋子的死活？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我罢了。督公，您何必耗费真元为郡主洗筋伐髓？明明您身上还有毒。真元乃武者立命之本，修炼不易，督公却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自伤。属下失言了。此次进宫名单没有端阳县主的名字，县主请回。西凉县不是被皇上厌弃了吗？怎么还有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参加太子良娣的甄选？还京城第一才女呢。我要是她，早就一脖子吊死不活了。公公，佳妹并非来参加太子宫宴，而是来探望贵妃娘娘的。啊！司礼监的令牌，奴才冒犯了，郡主请。这次甄选宴由皇后一手操办，只低调的以赏菊宴的名义邀请了贵女和王爷们前来。西凉仙要强行找借口进宫，也并非说不过去。今日是请各位贵女到东宫赏花，不必拘谨。难得东宫如此热闹，太子也与王爷们辍朝一日，各位一同赏花赋诗，全当散心就是了。是，谢皇后娘娘隆恩。说是散心赏花，这里应该四处都是皇后的眼线。按皇后挑选的标准，那些得意忘形缠在太子爷身边又行止狐媚的，首先就会被剔除掉。再来就是举止畏缩小气和像我这种明显心有所属，无异于太子，不能一心一意辅佐太子的。墨儿，别让阳光刺伤眼睛。王爷，好久不见。是许久不见了，你过得好吗？墨儿果然来甄选太子良娣了。他明明是对我有意的，为何也要来参加这甄选宴？都道郡主是个心灵手巧的妙人儿，上次赏荷宴本宫受了惊，只远远一见，还未曾仔细看过你这丫头呢。皇后娘娘安好。兰陵，这真敏郡主怎么会和兰陵那么相像？
众人知道她是晋国公的女儿，没想到她是兰陵所出。皇后也认识兰陵，而且看起来两人似乎渊源不浅。娘娘，您没事吧？啊，无事，本宫有些乏了而已。琴声，那不是西凉仙吗？西凉仙在弹琴。西凉仙还真是每次都能找到别出心裁的方法，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焦点。他的琴技本就绝佳，今日这一弹，在这群浮躁的莺莺燕燕中有显显眼。只可惜，出八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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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哪来的鸟啊？怎么专挑西凉仙来追？这回真的是出尽风头了！啊！快看，西凉仙的脚！入宫的妃子皆要身体健全，西凉仙竟敢隐瞒腿疾参加太子良娣甄选宴，这不是欺君大罪吗？端阳县主，本宫记得此次甄选宴的邀请名帖里，并没有你的名字。不是，我只是过来探望贵妃娘娘的。娘娘饶命，仙儿是一时迷路才误入甄选宴，求娘娘看在贵妃娘娘的面上，恕了仙儿的罪。好，好，好，连你都敢拿韩贵妃来压本宫。韩贵妃的宫殿与此处一东一西，你能迷路到这里，也算是让本宫大开眼界了。来人，端阳县主擅闯甄选宴，举止粗陋，责10大板。处罚完后，好好将他送出宫，莫要再让他迷路了。不要！救命！娘娘饶命啊！西凉墨，你这个贱人，是你算计我！墨儿，别看，别听，你会害怕的。我送你回去吧。走吧。二妹妹犯下如此大罪，皇后娘娘看在贵妃娘娘的面子上，已经是从轻发落了。我是断不能再护着她了。好痛！西凉墨这个贱人，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作死呢！怎么敢吃的？红莲，放开我！你们想做什么？是谁派你们过来的？你们放了我可以给你们双倍的钱。再多的钱，都救不了你这个贱婢！端阳县主，冰清玉洁，京城第一才女，能写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所以，你以为凭借这些就能成为太子的女人吗？这端阳县主赏给你们了，留他一命，还有用处。是。滚开！放开我！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杀了你们！还敢装什么真意？西凉仙，你也配与本宫斗？竟敢嚣抢太子！本宫要你生不如死！国公爷、夫人，这个时辰是有什么事吗？西凉墨呢？夫人，叫他出来！西凉墨，仙儿自今天去了甄选宴之后，便没有回来。我派人找了一晚都没有找到，你到底把仙儿藏到哪里了？二娘可是关心则乱，今日宫宴，二妹妹惹怒了皇后娘娘，被罚后独自乘坐马车回去。此事所有人都有目共睹。我是由小王爷送回来的，并不与妹妹同路，如何能将她藏起来？行了，墨姐儿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来之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若想继续吵架，
便回去。是母亲心急了，你不要见怪。母亲自知这段时间对你有所疏忽，让你伤心。你看，这是之前你送给仙儿的礼物，母亲这终究还是送回来给你妥当。看在你父亲的脸面上，你就原谅母亲和你妹妹吧。二娘说笑了，不过是些浅薄之物，墨儿如何会为了这点东西记恨妹妹？妹妹失踪，我也无能为力。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除了你，谁还会对仙儿这般温婉善良的孩子下狠手？你毁了她的甄雪燕还不够，现在还要杀了她吗？韩婉言，你给我闭嘴！父亲，墨儿，爹爹想和你谈谈。白蕊、嬷嬷，你们留下，没什么好避开的。白嬷嬷和白蕊都不是外人，他们从小护着我长大。墨儿没饭吃时，也是他们将自己微薄的份力匀给我，我才活到如今。你有什么话，尽管说便是了。你这是在怪本宫不慈，不曾照拂于你吗？苦公爷是墨儿的生父，墨儿怎么敢如此不孝呢？墨儿，为父知道这些年来亏欠你许多，只是仙儿到底是你妹妹，姐妹相助总胜过姐妹相争。为父是过来人，如今你们还小，以后大些也就明白了。国公爷，您认定了是我让二妹妹失踪，在心里给我定了罪才过来的。可惜，我确实不知道二妹妹去了哪里。建议您明日还是报武城兵马司处理，有官府插手，一定能查清楚妹妹的去向。如今夜也深了，请国公爷安枕吧。为父并不是那个意思，总之你再考虑一下。等一下，二娘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你刚才不是说要把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还给我吗？难道因为墨儿对妹妹的事却不知情，便要食言了？还不放下东西！母亲怎么敢呢？大小姐，若是日后国公爷追查，这件事确实与我们无关。我这父亲再追查，也只能查到大长公主下的手。难道他还能为了西凉仙和大长公主对上吗？我们坐等看戏便是了，不必脏了自己的手。大小姐，西凉仙被找回来了。哦，竟然还活着呀！听说他是被人在一个破马车里发现的，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大长公主是故意留西凉仙一命的，她要西凉仙活着，品尝她曾经遭受过的一切，让西凉仙失去她引以为傲的贞洁、美丽、才华，只能绝望地看着别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虽然韩氏把消息封锁了，但大长公主还是设法让西凉仙失贞的秘闻在京城内传开了。如今西凉仙是毁了，一个失贞又被皇家厌恶的女子，不可能再会有世家愿意接纳。魏六，把这个送给师傅，顺便问问他老人家可满意徒儿交出的答卷。郡主，此物是？此物名叫含笑半步颠，据说服后走半步便会大笑不止，然后浑身火热，不能着衣，裸身而舞。不过本郡主还未曾测试过，若是能改进一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在百里星身上，好让我一窥他胯下真相，便更好了。不愧是师徒，郡主和督工还真是绝配啊！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样，可怕。美人，美人！这样的嗜好似乎和他原来的主人一模一样啊！要不是看在你配合我教训了西凉仙一顿，你早就成红烧鸟了。西凉无言，你到底还管不管你的女儿了？仙儿和丹儿变成这个样子，你日日只懂得和那几个狐媚小妾鬼混，我就避而不见，你还算一个父亲吗？你看看，丹
儿的脸变成什么样子了？仙儿还昏迷着，生死未卜，你到底还要偏袒西凉墨那个贱人到什么时候？不要扯我的面纱，不要看，我不要被人看。兰儿有病，你带她来做什么？我都说了，此事和墨儿无关，到此为止。难道你要国公府去对上大长公主吗？什么？太平大长公主？她为什么要这样对仙儿？是了，大长公主和太子有私情。难道是因为仙儿在宴席上勾引太子，或者是我设计西凉墨去撞破公主与太子殿下的偷欢，被公主发现，公主才会对仙儿痛下杀手？胡说八道！妾身知道，此事必定与西凉墨那小蹄子有关。您若想护着那蓝氏贱人的女儿，我还能怎么办？夫人似乎知道什么，最近她与宫里的来往也太过频繁了，你派人好生注意着。是。那郡主那边？本是我当年亏欠了他们母女，这些日子我看墨姐儿长得越发笑似兰陵了。这个孩子长得不像那个人，也不像我，反而越发出落得和兰陵相似。罢了，好好保护她吧。双儿已经嫁给虞后，仙儿和丹儿又毁了，月儿也尚且还小，如今我也只剩这么一个女儿可以指望了。9000岁又发明了什么鬼手段来折磨人了？变态，这个变态！这含笑半步癫果然是妙物，不知道用在本座的爱徒身上会如何，真是让人期待。美姨，去通知本座的爱徒，让他过来一趟。爱徒这么孝顺，本座得好好犒赏他才行。墨儿见过师父。你过来。师父，您这是效仿商纣王吗？这可是托你的福呢。那含笑半步癫，你不是说还没试验吗？为师稍加改进后做了个大面积的实验，瞧瞧，多有趣！本座让这些大臣们都提前升入了仙境。墨儿，来陪为师喝一口，怎么样？上！百里清中毒，诛杀阉党！卑鄙！你们竟然下了10香软筋散！刚才进来时闻到的那种香气，就是具有散功与令人麻痹之能的毒香吗？百里清，劝你不要妄动，身上可是有毒的。百里清的那根金线杀人于无形，一旦靠近就会被绞杀。本座素来善良和蔼，普度众生，心怀慈悲，到底何处得罪你们？竟然要取我这活菩萨的性命！无耻！你是何人？超师救我！小女是这无耻卑鄙的阉人抢来的民女啊！这阉人杀了小女爹娘，日日欺凌于小女，逼着小女对食。求壮士救小女一命，为民除害啊！对食，强民女，干嘛？准你无耻，不准我卑鄙？那可是来杀你的，关我什么事啊？当然可以了，不过，徒儿，你真让为师伤心呢。明明昨日你才说替我去查验京郊百姓所见的生祠，为何今日就要弃为师而去？
你这个奸诈恶女，敢耍我们！听说天理教勇士极为悍勇，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只可惜，真正中毒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你们马上就要死了。胡说八道！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就更留你不得了。给我杀了这妖女！你什么时候下的毒？我一进门就闻到房里的香味，有罕见陀尼灯心草的味道。小女不才，却正巧最喜欢研制香气。此药能麻痹神经，而解药是红花，想必你们都先行服用了解药，我便顺手加了点克制红花的香料进去了。否则，你以为我为什么浪费这么多唇舌拖延时间？你不知道大战时废话最多的人死得最快吗？果然是为师的好徒儿。师傅，您中了陀罗尼这么久，何必撑着强弩之末呢？如果您现在死了，所有人都会以为您是被天理教的人杀掉的呢。怎么，爱徒，你想杀了为师吗？师傅，您怎么能把单纯的我想得与您一样卑鄙无耻呢？实在是太伤我的心了。无耻！你们师徒都一样无耻，搭配！徒儿只是想趁此机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而已。您放心，这可不是什么毒药。这一红一绿药丸乃是一对，里面是一对子蛊虫，叫赤离虫。受蛊之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唯独有一点，吞了这一对虫子的人，身体不能有超过1双手面积的接触，否则绿虫子便会非常难受。它一难受，受主也会难受到大小便失禁。师父这么高雅的人，失禁了多不好啊！原来爱徒如此讨厌为师的触碰吗？师父，您总要为墨儿的名节考虑一下。知道的人说师父是不拘小节，传道授业之法特别；不知道的还以为墨儿和你一样不要脸呢。师父莫要生气，墨儿向来是尊敬师父的。敢问师父，如今要怎么处理这些胆敢冒犯您的天理教徒呢？目的达到了，还是得给这个记仇的老妖怪顺顺毛。天理教在南边闹得颇有声势，蛊惑了不少人入教。这种教会目的不纯，一旦集结，极易成为祸患。百里清一道旨意下去，强令官府和驻军镇压此教，自然是成了这些教徒的大敌。留下首犯与3名教徒，其余之人杀无赦。本座的爱徒不是素来胆大包天吗？怎么不敢抬头看一看这天地呢？师父，你根本就没有中毒，是吗？我都能发觉的是，百里清不可能不知道，他能在朝廷里只手遮天屹立不倒，这样的刺杀早就已经历无数次。是我太自负，低估了这千年老妖的能力。你不是一直都在研究各色毒粉迷汁吗？怎么没发觉我渡于你口中的酒就有红花之味？本座原本打算给你个惊喜，让你看看这些天理教跳梁小丑的表演，却不想你竟然也给本座准备了一出有趣的折子戏。师父当徒儿在采阴于亲便是。宴会并未结束，请各位大人回位子上坐好。来人，重新端上美酒佳肴，可不要被那些不识趣的小虫扫了咱们的兴。好好伺候大人们。是。
多么美丽的歌舞啊！本座敬众卿一杯。千岁爷英明。师父，你想以此震慑那些背着你做小动作、勾搭天理教的朝臣，何苦拖上我这种无辜的路人甲？我的墨儿可真聪明，只是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可不要以为为师宠着你，就可以肆意妄为了。一个小小的吃梨果算什么？别说本座不放在眼里，就算本座不能碰你，也有千种法子与你共享极乐之事。你可想试试？师父，是徒儿错了呢。你有什么吩咐，徒儿自管去做，再也不敢违背您了。总有一日，我一定会把百里清这张漂亮的脸蛋揍得他娘都不认识他是哪根葱。很好，为师召你来，便是有事吩咐你去做。这些日子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似乎不太好，别跟你家老头子闹僵了。我要你成为他最信任的人。师父，若金国公府出了什么通敌叛国，或者其他要满门抄斩的事，恐怕墨儿也未必能再为您效劳了。放心，晋国公是国之公公，这北境大门还要靠他给朝廷守着。本座不会自毁长城，为师只是想要他身上的一件东西而已。是，墨儿明白了。这是百里清第一次吩咐我做事。百里清无法靠自己从晋国公身上拿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一定要弄明白。百里清休想永远将我当成傀儡。滚开！不要碰我！滚开！滚开！仙儿，你别怕，是母亲啊，你乖乖吃药好不好？咱们吃了药就会好了。别过来！你们滚！滚开！夫人，让奴婢来喂吧。尚书府那边又差人来问了，您要不回个消息？如今仙儿疯疯癫癫的，我也没心思应付那个小贱人。既然哥哥觉得如此甚好，就这么做吧。反正魏儿也曾喜欢那小贱人，便让他先将西凉墨娶过门再说。如此，不但能折磨那小蹄子，还能逼迫蓝氏那个贱人交出他们找了20多年的东西。若哥哥能得到那东西，韩家便不用再畏惧皇后了。但是，我要西凉墨那贱人嫁过去之后，生不如死。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奴婢这就派人去回消息。今日家宴，韩魏也被请过来了。你确定这消息是真的？是真的，小姐，该不会真的是像我们之前探出的消息说的那样，韩氏想把你嫁去韩家？是不是都没什么好怕的？韩氏想像过去一样摆布本郡主的婚事，哼，痴心妄想。父亲、二娘，墨儿来迟了些。表妹，许久不见了。过去姑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可现在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韩公子，墨儿，什么韩公子？墨儿以前不是韩表哥的吗？都是自家人，怎么一段日子不见就生分了？过去是墨儿年纪小，不懂事。男女7岁不同席，孔夫子也云男女授受不亲，墨儿不敢违背圣人之训。猖狂什么？等你嫁去韩家，看我怎么折磨你！夫君，您看今日之事如何？慧儿你是知道的，他是长房嫡子，性子温良。今年春闱又中了进士，如今已经是翰林院的7品编修，墨儿嫁过去不会委屈的。
此婚事由姐姐去向陛下请旨，陛下一定会同意的。你是真心为墨儿打算的吗？夫君，我也不瞒你了，我现在只想2个女儿好好的，不想再和墨儿争斗了。与其继续闹下去，不如让墨姐儿尽快嫁出去，我才好继续为仙儿和丹儿做打算。他们如今处境如此艰难，实在是耽搁不起了。难为你想得开呀。罢了，这婚事确实也不委屈墨儿，为夫便上个折子为他们请婚吧。夫君，谢谢你。大小姐，您真的要嫁给韩魏公子吗？他们明明就是不安好心，只怕小姐嫁过去，身家性命都有忧虑呢。我可是记得几个月前还有人说韩公子可是良配呢。表少爷当然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可架不住他有这个姑姑，更何况他还是韩家的人。是，原本以他温良的性子，嫁过去了是可以拿捏得住，奈何他是韩家人。我并不妄想能嫁得荣华富贵，也不指望琴瑟和鸣，更别说什么但求一心人了。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我控制在手里，不会干涉也无力我作为的夫君。哼哼，说白了，大小姐你就是要找一个钱多人傻的呗。谁让你这么聪明的？我年岁也到了，又是家中长女，婚事已经避不了。与其被他们逼着嫁给无法掌控的人，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这段时间布的局也差不多该收尾了。郡主，难道你属意的人是？嫁给9000岁，9000岁，9000岁。小白，我想要鸟毛做红女首饰很久了，不如拔光你的毛来做怎么样啊？居然诅咒我嫁给那个变态！知错啦，知错啦！嫔妾拜见陛下，拜见皇后娘娘。爱妃起来吧，今儿怎么过来了？可是又看上了什么想要的东西？陛下，你就喜欢取笑人家，人家才没有这么贪心。今儿啊，可是有正事来的。妹妹最是可人，怎么会贪心呢？今儿是有什么正事？哼，这个狐妹子！嫔妾今日是为侄儿请婚一事而来。我家魏儿与真敏郡主青梅竹马，情谊非同寻常。我们2家人啊，都有心成全他们呢。可巧了，皇后近日也与朕商议太子良娣人选之事。之前皇后也颇为中意真敏郡主，不过听着这郡主心似乎另有所属啊。臣妾曾经确实是主意真敏，只是太子良娣须得贤良淑德。兰陵这女儿果然和他娘一样狐媚。这位郡主情思早动，未免轻浮了一些。如何能匹配太子之尊，配妹妹娘家侄儿倒是合适。皇后娘娘，皇后这老女人，竟敢羞辱魏儿！哟，今儿是什么好日子？2位娘娘都在陛下这里，远远的微臣就听见欢声笑语了。爱卿怎么来了？可是周真人的金猪龙虎丹炼成了？是。周真人说他正在着火做法，忽闻周遭异香阵阵，托陛下洪福，这经过99日炼烧的金猪龙虎丹炼成了。好。
好，果然，朕斋戒沐浴9日，终于得了上清宫老君垂怜，赐来丹药。百里清这妖人，引诱着陛下去修什么仙，弄得陛下身子日渐虚弱，朝政也全交由他代理。这些药也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陛下，这药是否……皇后娘娘，这丹药乃纯阳火丹，只得一粒，只能供给陛下服用。娘娘纯阴凤体，恐怕不宜服用。皇后不必担心，若他日朕飞升成仙，必定前来接走皇后就是了。不知方才陛下与娘娘们正在说什么喜事，微臣可有幸一听？是晋国公家的真敏郡主，爱妃想为他和自家的侄子请婚，听闻那2个孩子青梅竹马，最是情投意合呀。那还真巧，这位真敏郡主，可是咱们故人之女呀。陛下不记得了吧？真敏郡主是当年的黄翼将军蓝氏所出。前些日子进宫时，微臣看那位小郡主，真是出落得越发萧似男女。是林姐姐的女儿吗？是啊，那位小郡主倒是个妙人儿，容貌萧似蓝大夫人，性子却差得颇远。陛下不如招她进宫来叙叙旧呢？好，改日选这位真敏郡主进宫来，好好见一见。大小姐是冷着了吗？今日风有些大，不如回去吧。没事，只是鼻子有点痒而已。今日要遇的人还没遇到呢，难得这桂花开了，再多走一会儿吧。总觉得是有人在算计着我，该不会又是那老妖怪给我挖了什么坑吧？大小姐，您确定要这么做吗？奴婢总觉得不妥。小王爷他确实可能喜欢你，但那几分浅薄的喜欢根本护不住您啊。他若真心喜欢您，就不会和西凉丹定亲。若不是我们破坏了文定之宴，他们早已是未婚夫妻。您被迫参加太子良娣甄选宴时，他就会阻止您。我知道，司流风是喜欢我，但那一点喜欢不足以让他放弃自己的前程。婚姻只有建立在双方有对等的利用价值上，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我才费力扫平我与他之间的障碍。我必须让自己更有价值，才有资格与他成为互相利用的关系。至于情爱，在生存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那样的婚姻，对您而言并没有幸福呀。郡主来了。小王爷，你怎么会在此？京城此处的桂花开得最好，本王闲暇时都会来这里散心。不想今日竟然能遇见郡主，实在是本王之幸。木儿不是小王爷常来这里，是木儿惊扰了。今日木儿就先回去了。等等，木儿，我已经都听说了，皇后娘娘并不意让你成为太子良娣，你为何还要这样避开我？小王爷，男女授受不亲。木儿虽落选太子良娣，但二娘已经安排我家与韩魏表哥了。待日后大婚，再请小王爷喝一杯喜酒吧。你真的满意这一门婚事吗？木儿如今贵为郡主，身份尊贵。当初我不能得罪太子和皇后，不得不放弃木儿。但韩魏那样的草包，凭什么和我争？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木儿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不过是命罢了。木儿，你若信我，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和西凉丹的文定之宴，并未曾完成。算起来，晋国公府还欠我一个妻子，不是吗？小王爷，您已经与四妹妹定亲，
墨儿会当作从未听您说这样的话。墨儿先走了。竟然看上了司流风那样的男人吗？这丫头还真是没眼光啊！她以为司流风会因为喜欢这种肤浅的理由，真心想娶她吗？哼，天真！枉费我还费了点心思，打算借皇上的手替他推掉韩家的婚事，他居然和司流风那只虫子那么亲近。督公，要不要让何嬷嬷阻止？司流风的目标怕是也在那东西上面，娶郡主也只是利用而已。为什么要阻止？就看看那丫头是否能如愿以偿吧。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而已。督公，你这样只会助孤生啊！风儿，你说什么？你不愿娶西凉丹？母亲知道，娶西凉丹那样德性有亏的女子委屈了你，但是西凉丹背后有晋国公府，你父亲战死在沙场后，德王府日渐衰微，我们必须以联姻来重振德王府。德王妃原为王府侧妃，是原先王妃庶出的妹妹，感情甚笃。姐妹二人同时嫁给了德王爷，而后侧妃和先王妃先后怀孕，侧妃生下一女儿。母亲，孩儿没有打算退掉婚事，但国公府与我王府联姻，未曾指明一定要与四小姐联姻，不是吗？你是说，母亲不觉得晋国公府上的大小姐真敏郡主西凉墨与儿子更匹配吗？真敏郡主身份高贵，对陛下有救驾之功，其名下墨香阁更是声名远扬，得宫中娘娘公主们喜爱。更重要的是，这位郡主乃兰陵夫人所生，她身上或许有着那东西。韩夫人应该也是因此才想让她嫁入韩家。若真是如此，我们反而要抓紧行事了。好风儿，一切放心，母亲必定如你所愿。那就多谢母亲了。娘，你有没有听我说话？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小王爷完婚？德王府迟迟不表态，外面的人都在嘲笑我们，说德王府要退婚，你就不能管管吗？丹儿，你就不能让母亲安静一点吗？你姐姐好不容易才睡着的。姐姐，你们就知道姐姐，却不想想姐姐已经不中用了。外头虽然不敢明说姐姐失踪的事儿，但多少风言风语都传了出来，她好了也是个废人。你住嘴！我教过你多少次，姐妹齐心，其利断金。你姐姐变成这样，你不寻思如何助她，满脑子只想嫁人，你可还有羞耻之心？母亲，你打我！以前姐姐样样比我出色，你和祖母父亲全都偏心姐姐就算了，现在姐姐已经没有用了，你还为了她打我！你这般偏心，姐姐一辈子好不了，那也是你的报应。这就是你教出来骄横跋扈的女儿，怪不得德王府要退婚。什么？他们想要退婚？丹儿不过是身患小疾，他们不想要名声了吗？这是在打我们国公府的脸！夫君，我们绝不能容忍，就算联合御史告到金銮殿上，也要请皇上和贵妃娘娘为我们做主。你还嫌给我丢脸丢得不够吗？就算丹姐儿不嫁过去，墨姐儿却还是要嫁人的。夫君，你说什么？今日德王妃就联姻一事提出了异议，为夫自然是不同意他们退婚的。最后他们提出个折中的办法，便是让墨儿代替丹儿嫁过去。等丹儿的事风头过后，我们再为她另外选一门好亲事。你疯了！
丹儿才是正经上了族谱的嫡女，你怎么让兰氏那贱人生的野种骑在丹儿头上？你给我闭嘴！我最后说一次，兰陵才是朝廷亲封的镇国夫人，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再说了，若不是你养的好女儿做出丑事，本宫何至于被人威胁退婚？你若有本事能让德王府改变主意，便只管去。小姐，听说西凉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却没有像平时一样大闹，只是把自己关了起来，至今没有出门过。丫鬟们都道西凉丹是伤心过头了才性子大变，但奴婢总觉得此事不对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今天起，让院子里的人如非必要，都不要随意出岁玉阁。是，白玉明白。白玉，为我梳妆。从今日起，我要每天亲自给国公爷送补品。但凡我出门，安排几个粗壮的婆子明面上好好跟着。西凉丹这么想报复我，当姐姐的怎么能不成全她这恶毒的心思呢？郡主，国公爷今日有事。宁先生，墨儿只是过来送些自制的花茶而已，并不打算进去叨扰父亲。麻烦您将这些东西送进去吧。自从我成为郡主后，靖国公就开始提防我，让我不必再每天亲自送茶过来，要让他卸下心防，不能急在一时，替我谢过父亲，到底还记得我。国公爷，这是郡主方才亲自送来的茶，郡主要属下传一句话，说是谢过父亲，到底还记得他。啊，父亲！我知道墨儿心中有怨的，即使他嘴上从来不说，可他从来不曾唤过我一声父亲。可如今，他以为是我推掉了他与韩魏的婚事，让她嫁给司流风，因此对我感激吗？可他并不知道，这是德王府半逼迫之下不得已为之。这个傻孩子，大概以为是我为了他提出更换成婚对象的吧。哎，帮我斟茶吧。是。宁先生，今日我给父亲做了点心，麻烦你。国公爷吩咐让郡主今日进来。父亲，秋冬日子干燥，这是滇南送来的顶级红茶，加入红枣枸杞，最是养气血的。还是这般倔强，这样的表情真是像极了当初的兰陵。无论怎么说，墨儿总归是我和兰陵的女儿。你替为父磨墨吧，今日若有兴趣，便留下来陪为父作画吧。是。让你每日回去后练字2个时辰。你昨儿又偷懒了吧？啊，我写字实在是没有天赋，能认的字就差不多了吧。烂丫头，净找借口偷懒。大姐姐可以进去，我就不可以。父亲何时如此偏心了？滚开！安儿，你这是在做什么？说了你多少次？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父亲，当然这些日子心情不好，言语上才会冲撞了些。无论如何，这婚约一事，是我对不起她。妹妹已经怨了我，总不该让她也迁怒于父亲。哼，大姐姐可真是会说话，难怪父亲会这般喜爱你。论这拍马溜须的本事，谁能及姐姐？妹妹说笑了，今日难得妹妹前来，也尝尝姐姐做的点心吧。去死吧，贱人！救命！父亲，快躲开！西凉丹，你疯了吧？父亲！
你手上有毒。四妹妹，你可以杀我，可你怎么能向父亲动手？他从小到大有多疼你，你如何忍心啊？你这惺惺作态的贱人，刚刚明明是你故意的。父亲居然偏心你这种装腔作势的贱人，真是瞎了眼睛！住口！你这个逆女！宁安，叫陈俊义过来。君爷，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把四小姐关进柴房，有我的吩咐，谁也不准放她出来。为了晋国公府的名声，晋国公压下了西凉丹刺杀亲姐和父亲一事，但他却对西凉丹彻底失望了。西凉丹被关在柴房里饿了3天，而后被晋国公下令送去郊外的庄子，没有他的允许，再也不许恢复。韩氏跪倒把头都磕破了，也没能让晋国公收回成命。与此同时，莫儿与四流风的婚期也定了下来。西凉本家的人听闻后，竟提出要开宗祠，将西凉墨之名纳入宗谱，让其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女。还是小姐您深谋远虑，算准了四小姐的消沉只是伪装。我们平日足不出户，连进出晋国公书房的路上，您都带了好些婆子。四小姐能动手的机会，只剩下书房。这下四小姐是彻底废了，被送去那落魄庄子，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更别说嫁人了。我记得是黎三太太在负责此事吧？默默帮我转告她，去庄子是为了修身养性，而不是享福游乐。让她好好的搓磨一下四妹的性子，免得以后真闯出大祸来。老奴知道该怎么做，四小姐如今已不足为惧。只是，大小姐，您想好如何应对西凉本家了吗？您上次火烧本家，他们却突然这么好心要纳您的名字进宗谱，实在是让人不得不防啊。嬷嬷不用担心，默儿自有分寸。若有人心怀鬼胎，默儿自会送他们一程。嬷嬷，我母亲与外祖兰家的事，你能告诉我吗？大小姐怎么想起问这个？因为夫人不肯出来参加小姐踪迹之事吗？她只是不问世事多年，您不要介怀。嬷嬷若不想说，我也有别的办法可以知道。想必9000岁那里有很多能探听消息的渠道。大小姐，当年发生的事，老奴也不甚清楚。兰陵小姐的父亲是蓝兵大元帅，当年与元帅夫人恩爱非常，安阳公主想嫁给元帅当平妻，也被元帅婉拒。公主嫉妒之下，在夫人生产时动了手脚，令她难产而死。元帅悲愤不已，抱着刚出生的兰陵小姐要撞死在御书房前。先帝愧对侯爷，便将安阳公主嫁到犬戎和亲，又将小姐加封为公主，允她自由出入宫禁，皇后亲自抚养，荣宠之极。小姐没有生母约束，性子活泼，自小便女扮男装，跟随元帅出入战场，还屡屡立下战功，被先帝封为黄翼将军。后来，小姐便在战场上遇到了西凉无言，两人并肩作战，定下了终生。小姐深爱西凉无言，竟同意了西凉本家要求她放弃军职，免去公主封号，卸甲归家的要求，与西凉无言成亲。几年后，新帝登基，小姐一直没有孩子，西凉本家便将韩氏嫁过来做贵妾。蓝兵元帅病重逝世，韩家还请来了新帝圣旨，
没落的兰家根本无法阻止此事。兰陵小姐伤心之下，才发现怀了大小姐您，便在生下您后遁入空门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放弃一切却被负心男人伤了心的蠢女人，从此恨上男人，连自己女儿都恨上的故事吗？真可笑啊！兰陵这种看不清自己处境、自怨自艾的蠢女人，怎么配做我的母亲？小姐，夫人，她只是识人不清，她始终是你的母亲。那时候，她也不过才刚及笄而已。墨儿现在不也是吗？兰陵身在皇家，有疼爱自己、手握重兵的父亲，还是先皇后的养女。可她却只看见了繁花如锦，看不见下面的烈火烹油，把这人上人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还连累无辜的女儿活得猪狗不如。啊，母亲，哼！我没有靠她，更没有靠着西凉家，同样能走到如今的天地。而西凉家今日也必须承认我是嫡女。可小姐，夫人也一直在默默保护您的，就连9000岁和您合作，也或许是因了。但愿以后你能理解夫人。在族长敬告天地文下，西凉墨正式登上了西凉家族谱，正了嫡女之名。大小姐万福！起吧，从今日起，我便是靖国公府真真正正的嫡长女了。太好了，等了这么多年，大小姐终于证明了。白眉姐姐，你们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墨儿，此行你做得很好，仪式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便是将族谱带回秋山家庙上供奉。为父刚收到军务，便不陪你过去了。宁安和一半的侍卫会护送你们，到时候你还可以在秋山休养，那里的温泉疗养效果极好。父亲若是忙，便尽管去，国家大事要紧。还真是巧，秋山毕竟是深山，人烟稀少，这个时候靖国公却被引开了。哼，不过也好，他走了，我才正好去见那个麻烦的老妖怪。要处理掉西凉本家，总该制造一个让百里清不得不出手帮忙的理由。怎么拉车的？如此不稳，让风灌进来，凉着了千岁爷，小心你们的狗头！罢了，说不定是本座那爱徒在惦记着本座呢。那丫头今夜还约了本座在秋山见面，指不定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了。本座总是这般让人念念不忘。不，估计郡主惦记的是怎么算计您呢。您微感风寒，秋山温泉疗养是最好不过了，还可以顺道见见郡主。郡主说不定是有要事想跟您商量呢。要事？那小狐狸能有什么要事？无非是怕我不同意他的婚事，找司流峰那崽子的麻烦呢。忘恩负义的丫头，迟早有她苦头吃。算了，再慢点。本座这柔弱的身子可颠簸不得。是。太子爷，就是此处。今日探子回报，常有天理教贼子异动，我们怀疑此处是他们的窝藏据点。所有人更衣，留50人把守住这些进出山的小道。通知5城兵马司经赵引，莫要放走一个人，其他人随我小心潜入。太子爷，请让属下们前去探查。您是千金之躯，若有什么损伤，属下如何向皇后娘娘和太子太傅交代啊？本太子决定的事，没有人能驳回。
道你也要威胁本太子吗？给本太子听令，潜入！在这温泉净身后，将族谱带入到家庙供奉就结束了。说几天可把您累坏了，奴婢看着都心疼。你们去休息吧，这几日也辛苦你们了。好了，总算是睡着了。可惜了，如此冰清玉洁的佳人，竟然马上要在那些大老粗的手里受尽凌辱，零落成泥。不过死于水中，也算是洗涤一身污垢了。是吗？那木儿是不是还要感激堂兄你的好心？你没中蒙汗药，怎么可能？你明明喝了我们备下的茶，你怎么会？鲁班门前弄大斧，在韭菜下药这些招数，都是本郡主用烂的，竟然也好意思拿来献丑，如何？可喜欢本郡主的蒙汗温泉迷烟？你早知道我们会来。于老太婆那锱铢必较的下作玩意儿，会那么好心给我开祠堂？只是没想到呢，西凉本家居然勾结了天理教，这可真是天大的消息呀！大小姐，外面的人都被我们解决了。你们来的正好，换上天理教的衣服。秋山颇大，天理教肯定不止这些人，先做些准备。居然要换这些臭男人的衣裳，都不知道他们有几天没洗澡了。少抱怨。妹5、妹6、妹7，把药都给这些人服用上。收到。你要做什么？哼哼。我将这药物稍稍做了改进，能让人更加迷失神智，气血翻腾，凶暴异常。等你们恢复了些力气，虽还不足以逃脱，但要做某些事情却是足够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玷污无辜女子，那便自己试一下。这死法多适合你们啊！秋山外肯定还藏着很多天理教徒，与其冒险出去，还是在这里潜伏更为安全。况且，百里清应该也快到了。禀报郡主，一共16人，全部毙命，属下们斩杀14人。很好，派人出去外面埋伏，等天理教的人进来后，就立刻放火，引起混乱。有人来了，都藏好了。主子，城主，我马上去给您找药。我没事，这寺庙不对劲，里面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别掉以轻心了。可恶，没想到秋山里有这么多天理教徒，要不是一时轻敌，本太子怎么会几乎全军覆没，沦落至此？万幸还有精英安卫们护着，才能逃到这里。这些人是天理教徒？房间太黑了，看不清他们的脸。谁在那儿？房间里有其他人的气息。美琪，保护白蕊。是。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天理教徒，人数太多了，凭妹5他们几个还要保护白蕊、白玉，不是他们的对手。妹6、妹7，立刻把白蕊他们带走，否则我就死在这里。百里清给妹6、妹7下的死令是优先保护我，至于其他侍女都可以牺牲。我只能以性命威胁，给他们保护白蕊和白玉了。是。小姐，滚出来！好强的内力，正面打根本没有胜算。看我百蛇千诛毒粉！滚吧，白痴！你这卑鄙的天理教徒！跟着本太子一起下地狱好了，能陪着本太子也是你的福气。郡主，找不到就再去找，否则。
便提头来见本座就是了。是。督公不必气怒，这伤着了身子可不好。郡主如此聪明，必定吉人自有天相。督公刚接到影部来报，秋山之上有天力教徒出没的消息，便加急赶来。谁知一到了这里，却传来郡主失踪的消息，连派出去的媚舞等人都失去了联系。谁说本座是在担心那个臭丫头啊？不过是本座的一颗棋子，玩物罢了。但天理教的人盘踞了秋山作为据点，司礼监居然毫无察觉，还被那群贼子弄出这样的事来。你是怎么看着司礼监这群废物的？简直丢尽本座的脸啊！属下知罪。本座的人，只有本座能碰，本座能杀。他人便是觊觎一眼，都得把眼珠子弯下来。还有一件事，刚刚传来了消息，太子也在追捕这些天理教余党，而且还失踪了。那便命影部的人查找那丫头的同时，也顺便查一下司城前那蠢货去了哪里。哼，他的命暂时还有用。都是千岁爷的徒弟，待遇真是两极分化严重啊！这是哪里？好痛！没想到这样还能活下来，也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那个傻大个还活着，叫本姑娘陪你去死，也不看看自己是谁，自个儿滚下地狱去吧！去死！去死！太子，怎么会是他？真的是太子。昨晚屋里没有光，我完全没有看清他的脸，该怎么办？杀了他是最简单的方法，万一他醒来发现是我将他推下悬崖，要治我的罪就麻烦了。但昨晚他应该也没有看清我，否则早就喊出我的名字了。救下他，或许就能多一个有力的筹码。算了，富贵险中求，救就救吧。说不定哪天百里青天大妖孽倒台了，救太子的恩情还能成为我的底牌。行了，太子爷，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能包扎的我都包扎了，身上剩下的药也全都便宜你了。若是你自己挺不住，有什么三长两短，可怪不得我。我自己都伤成这样，还要照顾着一个麻烦精，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还是赶紧睡吧。算你狠！这混账，不是要喝水吗？又出什么风啊？渴死你算了，药也不用吃了。算我欠你的，看在你被我当了肉垫的份上，我就牺牲些了。这桩买卖要值回票才好。你搞什么？刚刚不是死都紧闭嘴吗？这是发什么疯啊？宁信，
居然把我当成了太平大长公主。哼，看来你也没有你表现出来的那么讨厌公主嘛。对司承前而言，对控制着他、杀死了他众多妻妾，却又多年来无条件为他巩固储君之位的太平公主，到底是爱多一些，还是恨多一些？这真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呀。是他，真命郡主。昨晚不是宁心，是谢良墨为我包扎，一口毒药救我。可为什么他会穿着天理教的衣服？我记得自己昨晚似乎是被一个天理教的小头目推下来的。谢良墨已经落选了2地甄选宴，却为了我，一个女子这般牺牲自己的贞操，果真还是心仪于我吗？罢了，看在你救了本太子的份上，本太子接纳你便是了。还是再睡一会儿吧。他的身上好柔软清凉，反正他迟早也是要与我同床共枕的。如今抱过来让我缓解一下高热，也没什么吧。太子殿下，您这是做什么？混蛋，竟然还敢占本姑娘便宜！对不起，墨儿实在是被吓到了，一时失了分寸。太子殿下，你没事吧？没事。本太子一时睡迷糊，唐突郡主了。郡主怎么会在这里啊？此事说来话长。墨儿来本家家庙祭祀，却遇上天理教作乱。我和丫鬟们换了天理教徒的衣服想逃跑，没想到被发现了。最后，我被一个蠢匪入住的大恶人逼落了山崖。没想到，墨儿醒来就遇到了太子殿下。殿下您生命垂危，墨儿便只好为您包扎伤口，彻夜照顾您。上天保佑，您总算醒来了。多谢郡主相救之恩。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我昨晚迷迷糊糊，似乎还被人暴打了一顿。难道是我做梦？殿下，此处不宜久留。您行动不便，墨儿来扶您吧。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才是。北边也清理干净了。这么说，只剩下最陡峭的南崖下了。整片秋山的天理教徒几乎都被督公下令诛杀了。现在的秋山只怕是血流成河了，可郡主却仍然没有半点消息。禀告督公，妹部已经找到了妹六妹七，还有2名郡主贴身侍女，以及1名嬷嬷。让妹六妹七回去后，去司刑狱自领刑罚。是。小莲子，若是2个时辰内还是找不到人，你就跟妹六妹七一样吧。属下已经加派人手往南边去了，请督公放心。这不是您送给郡主的鹦鹉吗？啊！鹦鹉你个头！老子是凤凰和苍鹰所生的神鸟，愚蠢的人类还不跟着本神鸟走？起驾，跟着这只肥鸟去吧，它似乎有那么点意思呢。你才肥鸟，你全家都肥鸟！你这是对本座不满？算了，好鸟不跟宦官斗。爽！居然能碰见温泉，真是太幸运了。真敏，你放心，虽然母后不同意，但是本宫
把太子扔回京城，所有人都给本座滚出去！是那个妖孽的声音，衣服哪儿去了？乖徒儿，你是在找这个吗？妖孽，师父，您来了。怎么，见着为师就躲，却毫不介意与其他男子共浴？难道你不是男人吗？也对，你不算男人。师父，你做什么？为师也许久没有泡温泉了，此处景致甚好，不如就让徒儿你伺候为师。谁又惹这个魔头了？不行，我得赶紧逃，这妖孽状态不对。小圣子只是奉公公的命来送衣服，小圣子什么都没有看见。这股罡气，好，非常好，你为了躲为师，连脸都不要了。你发什么疯？发什么神经？想杀了我，也不必这样费功夫。想要弑师的人，不是你吗？这忘恩负义的小狐狸，竟然敢拿剑对准我！难道我要让自己深深的困死在水下吗？我没有真的想取你性命，你若不信，只管杀了我好了。谅你也不敢。百里青在替我疗伤，他居然帮我打通了任督二脉。为什么我不过是个棋子？为什么要牺牲10几年内力真元，帮我打开任督二脉？为师不过是看不得自己有如此愚蠢的徒弟，竟然连司承前那种蠢货都打不过，简直贻笑大方。明明还是讲着这么难听的话，但为何我却安心下来了？好像只要有他在，我便什么都不必担心。老天总是公平的，他给了百里青滔天权势、倾国容颜，也给了他残缺的身体，甚至扭曲残酷的心智和人格。原本我还怀疑他不是个真宦官，可现在我和他贴得这么近，但凡是个男人，都不可能这么冷静。可惜，若他真的是男人，怎么，你也拜倒在为师的容色之下了？可惜为师这般好颜色，却收了你这么个又丑又没心肝的东西当徒弟。我在想什么？可惜个屁呀！是师父，您倾国倾城，红颜祸水，该被供起来，让众生膜拜。为师问你，你怎么会和太子在一起，还弄出这样的场面来？比起我，师父应该更清楚太子为何会带人上山剿灭天理教的原因吧？我就是没想到西凉本家的人会和天理教勾结，才一时大意，误打误撞变成那种情况。看来西凉本家的人日子过得太悠闲了，居然对朝政之事如此感兴趣。本座还真是小看了他们。你真打算嫁给司流风那小子？师父有什么比他更好的人选吗？
四流峰是我手上目前最好的目标了。你不愿意成为太子良帝，所以对太子可以毫不手软。那么司流峰呢？如果有一天我要你杀了他，甚至灭掉德王府满门，你会怎么做？就算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奉命执行，若你怀上司流峰的孩子了呢？德王府是朝中清流派的重要地主，威胁不到百里清，因此我才选择司流峰。可如果有一天百里清容不下德王府，我可以拿自己的婚姻作为筹码算计丈夫，但我能将自己的孩子也算计在内吗？不会有孩子，我和司流峰不会有孩子。如果不能得到纯粹的感情，甚至像来世一样牵连自己的孩子，那我宁愿不要孩子。很好，为师就是喜欢你这一点。你要记住了，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才能让你一往无前，无人能挡。但是，你要怎么避免他碰你呢？就算喝了避子药，也不能完全保证。何况避子药伤身，为师怎么舍得徒儿你如此伤害自己的身子呢？师父，您到底想怎样？很简单，不要让司流峰碰你就是了。至于手段，为师自然有的是方法，你不必担心。师父的本事，徒儿当然相信。既然如此，为师的爱徒要成亲了，你说为师送你什么好呢？不用了，不劳您费心。别客气，为师是自愿的。可我不是自愿的。你给我喂了什么？对你有用的丹药，能活动气血，对练功甚有帮助。原本为师想独自享用，只是此刻爱徒在身边，自然是要分享了。不要抗拒它，慢慢来。小丫头，若是强行运气抗拒，小心走火入魔，一生不能习武。行了，别看了，让为师好好疼爱你吧。郡主，这是千岁爷特地送来的上好补品，刚炖好了，您趁热喝吧。替我感谢师父了，这么体贴徒儿。大小姐，我们回来了。回来就好，我还担心媚六和媚七保护不好你们。大小姐，求您替白蕊做主。白蕊被人误了清白，也就无脸面活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难道是那群天理教徒？是媚七。你放开我！我要去救大小姐，不能把大小姐丢在那里。闭嘴！我们可能误闯进天理教的营地了。前面是敌营，后面还有追兵。若我一个人逃走，当然轻而易举。但是这个女人……没想到这一趟还能捞到几个晋国公府的丫鬟。叫你莫你，赶紧带他们回营地吧！啊！是天理教的人，没办法了。你
嗯，我还说是什么人藏在那里，原来是自家兄弟呀，不错嘛。怎么不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滚！这是我的，你敢碰一下试试？幸好刚刚在路上换了天理教教徒的衣服，才能蒙混过关。我剁了你们！呸！不就是个女人吗？哎，走吧走吧。总算走远了。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一定会杀了你！我无所谓，想要我死的人不差你一个。你若有怨恨，便尽管来杀我吧，我等着你。大小姐，我已经没有面目活下去了。等一下，事不至此。白蕊，美琪是为了救你才演这场戏，不是真的想玷污你。啊？可是我的贞洁……白蕊，女子是人，男子也是人，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压迫妇女的封建贞洁观念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更不应该为此而负疚。我明白白蕊姑娘心中有怨，不过你不必动手。媚妻和媚六此次任务失败，督公已经下令让他们进私刑狱受罚了，恐怕凶多吉少。即便能活着出来，恐怕也是半个残废了。受罚？可是媚六他们也只是听了大小姐的命令而已，就因为他们救了我们，便要受罚？媚部有媚部的规矩，他们是训练出来的死士，完成任务便是他们的生存意义。大小姐，求你向千岁爷求情吧！媚六一路为了保护我，已经受很重的伤了，白玉不能让恩人还因此而受刑。大小姐，我也求您了。您说的没错，凭媚妻的身手，她完全可以独自逃跑。她是为了保护我才做那些事的。我虽然有怨，但也不能让她为我受刑而死。何嬷嬷，您听到了吧？白蕊和白玉都这么说了，当主子的又怎能无动于衷？此事追根究底是墨儿下的命令，请您替墨儿向千岁爷求个人情吧。莫姐姐果真是好颜色，这是千岁爷送过来的衣料吧？连贵妃娘娘都比不得姐姐这一身，难怪哥哥如此对你念念不忘。妹妹这话在闺阁里私下说说就罢了，听闻妹妹今日过来，特地带了宝物要与姐姐，我可是很期待呢。思涵玉特地过来，说是想提前见嫂嫂，谁知道她是打什么算盘呢？偏你是个贪财的，可别为了1两银子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若我真是个眼皮子浅的呢？妹妹须知，姐姐在府里的日子可比不得妹妹，有父母疼爱庇佑。哥哥在江南有几座别院和铺子，供姐姐一生吃喝不愁，穿金戴银。姐姐若真是个眼皮浅的，不如到那里去可好？哥哥看中的女子果真不同凡响，原来他早就看出我的来意了。是小王爷让你告诉我这番话的吧？这是在告诉我远离是非吗？哼，看来百里清给我送东西的事，还真是让不少人惦记上了。是我担心姐姐被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了，哥哥的日子也只是面上光鲜罢了，10几年来也没几日是舒心的。难得哥哥如此倾心于姐姐，我只希望你们能过上舒心日子，莫要被小人戕害。父亲曾奉旨巡视边境东南大营，实际暗中查访粮草贪墨一案，途中却忽遭苗疆贼寇作乱而战死。可苗疆与我们一向太平，怎么可能有贼寇？那分明是伪装成贼寇的杀手。此案震惊朝野，司礼监按律命人查访，当时司礼监副座却草草杀了一批流民草寇，又以东南天气炎热，不宜保存尸体为由，将父亲尸身火化。哥哥恰巧被留在了相郡府玩耍，才逃过此劫，
却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司礼监副座，莫非正是如今的司礼监首座，锦衣卫都指挥使太子太傅9000岁？哥哥亲眼看着9000岁将父亲的尸身焚化，不管怎么求他，他都不让哥哥最后见上父亲一面。那些锦衣卫甚至将哥哥一脚踹了出去。那年哥哥不过是个幼童，稚子何辜？百里清和四流峰竟然有着杀父之仇，难怪百里清对我嫁给四流峰一事态度这么奇怪。这老狐狸是想用我来掣肘夺王府吗？既然妹妹坦诚告知我这些事，我也不隐瞒妹妹了。我确实受命为千岁爷制了不少胭脂，千岁爷因而才对我有些赏赐。姐姐身似飘萍，只能奉承他人，否则又如何能有活路？你也知我那嫡母嫡妹并非好相遇的。原来西凉墨不过是去巴结那些阉人，那些首饰只是赏赐之礼。既然如此，便不用担心了。姐姐，待出了这个门，你就是哥哥的人，哥哥必定能护你周全的。瞧，这是哥哥和我给姐姐送的宝物，这猫眼石的玫瑰金盘凤璎珞圈千金难得，最适合姐姐不过了。如此，便多谢妹妹了。好得很！没想到我还没进德王府的门，就先和自己的未来夫婿斗起心眼来了。大小姐，得小王爷这是……还能有什么意思？若没有他的授意，思涵玉会特地来试探我？难为他这般怀疑我与百里清的关系，还愿意娶我。谁知道我这位未来夫婿心里打的什么主意？罢了，白蕊，替我重新梳妆吧。今日是小别宴，还有其他人等着呢。姐姐这项圈真是精巧漂亮，巧夺天工，也就姐姐这般的好模样才配得上，嫩是让人心醉。哎，大姐姐越发美丽高贵了，可是她还是对我冷冷淡淡的，不管我怎么讨好也不上心。明明几个姐妹里，如今只有我是真心仰慕她的。那是，大小姐自然是自容独一份的，我见犹怜的很。也不知是多少男儿的梦里人呢。这分明是在暗讽我们大小姐行止不端，穿得这么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她的别艳呢。许久不见三妹妹，妹妹倒是出落得愈发富贵美貌了。看来虞侯必定是极宠爱妹妹，瞧这通身的气派，也算不负妹妹当初如此仰慕虞侯，甚至私定终身，挣下这三品诰命夫人了。你个贱蹄子，胡诌些什么？虞侯夫人说话可要注意了。莫姐姐是公爵府的嫡长女，更是真敏郡主，未来的德小王妃。你怎么敢这般言出无状，辱骂长姐？那又如何？本夫人也是三品诰命。嫁给了虞侯后，我一度心如死灰，好不容易才振作起来，夺得那死老头的宠爱，抢回主母的家权，成了三品诰命夫人。原以为我终于可以把西凉墨踩在脚底，没想到这个贱人却还能下这么好的婚事，样样比我强。不如何？韩玉郡主请坐吧，这点小事不劳郡主出手。何嬷嬷，你怎么敢？西凉霜，你且记好了。当初你要死要活，是本郡主替你做了这个让你富贵一生的决定，你才有今日。本郡主能让你当上侯爷夫人，便也能让你沦落成泥。若你不乖觉些，西凉仙姐妹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本郡主可不希望下一次踩断的是你那漂亮的脖子。什么？这是四流峰与真敏郡主的请婚折子？不可能！真敏她已经是本宫的人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什么时候和这真敏有关系了？
难道你……不是的，孩儿与郡主在野外独处一夜，恐怕有损他的名声，所以本来打算身子复原后，再向母后禀明缘由，去靖国公府提亲。殿下，此事于您与郡主来说都并非好事，您往后切勿再提。毕竟德王府在朝中清流一派，颇有声誉，若因此影响了彼此的关系，恐怕不妥呀。本宫自然明白其中利害。我明明已经承诺过会娶她，前一刻她还在对我献殷勤，下一刻却又与其他男子谈婚论嫁，实在可恶。孩儿先退下了。这混账简直是乱来！他根本就不懂，那西凉墨有可能是他的。就算那姑娘与程前真是兄妹又如何？所有人都认为她是靖国公与兰陵的女儿，这就够了。依微臣看，与靖国公府联姻，说不定是好事啊。哥哥，难道还有谁能威胁程前的地位？我上半辈子都活在那贱人的阴影里，你还要我靠他女儿的庇应来稳固程前的地位吗？不，我绝不要成了太后，还要日日对着那张诛心的脸。把人都带上来吧。是，快走走。都是你这孽障！你怎么敢半夜闯进本家，还如此对待我们？你究竟想做什么？侄女不想做什么，只是想毁了西凉世家和要你们的命而已。你这个贱人，简直是大逆不道！难道这就是你父亲教你的礼教？如何，老太君可喜欢侄女儿这份礼？不过，比起你们这些对自己女儿都能下手的禽兽，侄女儿的礼或许还不够看的。你，果然是你杀了我儿子！哼，你说他们啊？本郡主请司礼监的人惩罚了他们，并亲手一把火将他们送下了地府。你竟然勾结了司礼监的阉人！你这狠毒的贱人！朕当着没有杀了你啊！让你这无耻的贱人回来叛祖翻上！听表哥是叔父心中最疼爱的孩子，所以叔父不惜勾结天理教，也要置我于死地。可那是千岁爷下旨要剿灭的教会，将本家送上覆灭之路的人，不正是你吗？不过呢，若是叔父能供出天理教的机密，协助9000岁破了此教，侄女可向千岁爷求情，从轻处理本家之罪，说不定日后振兴西凉本家的荣耀都落在叔父身上呢。投靠9000岁？对啊，有谁比9000岁更权倾朝野？如果真的能投靠9000岁，以后还不是任我呼风唤雨？至于西凉墨的诫命，以后再去也行。好，父亲，为什么这个贱人杀了我的小嗣？我绝对不会输给这个贱人！你也不许低头！我于氏的儿子只能站着生，绝不会跪着死！父亲，你从前一里就只有小嗣，我是为了西凉家。于是，你是不是疯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他们都以为供出天理教后，你就能给他们荣华富贵，但其实你根本不打算让我们活命。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打算。既然老太太不喜欢这种玩法，那我们换一个如何？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让于老太君开口，本郡主就饶他一命，并向9000岁举荐。若是半个时辰后
本郡主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你们便一起下地狱吧。你好狠毒，竟然逼使自己的亲人手足相残！西凉世家手足相残的事还少吗？也不在乎多这么一出。老太君，您就说了吧。母亲，你不能只为了死掉的四弟而活，我也是你亲生的呀，难道你要连我也牺牲掉吗？你们还有西凉家男人的骨气吗？枉费我筹谋多年，为了你们这些西凉家的根，连自己的女儿都牺牲了，你们就这么没种吗？少废话！要死，不要拖着我们下水！臭婆娘，现在还想让我们陪葬？你给老子说呀，说呀！老子还不想死！于老太君，被自己骨肉伤害的滋味如何？一定非常奇妙又有趣吧？贱人！你这个贱人！罢了，看样子你们也问不出什么了。明日是本郡主的大喜之日，今日就由本郡主来送你们上路好了。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之中只能活下来一个人，但前提是杀了其他人。这是郡主给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可要好好珍惜了。你竟然如此残害我的子孙！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好好伺候于老太君，别让他老人家去得这么容易。这场好戏才刚开始呢。我不要死！住手！住手！住手啊！小姐，西凉家的女眷如何处置？暂时不必动他们。西凉家没了男子，便没有了根。至于师傅那里，我自会去交代。赵夫人已经在我的示意下离开了西凉家。想来西凉家待她并不好，她甚至没打算为她的丈夫求情。是。已经是丑时了，本郡主回去歇息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我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婚前夜手染猩红的新娘吧。也不知若思流风看到我这面目，还敢与我同床共枕吗？小姐，你一定要幸福。嬷嬷，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舒心惬意的。幸福，这是一场一开始就目的不纯的婚姻。我和思流风不过是各取所需，又怎么会有幸福呢？此生我定不负你。小王爷，默儿信你。可累死我了。思流风估摸着还要被灌好一会儿酒才能进来，快趁现在把我的糕点端上来。燕窝汤早就备下，白蕊已经去给您端来了。您别吃太撑，被发现了。哪有新娘子自己掀盖头吃东西的？知道了。白蕊，快回来吧。古代就是规矩多。美姬，你突然把我拉进这房间里做什么？快放开我！那日，督公让我们领罚，是你向郡主求了情，让督公放了我的是吗？我听郡主说，那刑罚很恐怖。你救了我一命，我自然不会看着你去送死。
你也不必谢我。至于那些事，就算了。算了，那就是你不打算杀我了。杀你？我怎么杀你啊？我打得过你吗？我帮你求了情，你道谢都没办去，现在还来嘲笑我。哦，你现在是要我谢你吗？不用，你自己留着吧。你干嘛呀？有病吗？我还要给小姐送汤，你新人就是这样拦着人的吗？还有没有诚意啊？我想，也是该给你个承诺的。如何？这个承诺够了吗？无耻！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吗？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啊？你欺负我！我要告诉大小姐去，让她叫9000岁扒了你的皮！我不是欺负你啊，我只是想娶你而已啊！什么？你要娶我？对啊，何嬷嬷说，你与洪秀昭的姑娘不一样。我想了许久，觉得最好的谢礼就是娶你。啊，至于钱，你不用担心。我嫁给谁，也不嫁给你这个无耻的当徒子！好饱啊。白蕊这丫头到底去哪儿了？啊，肯定是军马爷来了！你赶紧出去迎接小王爷。是。紫色的衣服，这花里胡哨的颜色。来的人是为师，惊不惊喜？今日难得颜色极好，难道真是因为嫁人的缘故吗？师父，今日是我的大婚之日，若被四流峰回来撞见，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怎么，你很想他来吗？他今夜是来不了了，这会儿估计不知道和其他女人在哪儿呢。师父是什么意思？本来为师也不愿伤你的心，但既然你想知道嘛，那为师带你看一出好戏吧。小王爷，王爷，人家真的好喜欢你，你会一辈子对人家好吗？傻丫头，我这么多年待你还不够好吗？你这位夫君还真是容易动摇啊！本座不过是让人诱导了一下他那通房丫头，然后给他用了点香药，他便这么急不可耐了。墨儿可是伤心了？伤心？我有何可伤心的？我和四流峰本就是各取所需，他想三妻四妾也罢，想寻花问柳也好，只要不欺到我的头上，我都不会干涉。对，我很清楚，若我没有利用价值，四流峰也不可能娶我。只是没想到新婚之夜，他就这样打我的脸，让我沦为所有人的笑话。哼，罢了。回去吧。多谢师父送墨儿回来，夜深了，请师父回去安寝吧。怎么，你这就赶为师走了？忘记为师今夜来做什么了？今天是我和司流峰的大婚之日，可不是和师父你。再说了，你行吗？看来徒儿是忘了野外温泉那日了。
家伙，明明那天是他给我喂了那药。是人便有欲望，爱我所爱，恨我所恨。魔挡杀魔，佛挡杀佛，尽我所欲也，有何不可？师父鲜花着锦，倒是活得惬意自在。只是人生有起有落，您从不留余地，只怕哪日从高峰跌落，便要受尽寒风千刀万剐之祸。荣华富贵如云烟，倾国佳色不过红粉骷髅。这世间能取本座性命的，又有几人？天下事事皆棋局，纵然千刀万剐又如何？若本座身死，这黄泉路上大概有无数亡者在恭迎，又或是让苍生陪葬。哼，倒也是一件痛快事。百里清是因为已经站在权力巅峰，这才无所畏惧，还是生无可恋，所以才游戏人生？今儿可是丫头你的新婚夜，咱们何必讨论这些无趣的缠理折击呢？师父，我不是你养的宠物，你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你当然不是宠物，你是为师的爱徒，所以为师宠你，疼你，教你武功，为你善后。但你也别忘了，本座从来不做没有好处的事。还是说你来找本座定下交易的时候，便以为本座会让你予取予求？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为师从不喜欢在这方面强迫人，若你不愿，为师自然不勉强。替为师更衣吧。是，从一开始，百里清就已经洞悉了我的伎俩，只是兴致好，陪我玩而已。如今他终于要索取报酬，这很公平。这一场交易，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可却没能为百里清提供相应的东西。既然他想要，便是给出去又如何？自我重活一世起，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只要能复仇，我什么都可以舍弃。别走，师父，墨儿愿意。为师知道你不甘心，但是你要记住，在你有能力取代为师，杀了为师之前，你不属于你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你是属于我的。原来百里清一直都知道我对他的憎恨、不甘、愤怒以及杀意。是，徒儿必不会让师父失望。罢了，今夜就饶过你了。很快，你就会完全属于本座了。没想到我的新婚之夜竟如此精彩。郡主，您醒了吗？进来吧。少王妃，奴婢是王妃身边的丫鬟静宇，今儿特来伺候您用早点的。王妃已经起身了，正等着您一会儿行敬茶礼呢。德王妃打发自己的贴身丫鬟来伺候我，这是知道了昨夜司流风一夜未归，对我表示安抚。不知小王爷去了哪里呢？少王妃，我们先行，一会儿在翠竹堂就能见着小王爷了。静宇姑娘这是何意？便是王爷昨夜有事未归，今日一早也该。哪有第一天敬茶礼，心腹自己到堂里拜见长辈的？小王爷也太过分了，这是要让我们大小姐沦为笑柄吗？白玉，无妨的。既然这是王府上的规矩，那么便如此就好了。王妃素来喜欢儿女们淡雅秀丽，少王妃容色如芙蓉，今日最好选些浅色的衣服吧。是吗？白玉，将昨日吩咐你们备下的衣裳拿出来吧，替我更衣。是。怎么，静宇，
还有什么事吗？啊，没有，只是少王妃的衣服华贵美丽，所以靖宇看得正了，请少王妃更衣吧。娘子，抱歉，为父来迟了，所以……小王爷，咱们还是先进去吧。真是可笑，有什么好解释的？也是，走吧。总算是喝了我儿的这杯茶了。你到底是成家的人了，瞧瞧这好颜色的媳妇儿，你呀，可要好好怜惜人家了。甄敏这事儿啊，倒是让我想起以前做姑娘的时候了呢。母亲谬赞了，果然没听靖宇说的是对的。少王妃，请。好烫！母亲，这茶水烫了，您可要仔细些。甄敏真是个细心的。母妃，你怎么样？我没事，茶水大部分都洒在地上了。少王妃，您这是怎么回事？刚进门第一天就将王妃烫伤。我接过茶时，茶就是如此滚烫的。国公府里从没有奴才给主子准备的茶是这样的，我以为是两边府里规矩不同，所以才……我也曾提醒母妃，仔细这茶是滚烫的。你这傻丫头，茶如此滚烫，怎么还捧在手里呢？宫里的嬷嬷交代过，敬茶时若是打翻了茶，便是对夫家不敬，也是不起，妾身就……府上从不曾如此粗心，何况还是这样的场合，分明是有人借机为难木儿。秦大管家，你是怎么管丫头的？还不把备茶的丫头拖下去处置了？小王爷饶命啊！今日的茶是靖宇姐姐让我备下的，我一时疏忽，才犯下这等大错。小王爷，今儿是您的大喜之日，打打罚罚的不吉利。丫头们昨日太累，做事才出了一些差错，不如扣了1个月的月例银子。大管家说的是，今日是我儿的好日子，也是甄敏进府的第一日。罢了罢了。母妃既然不追究，那便饶了那丫头吧。母妃这烫伤虽不严重，但还是要听大夫的吩咐，好好休养。我晚点命人将血脂膏拿来。好了，知道我儿孝顺，但今日啊，你那媳妇儿也受了伤，她是上了宗室玉蝶的郡主，身份到底是不同，你还需要多加关心才是。你父王在世时最重名声，王府也是凭一贯以来的好名声在朝中立足。昨夜那样的事，母妃不希望再发生。昨夜是儿子一时糊涂了，我原本是想往新房去的，只是锦娘……以后少去锦娘那里，到底是个出身卑贱的。你若是想要新人，按规矩也要等1年或者甄敏有了身子，母妃自然会给你找些好的。我看呀，她也是个聪明知礼的，自然会为你着想。母妃不必说了，昨夜是儿子不对，我这就回去对墨儿解释，她向来温柔体贴，一定不会怪罪我的。小王爷，奴婢替您更衣，送您出去吧。天寒地冻的，小王爷仔细身体，莫要让王妃和奴婢担心。本王的事自有人操心，何时轮到你一个奴婢忧心？身为奴才，你就该安分守己，别以为自己可以爬到主子头上。区一个奴才，以什么身份去斥责少王妃？这是要让人笑话我们德王府尊卑不分吗？看在你是母妃大丫鬟的份上，今日本王饶了你。下次再犯这种错，休怪本王不客气。靖宇，今日敬茶一事，是你安排的吧？王妃，靖宇虽然对少王妃是有些嫉妒之情，但靖宇的性子您是知道的。
我怎么会做这种不识大体的小动作？您从小看着景瑜长大，难道我在您的心里是这样的人吗？你且起来吧。你一向沉稳之理，今日我只当你是一时迷了心窍，也就罢了。是啊，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况且他还是我的，我如何能怀疑他呢？我已经和风儿说过，等少王妃有了身孕，便给你开脸。只是你要记住了，西凉墨身份贵重，你若是再冒犯他，就是连本王妃都不好下这个台了。是，玉儿受教了。还有，锦娘那里，你要再留心些，莫让那个贱婢再生出事。是。那秦管家是什么意思呀？就这样放过那个使坏的丫头？我都没生气，你们又何必生气？咱们初入王府就先低调些，且看看都有哪些牛鬼。郡主，你怎么把药给洗掉了？你的手都快起水泡了。傻丫头，只是当时看着红罢了。我早灌注功力在指尖，隔开了那茶盏的热度，否则德王妃怎么会去端那茶盏呢？郡主，你也太狡猾了。做戏做全套，我当然还是得装成受伤的样子。不过那位秦大管家，咱们都要多留心些，你们不可与他正面冲突，明白吗？是。小王爷好。你们都先下去吧，本王有事与少王妃说。下去吧。你的丫头们倒真是忠心呢，本王的话都听不进去。难不成妾身要寻些两面三刀的丫头在身边吗？小王爷也不是不知道，妾身府上那位二娘和姐妹都不是好相与的。墨儿，你既然嫁给我，只管放心，为夫必定会护你一生一世。小王爷，哼，男人总是希望女人听了甜言蜜语便会奉为真理，可惜我却不是这种纯女人。对了，昨夜为夫被灌酒了，才没能回新房，你不要放在心上。夫君放心，墨儿醒得的。墨儿，你真美。昨夜为夫冷落了你，如今补回来，可好？怎么办？小王爷，王妃让奴婢来给少王妃送人了。小王爷，是静雨姑娘来了。进来吧。少王妃，这里给您安排了些丫鬟和嬷嬷，月例银子则是60两。如今德王妃一心向佛，所以府里主子们的吃穿用度都减半。您看可还有什么不妥的吗？母亲果真一片慈心，大丫头就免了，房里只用那3个陪嫁的，其他的交由静雨姑娘安排。德王妃并不像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是相佛，也不至于整个府都如此节俭。说起来，早膳也只是寻常富贵人家的分例，远远不及一般王侯之家。我原还以为只是一时罢了，府里的开支难道有什么问题？墨儿，怎么了？墨儿难道是觉得不满？没事，用膳吧。一会儿午饭后，我们还要进宫谢皇后与陛下的赐婚呢。想不到皇兄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娶了什么样的媳妇？抬起头来，给朕看看。给皇上请安。你果真是兰姐姐的孩子吧？眉眼与兰姐姐如此相似，陛下怎么会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墨儿？难道他竟比我想象的更看重墨儿？若当真如此，我就要更善待墨儿了。哟，这是德小王爷带着自己的小媳妇儿面圣谢恩来了。
小郡主如今倒是有些小妇人的模样了。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要脸！多谢千岁爷赞誉，内子温软害羞，恐怕经不得您这般取笑。温软害羞？哼，一个浅薄无知的毛头小子，根本没见过他心狠的模样，也没见过他手忙脚乱逃跑的模样。爱卿的嘴向来毒辣，丫头还小，可经不得你这样玩笑。好孩子，今日你也辛苦了，回去吧。往后你要好好的。皇上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大一样了，难道是百里清做了什么？是，多谢陛下。你说他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朕了？陛下不必多想，一切爱恨都是梦幻泡影，所有过往都已过去。兰姐姐，郡主，有个自称景姑娘的丫鬟过来拜见您了。她在外头等了许久，闹着若您不见她，她就不走。听说她是伺候小王爷的老人，您看该如何是好？这德王府当真放肆，不过一个贱妾，也敢要挟少王妃？嬷嬷不必生气，反正我也早料到了。让她进来。既然是少王爷的妾室，本王妃便见一见吧。少王妃安好，贱妾是伺候小王爷的人，今日特来拜见您，请少王妃喝茶。是吗？但小王爷从未与本少王妃提过你。按高门大户的规矩，未曾迎娶嫡妻之前，是不允许爷们有妾室的。如今你对我执的是妾礼，是想说德王府与那些落魄户一般，不知礼仪吗？少王妃说的是，但是小王爷答应过贱妾，只要少王妃进门，他就会给贱妾开脸。您新婚那夜，小王爷可是宿在景娘那里吗？既然小王爷答应你了，你去找小王爷或者王妃做主就是了。找本少王妃做什么？正常妻子听到这种事，不是应该受到打击的吗？她怎么毫不在意？原本景娘也不想如此唐突，只是景娘等得，怕是肚子里的孩儿等不得呢。什么？这孩子是小王爷的血脉，郡主看着就是个心善的，想必也不会对贱妾的孩子下毒手吧？通房丫头在新嫁过来的主母之前有孕，高门子弟做出这种事，简直是败坏门风。好得很。你且放心，我自然是要向王妃禀报的，说不定不日你就要抬姨娘了呢。那就有劳少王妃了。哟，看来今晚可要热闹一番了。督公，德王府的人这般欺辱小姐，您看我们是否要出手？出什么手？是那丫头自己死活要嫁的。况且本座平日已经这么操劳，没见奏折都堆一屋了，还嫌本座不够累吗？您还记得奏折都批不完吗？那您今夜来是？当然是去找本座的爱徒了。你说什么？锦娘有了身孕？我明明叫人给她喝了避子药，怎么会怀上了？木儿原也不想这么晚来打扰母妃，只是姿势体大。锦娘如今有了身孕，小王爷也答应她
媳妇过门后就抬她为妾。媳妇想，那始终是王爷的血脉，还是在孩子出生前给锦娘开脸吧。母妃不必担心，大丈夫三妻四妾总是难免，为子嗣着想，开枝散叶是媳妇的本分。只要夫君开心，妾身断不会让夫君为难。木儿，都是为夫的不是，难为你了。夫君，你倒是会欺负墨儿大度，可曾想过，这事若是传了出去，让御史台的人知道了，可如何得了？锦娘毕竟伺候我多年，又体贴温柔，我答应过抬她为妾的。母妃不必生气，这到底是我们家的事，只要大家把嘴都闭紧，又怎么会透露出去呢？木儿，真是委屈你了，这事是为夫对不起你，你怎么罚为夫都愿意。好，那就罚夫君要更疼爱木儿，不可以再辜负木儿。木儿，这是怎么了？下午进宫的时候都不曾见你受伤，短短用膳的半个时辰，是锦娘弄的？不是，这锦娘是越发放肆了。甄宓，你未来也是义父主母，怎可因性子和软，放纵的底下人尊卑不分？以后要怎么震慑这些不知分寸的奴才呢？媳妇何曾不知这道理？便是国公府里，也没有妾室能越过嫡妻的。只是锦娘有孕，若在媳妇这里出了事，便更是说不清了，岂非让夫君为难？你是我的王妃，本王当然信你，不会信其他人的。木儿竟是害怕锦娘出了什么事，我会偏袒锦娘，才忍受被欺辱。把那贱婢关进柴房，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放她出来。有错不罚，岂非谁都能放肆？别让人以为谁都能怀上本王的骨肉。木儿，今日你受委屈了，让夫君好好补偿你，可好？小王爷，你家小王爷好得很呢。师父，你这身材也太好了。如何？比起他，本座这完美无瑕的身材，才更配得上爱徒，不是吗？师父，您还是像平时一样阴阳怪气、高深莫测、霸气侧漏的说话，会比较符合您东方不败的形象。东方不败，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江湖称号，形容人威风无比，无人能敌，风华绝代。难得你这大字都写不好的笨蛋，还能想出这样气势磅礴的词。行了，以后为师在江湖上的外号就叫东方不败吧。师父圣明，东方不败，文成武德，唯我独尊。行了，不必拍为师的马屁了。以后少和四流峰那个丑男接触。小王爷他……就让他睡地上吧，本座送他一夜好梦就是，不必担心。师父，您对小王爷做了什么？管他做什么，你很在意他吗？放肆！你做什么？师父不是说我不过是个玩物吗？那身为玩物，徒儿便好好侍奉师父了。哼，是吗？既然今儿你说要侍奉为师，那为师就成全你的孝心。师父，
礼卿要走了。你再睡会儿吧，天还未亮。就让他这么睡着。想碰本座的爱徒，别说门了，缝都没有。是莫儿啊！昨夜都忘了怎么将莫儿抱上床的了。不知莫儿有没有受伤？莫儿，主子，这早膳已经是热了第3遍了。知道了。小王爷，差点忘记四流峰被百里卿扔上床了。莫儿，身体可还好？怎么感觉全身都很酸痛啊？妾身昨晚都说了，莫要放纵。废话，你被百里卿扔在地板上睡了大半晚，怎么可能不痛？为父也是情不自禁。主子，你们可准备好了？莫要忘了今日的敬茶仪式。知道了。莫儿，我们准备洗漱吧。嫂嫂，韩愈今儿一早就等着你了，你可给韩愈带来什么见面礼了？韩愈，不得无礼，这是做什么？都是自家人，还要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礼来做什么？妹妹说的是，妹妹与我一见如故，她送我的璎珞圈子，我可还收着呢。看来司韩愈是当真单纯率直，当初来告诉我百里卿的事，也是一番好意。可惜被司流峰利用来试探我。王妃，宫里来人了，带了好多赏赐，说是要给少王妃的。啊！真敏郡主，这是陛下赏赐给您的。陛下还吩咐，往后您若有空，可以多点进宫看看他。多谢陛下隆恩。莫儿竟如此得陛下的青睐。嫂嫂真厉害，宫里果真是极为宠爱您呢。不过是祖上必印罢了，这些东西又不实用，只能一日3炷香供着。擅自动了御赐之物，流落在外，一旦被追查出来，那可是大不敬之罪。昨天宫里得到的赏赐都已经被德王妃收走，这一次她休想。西凉墨也太死心眼儿了，虽然规定是如此，但也不过是说说罢了，谁不是将赏赐日常对付着用？不好了，景姑娘小产了！什么？昨夜才关进柴房，今日就小产了？不是的，景姑娘昨日还好好的，后来从少王妃那里回来就不好了。许是景姑娘冲撞了少王妃，但少王妃好歹顾念着景姑娘的身子，宽恕一二，那也是小王爷的骨血呀。那景娘冲撞了嫂嫂，嫂嫂就是取了她的性命也是应该的，只是可惜了景娘肚子里的孩子了。哼，少王妃看着如此弱智，倒是好手段，刚进门就让景娘滑胎了。母妃，原来一个小小通房和丫头也能如此质问儿媳，这就是德王府的规矩吗？没错，这原本就是个丑闻。那西凉墨才刚刚进门，要处置锦娘，也该收敛一些，或者问一问我的意见呀。小王爷，您真觉得此事是墨儿做的吗？不管是不是莫儿做的，为父都不介意，不过是一个贱婢罢了，打死就是。小王爷忘了吗？昨日墨儿才说过要抬锦娘做姨娘的，可原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墨儿。
少王妃身子内里虚亏，似乎有不足之症。果然，西凉国不得韩二夫人待见，只是想不到韩二夫人竟然做到如此地步。这病可有大碍？当然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小王爷日后莫要放纵。少王妃体质虚弱，再者便是，哎呀，少王妃怕是20以后才能要孩子，否则便难保母子双全呐。王妃，小王爷，其实郡主早知道自己的身子是不能在20岁前要孩子的，所以昨日知道景姑娘有了孩子，她心中虽然苦涩，却还是想着为您开枝散叶。依照规矩，小王爷可在妻子1年未孕的情况下纳妾。郡主既然知道小王爷迟早要纳妾生子的，又怎么会去弄掉景姑娘的孩子呢？小王爷不是妾身害了锦娘的孩子的。昨日锦娘一来就闹着非要郡主喝她的茶，郡主念在她有孕去扶她，却被她推了一把弄伤手。郡主尚且隐忍不说，她倒好，做贼来倒打一耙。是啊，若是知道我家郡主竟然被个通房丫头随意欺辱，陛下和皇后娘娘不知多心疼。人民你温柔善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必定是那不长眼的贱婢不小心滑胎，却诬陷你。把照顾锦娘的大夫请走，同时撤掉所有伺候的丫头。从今日起，让她从最低的3等丫鬟做起，去厨房烧水吧。是。哼，锦娘失宠，西凉莫由20岁前不能生子。只要我把这消息传出去了，西凉莫还有什么脸面？等王妃抬举我当了姨娘，我生下庶长子，往后这德王府还不是我说了算？小王爷，妾身对不住你。不必有谢，就算咱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本王也会对你一如既往。可是这事若是传了出去，奴婢自然是不会说的。你最好闭紧你的嘴。若是这事儿传出去，丢了王府颜面，本王就只能把它算在你的头上去。行了，靖宇，你可要谨言慎行，否则本王妃也饶不过你。是。乖孩子，这是怎么了？谁敢给我们雨儿委屈受？为什么自从西凉莫嫁进来了，王妃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疼我了？连小王爷也因为他斥责我。明明他20岁前不能生孩子是实情，就算传出去要怎样？糟了，王妃吩咐过不准我说出去的。好孩子，连为父都信不过吗？为父当了这么多年老德王的首席幕僚，又是小王爷的启蒙老师，他们如何能不给我几分薄面？这王府谁说了算，你还不知道吗？义父自然是受到小王爷尊重的，只是我却得不到小王爷半分好脸色。你真的很想嫁给小王爷吗？那么为父满足你就是了。而且我的女儿除非不愿意，否则只能成为正室。你放心，等义父取得他手上的东西，他也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两位嬷嬷也太狡猾了，这一唱一搭的，上辈子指不定是个说书的，而且生意极好呢。是白嬷嬷好演技，倒像上辈子是个唱大戏的。还是何嬷嬷厉害，看出了锦娘的阴谋，安排了这场戏，既洗清了冤屈，摆平了锦娘，还解决了侍寝的麻烦，可谓是一箭3雕啊！只是这事仍有疑问，
锦娘这般冲撞主母，也不可能撼动我的地位，最多让我落个凶悍的名声罢了。她背后或许还有人在怂恿她，先派人看着她吧。这锦娘既然连自己的孩子都舍得，今后也不必有孩子了。让妹妻找个机会喂她喝一碗绝子汤。奴婢瞧着，那司流峰小王爷未必是虚情假意，对郡主倒是有几分真心。嬷嬷，当年西凉无言与兰陵，大漠边疆出生入死，同饮一杯酒，笑看月升日落，挥刀共迎外虏来犯，彼此都是唯一能背对的那个人，并称军中双璧。您觉得他们之间可有几分真心？那应该是有几分的，只是哪有什么只是，不过是情爱易碎，敌不过两句流言蜚语，扛不过权势如山罢了。嬷嬷只是希望您能够幸福，若小王爷他是不同的话，有什么不同？除非是宦官。算了，还是不要说宦官了，那家伙只会游戏人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情才对。给我把这贱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搬走！你们是反了吗？竟然敢对主子这样放肆！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了主子了？不过是个贱婢罢了，便处处以小王爷的妾室自居。如今事情败露，小王爷自然饶不了你。给我把东西都搬走！住手！这些都是小王爷给我的赏赐，我不信，小王爷怎么可能问都不问，就这样相信西凉梦？好痛！救命！小王爷已经下令撤走为你看病的大夫，不会有人救你啦。哼，你就好好在这里等死吧。青羽，你以为没有了我，小王爷心尖上的人就会是你吗？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奴婢，命如草芥，迟早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的。好痛！我就要这样死掉了吗？我不甘心。想活吗？吃了这药你就能活下来，但是这药性会让你一辈子没有子嗣。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你不必理会我是谁，是我家主人让我来的。日后若你有用，我家主子自然会想办法让你离开这个地方。要我便留下来，要不要用，由你自己决定。我不想死，我不要就这样死掉。这是给我做的吗？不是给你的，难道是给别的男人的吗？先放着这些粗活吧。西凉墨身上到底有没有那样东西，你可查出来了？原来你今日过来是为了问这事儿，而不是来陪我。她才嫁过来2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是嫌我不够头疼吗？你日日与静言那丫头一起，便觉得我也和她一样，什么都不必忧心吗？别气坏身子了，静言是我的侄女儿，她收了景娘的银子，在茶盏上做手脚烫伤了你，我不知多心疼。若非她是我老家唯一的血脉，早就打死了。你就会糊弄我。我也不是想催你，原本咱们是打算等西凉墨怀上孩子，可她却暂且不能生。我们的大计
如何能等这么久？我还想光明正大迎娶你呢。我也希望能尽快得到那东西，只是西凉墨能走到今日，绝不是好糊弄的。况且听说他与蓝氏关系并不好，未必知道那东西的下落。他不知道，咱们就拿他的性命去逼迫蓝氏。若蓝氏真的对他不管不问，那他也没有用了。若他识相，我还能让他给风儿当个平妻，扶咱们雨儿为正妻。若他不识相，就让风儿休了他，让他身败名裂。老秦，是不是雨儿又对你哭诉了？那丫头心大，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如何能嫁给风儿为正妻？风儿毕竟不是我亲生的，又性子高傲。你这是什么意思？雨儿是你我的孩子，却屈居下人，连自己的爹娘都不能认。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她，如今你还竟看不起她。你这是要逼我吗？我也知道对不起这孩子，可我能怎么办啊？行了，咱们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前些日子为父在外头太忙，也都不曾回府，可想死为父了。飞小白，你给我下来！飞小白，你再不听话，老娘就把你一身毛都拔掉！郡主，您就放过小白吧，他还小，不懂事。日后白玉多给您做几个那种眼罩。他还小，这臭鸟昨天都欺负上人家母乌鸦了，你就宠着他吧。小王爷，您今日可来得早。墨儿，你可好了些？都是墨儿身子不好，让夫君操心了。你这说的什么话？你只要好好休养，为父便很高兴了。对了，今儿盘点你的嫁妆，靖国公还真是大方，还是如此苛刻的人，也给你准备了不少东西。就是不知道兰大夫人给了我妻什么。夫君，你问这个做什么？德王府是穷疯了吗？先是把我收到的东西充公，现在竟私自开我的库房，真当我西凉墨好欺负吗？啊，没什么，只是当初韩氏对你如此苛刻，为父想着，必定是兰大夫人为你添置的东西。明日就要回门，是不是也要去拜见兰大夫人？小王爷自然是为妾身着想，只是妾身自幼不得母亲喜爱，这么多年来，妾身只见过母亲一面，还是在我那情同姐妹的大丫鬟被韩氏打死的那日，我曾求过母亲救她，可母亲却说，她已是方外之人，让我从今往后不必再去找她。既然她从不需要妾身，妾身便当自己没有母亲吧，此事不必再提了。罢了，既然墨儿你不愿意提，那么为父以后再也不提了。别哭了，啊，你哭得为父心都疼了。小王爷，你不要这样。不必担心，为父会很温柔的。你也要体谅一下为父，不是？简直是渣男！为了体谅你，就要我不顾身体情况迎合你吗？小王爷，不可，还是请小王爷去其他的事弊处吧，以免得他人议论妾身心狠手辣，逼死王爷身边的旧人，妾身实在担待不起。墨儿，即使今儿你不能侍寝，为父也不去其他人那里，只在这里陪你。师父，您突然出现，要是吓死我，岂非白费师父您这半年来的悉心教导？徒儿还打算给您送终呢。送终？怎么，你巴不得你师父我早日驾鹤西去，好让你在外头勾三搭四吗？师父，您总不能每晚都这样吧？要是被人撞见……那杀掉撞见的人不就结了？若是让为师撞见你和那丑男同房，为师便让德王府的男人全都进宫办御驾。
师傅，徒儿今日偶感风寒，恐怕不能伺候您了。你以为我是司流风的蠢物吗？你这小狐狸一撅尾巴，为师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师傅，你每晚都这样，徒儿很苦恼。为师交代你一件事，你虽已嫁入德王府，但只要称病韬光养晦即可，主要精力还是必须放在靖国公那里。上次你让我接近他，如今我已经基本取代了西凉仙和西凉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为师要你从靖国公手中拿到一块令牌，一块刻着兰家家徽的元帅令牌。这令牌乃是先帝所赐，据说可号令天下兵马。一块令牌就能号令天下兵马，这也未免太过轻率了。哪怕是虎符都有2块，并且不同的大军所用虎符都不一样，这……你说的没错，这块令牌不过是个传说，但它确实是当年兰大元帅调兵遣将所用。就连当年新登基的新帝也很想收回呢。新帝想要兰家的令牌？难道当年兰家的迅速败落和兰陵退出朝廷都与这块令牌有关？为师觉得这衣衫有些闷得慌。可恶，就会吊人胃口。没错，兰元帅也就是你的外祖父，对先帝忠心耿耿。在新帝登基后，他便上缴了这块令牌，但是新帝根本不信任兰元帅，认为他上缴的令牌是假的，所以才有了兰家的迅速衰败。走狗烹，良弓藏，不过如此而已。既然你知道那令牌不过是个祸害人的玩意儿，要来作甚？难道你想要栽赃我那父亲，意图谋逆？你不必试探为师，为师没打那老头的主意。那块令牌上另有蹊跷，不过与天下兵马无关，里面有兰大元帅多年来私藏的宝贝，为师要的是那个。放心吧，拿到了东西，自会有你一份好处。谢过师父。咱们师徒也夜谈了许久，为师惊觉徒儿对为师似愈加有恋慕之意，不如我们早早安歇。忍，我一定要忍！忍个屁啦！师父并没有，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您多虑了，就此晚安，明早见。你这人是长得鬼斧神工了点儿，但是为师的美貌是天然自成的，你也不必太自卑。师父，你好好享受这人间至欢吧。臭老妖怪，折腾了别人一晚，还不让人睡个好觉。天都没亮就要我起来伺候他更衣。为师这3天要去巡视荆棘大营，恐怕都不得空过来探望你。你自个儿随便应付一下四六凤，别让他占了你便宜。师父放心，哼，你最好永远不要回来了。碍手碍脚，还不出去！要抢本神鸟的东西，给本神鸟记住！这是什么？眼罩吗？是不是还没缝好？师父，这是徒儿的东西，好不容易做好的，差点给小白这厮弄坏了。既然你将此物献给了为师，那么为师便笑纳你的孝心吧。啊！
为师走了。老妖怪，就知道你喜欢抢我的东西。本郡主不让你在3个月内知道什么叫丢脸丢到姥姥家，我就不叫西凉墨。白蕊，来了，你把这东西拿到墨香阁去，与织坊合作，再缝制1万件出来，贩卖出去。真的要卖啊？当然要卖，哪怕是用低于成本价半卖半送给姑娘们，也务必要3个月内让京城女子们都风靡戴上。下了3日雪，今日郡主回门，倒是个难得的晴天呢。蕊姐姐穿的新衣很漂亮呢，和我前天陪妹七哥买的披风好像。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小六，你蕊姐姐好看，那么我呢？玉姐姐自然是很好看的。这小嘴真甜啊！那，今早见你忙着掏车准备东西，也不曾见你与其他人用饭，给你的，别饿着。谢谢玉姐姐。好啊，小六啊，你刚刚还敢笑我，你才是艳福不浅吧？今早我瞅着白玉在做煎饼，让他给我一块，他死都不肯，原来都是留给你的呀！怎么突然觉得有一股恶寒？松手，松手！明明见到我就躲，居然和妹六玩得这么开心。奇怪，怎么突然那么冷？妹部的兄弟们以前说过，第一，女人说不要就是要，说不是就是是，总之反过来听就是了。第二，女人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比如金子、银子、珍珠首饰等等。总之，我还是要抓住机会试一下，让她答应嫁给我。白蕊和妹七这对冤家，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上次白蕊只顾着和我哭诉，说妹七要娶她，还强吻她，问她的想法，她自己都一片混乱。死吗？到了吗？快了，今日夫君感染了风寒，何必一定要陪妾身回来呢？不如先回王府。都是百里清那家伙，让司流风在地上躺了1晚。这种天气睡1晚地板，怎么可能不着凉？墨儿，今日是你的回门日，为父就算是腿断，也得陪你一同回去，绝对不会让人传出对你不好的流言。小王爷，妾身知道您的心思，您快躺下歇着，一会儿咱们就去看大夫。看您这样，妾身心中实在不安。真是情深意长到让人不安呢。要不是对靖国公府和我有所图谋，他怎会坚持带病也要陪我回门？当初觉得司流风是个简单的，果然是我看走眼了。难怪杀千刀的百里清之前问了我这么多次是否要真的嫁给司流风。这千年老妖分明就是知道德王府不简单，还故意看我掉进坑里。少王妃回门啦！放鞭炮啦！放鞭炮啦！不好，马少君了！快把鞭炮熄了！郡主，你没事吧？我没事。小王爷，夫君。小王爷感染了风寒，又受了车马撞击，内腹有些瘀，虽没有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调养些时间。多谢老医正了，白蕊，请老医正收下我们郡主的薄礼了。郡主不必如此，老夫来，一则尽医者之力，二则是看老太太的面子。否则就是德王妃亲自来请，老夫也未必出来看着。医正大人，这是嫌弃我孙女给的玩意儿不称心吗？那瞧瞧我这谢仪如何？老太太有心了。今日墨儿回门，前些日子宫里赐了几坛好酒，听说是杏花村的15年陈酿，
若是老姨正不嫌弃，不若留下来用2杯御酒。不必了，老夫这就准备回宫了。郡主有闲心，在这里对老夫献假殷勤，还不如多孝顺老太太与韩夫人吧。老友既然都来了，不如用了饭再走。好，既然是老太太相邀，那老夫少不得也要叨扰一番了。这位老太医的架子倒是够大。别介怀，老医正医术高超，但为人性子耿直，脾气又古怪，谁的账都不买，哪怕是9000岁都不给面子，所以反而深得陛下信任。也就老太太和他有几分交情，当初给丹儿和心儿看病的也是他。你二娘是断不肯信别的大夫的，只是今天出了这样的意外，也不知该如何对德王妃交代了。父亲真的觉得只是意外吗？马受惊致使马车出事，韩氏这种伎俩也不是第一次使用了，也不知道是他蠢想不出第2种方法，还是以为我也和他一样蠢。墨儿，墨儿知道二娘是您的妻子，为您生儿育女，操劳国公府多年，如今2位妹妹那副样子，大哥常年驻守边关，二哥又卧病在床，您自然怜悯二娘。可是今日德小王爷也在车上，二娘怨恨对我下手，我无话可说。如今小王爷受伤，德王妃也不是傻子，待小王爷醒来，女儿如何向他们交代？难道我们国公府要与德王府反目成仇吗？你这二娘是越老越糊涂了。墨儿，德小王爷那里恐怕要你多多替为父解释。你放心，没错，我们晋国公府绝不能因韩氏与德王府交恶。你放心，日后父亲必定让你二娘在自己院子里修身养性，不能离开半步。郡主，韩二夫人设计您不成，反被国公爷下令圈禁，恐怕不会轻易放过您。他来找我算账正好，今日他若不来，这戏就唱不下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今日一进门就用那么大阵仗迎接本郡主？二夫人啊，小王爷在里面静养，您不能进去。夫人请自重。给本夫人滚开！我们是奉郡主之命守着院子的，而且国公爷方才已经说了，您身子不好，需要在房间内静养。郡主得空了，自然会去拜会您的。哦，这么说，我这个嫡母还要等西凉墨那小蹄子来接见吗？我们郡主乃国公府上真正的国公夫人，兰大夫人所出，又是陛下亲封的一品郡主，上了皇家御蝶的。论尊卑，府里的女眷大概只有老夫人有资格让郡主拜见呢。好啊，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一个贱婢也敢欺负到本夫人的头上！来人呐，把这些贱婢打死！二夫人息怒，少王妃请您进阁内一句。你家主子架子派头是越来越大了，竟然要本夫人这个嫡母去见他。西凉墨，你这个小蹄子，那不是丹儿最喜欢的玉如意吗？心儿最喜欢的名家字画和屏风，丹儿的粉彩描金牡丹丝耳花瓶，竟然全都给西凉墨搬了过来。你这卑鄙的贱人，害了我儿还不够，竟然连他的东西也抢！一些日子不见二娘，您竟然病成了这副模样，真是可怜见的。难怪爹爹常常宿在董姨娘那里，听说董姨娘可是有了身子呢。小贱人，你这目无尊长的玩意儿！这玉如意是先太后的御赐之物，你反了！二娘忘了，我最讨厌这柄玉如意了。10岁那年的寒冬雪天，西凉丹拿着这柄玉如意在花园里和贵女们炫耀，却不小心把它掉进了湖里。我只是路过，西凉丹就推我进水里，说是我弄掉它的，逼着我捞上来。等白梅和白嬷嬷帮我找到了玉如意，你又命我在祠堂跪了1个时辰，原因就是我辱没圣物。谁让你是兰氏那贱人的女儿？让你苟延残喘，也是本夫人的慈悲。
你竟然还敢恩将仇报！二娘错怪我了。您瞧，墨儿也没有要了妹妹们的命，都让他们苟延残喘着呢。啊，听说西凉丹过得可好了，原本他不肯吃粗茶淡饭，嬷嬷就让他试试猪食的味道。你猜猜怎么着？饿了6日，他扑到猪篮子里抢吃猪食，还把一头小猪都压死了。不过这可不好，嬷嬷又让他在茅厕里待了5天，这回他差点扒了粪坑呢。你这贱人，好歹毒的心肠，我杀了你！我没有，我不是故意打碎这玉如意的。王婉言，你疯了吗？父亲，墨儿不是故意打碎四妹妹的玉如意的，只是婶婶为了迎接小王爷，将这些物事拿出来摆一摆，图个喜气。大二娘不肯，墨儿没拿住脚。二娘说，这是御赐之物。没事，不过是一柄玉如意而已，这里也没人胆敢说出去。父亲，二娘的身子好像受了重伤。什么？快去请老医正过来，他应该还在老太太的院子里，快去！夫人是长期郁结在心，气血不畅，凝成心疾，且刚刚那一摔动了些许胎气，待老夫开几副药，再静心调养便好了。胎气，意思是夫人有血了吗？是啊，从脉象上看已经1个月了，所以千万小心，否则以夫人这样的年纪，恐怕生养不易。1个月，这2个月韩氏整日闹得家无宁日，我根本没去过他的房里。不可能，是西凉墨那个贱人，是他陷害我！贱人，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还敢四处攀蛇！父亲息怒，此事重大。母亲从韩家嫁过来那么多年，一直都很端庄体面，或许真的有什么误诊也说不定。不如再请几个大夫来看看。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你设下这样的局，不就是想要本夫人再也翻不了身吗？本夫人不但是韩家的嫡女，尚书之妹，嫡亲姐姐还是韩贵妃，想要动本夫人，都要掂量着点。你还敢威胁本宫？贱人，你这个贱人！为还本夫人清白，本夫人要请素日常来的素卫姨娘与李生手一起过来。就照二夫人的话去请吧。二位，千万要查验清楚，本夫人体内可有什么别人下的肮脏物事？恭喜国公爷喜得灵儿，二夫人已经怀孕1月有余。多谢大夫，送大夫们出去。这不可能，是西凉墨这个小贱人！不，还有董事那个蹄子，本夫人没有怀孕，没有！将韩氏送回房，让他好好养胎。没有本宫的命令，不许他踏出1步。没想到二娘也会落到今日这种下场。西凉墨，你若识相，最好放我出去，否则等我大哥和姐姐知道了此事，必定不会放过你。二娘说的没错，韩贵妃和尚书大人很快就会知道今日发生的事。相信他们会为您感到伤心，我们自然会为您举办隆重的葬礼，以宽慰他们受伤的心。你说什么？什么葬礼？父亲说请二娘上路，不过也请您放心，今后也不必担心她无人照顾，董姨娘会伺候好她的。不，
不可能！我要见国公爷！我是国公府的主母，是韩家嫡出二小姐，我为她生了世子，还有我的……二娘别忘了，虽然大哥是你所出，但是族谱之上，兰氏才是真正拥有册封诰命的国公夫人，你算什么？我如果不算什么，那你又算什么呢？你恨我，恨仙儿和丹儿折磨你，但你不过是一个杂种，一个兰氏那贱人与他人生下来，却占据了国公府嫡出大小姐位置的杂种。什么？你以为为什么国公爷和你娘对你不闻不问？因为你本来就该死，容你活下去，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宽容。早知如此，你一出生我就该掐死你这杂种！大小姐，还是不过是胡说八道。二夫人已经疯了，还请三婶婶早点送她上路吧。这是自然，二夫人疯了，可不能让这疯子吵着郡主。您且先回去歇息，一会儿送了二夫人，再报与您。离氏，你我不过权势之争，说到底，咱们还是西凉家的人，为何要让那鸠占鹊巢的小杂种凌驾于你我之上？只要你肯放了我，与我合作，凭我韩家的权势，我能给你的，不比那小杂种更多吗？那么，韩夫人能把你的命给我吗？李氏，你别太过分了。过分？你可还记得我的云歌儿是怎么死的？那一年，因你掌家不利，库房失火，老太太让我接替你。你为了夺权，将云歌儿扔进湖里，生生让她淹死。你才3岁呀，你怎么忍心？我没有。再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我永远都过不去。我忍耐了这么多年，才等到了今天。当年你溺死云歌儿，我要让你也尝尝这滋味儿。来人！你想做什么？这粪桶里的屎尿都是府里下人积攒了1日下来的。二夫人不是最自持身份高贵吗？我偏要你溺死在最肮脏的地方，满嘴屎尿，极尽屈辱的死去。不，你不能如此！别一会儿就弄死了，要让二夫人慢慢的品尝这样的好滋味。二夫人出身高贵，什么好的没有吃过，今日就让她好好吃饱了再上路。郡主，人已经在前面了。知道了，蕊儿，你就在这里与妹妻一起放风吧。大小姐，你是，多谢郡主。大小姐，干嘛呀，大混蛋！你讨厌我，在躲我，为什么？因为我不该没经过你同意，就随便亲你，连送衣服也是托郡主的手，她才肯收下。你还没算笨死，真难得。那这样呢？你会讨厌吗？真香，你给你。人家不要。沈家，这个词是青花魁以前常对我说的，下一秒他就会抱我。
这回没错了，很美，很适合你。你做什么？讨厌！我喜欢，绝对没错了。女人们说讨厌时就是喜欢。喜欢你个大头鬼呀！你这个不要脸的大混蛋！你还敢躲？为什么不躲？受到攻击要躲开是暗卫的基础。还有，不要随便对男子这样。洪秀昭的姑娘才。洪秀昭的姑娘。当然，你可以在我面前。你给我滚！咚！你敢追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不想见到你！混蛋！咋的了？西凉墨在此谢过老医正。郡主不必多礼，咱们都是9000岁的人，既然千岁爷交代过要听您的命令行事，老朽便会遵命而行。墨儿知道老医正医者父母心，这一次让您违背行医原则，污蔑韩氏有孕，墨儿自然是要致歉的。你这丫头虽然一肚子坏水，但是坏得坦率，倒与青儿般配得很。青儿，这么可爱的称呼，不是指百里青那个老妖怪吧？以后有什么事，让何嬷嬷传讯给我就是了。明面上咱们还是敌人，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怀疑，少些碰面来得好。郡主，国公爷并没有下令处死韩二夫人，为何今日不让国公爷在盛怒之下杀了韩二夫人，还省后面的功夫？您如此行事，会不会让国公爷……你以为我这父亲真会完全没了理智吗？他只是被戴了绿帽后，等着台阶下，我何不顺从他的心意呢？更何况还能将自己从中摘了出去。谁敢说韩二夫人是被杀的？老太太傍晚已经去见过韩氏一次，她老人家不是为了维护国公府的颜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吗？这个逼死出墙儿媳的黑锅让她来扛，最合适不过了。韩氏一定要今夜就死。听闻边关已到了换防之际，我那位大哥也从边关回城了。若是等他回来，事情就有变了。如今韩氏死了，除非他舍得剖了他娘的尸身，否则韩氏失贞的罪名就会永远挂在他头上。还是郡主想的周到。对了，您吩咐让人收拾洛阳的庄子已经好了，墨香阁的银子也提出来了。郡主是想过去歇息几日吗？很好，估计过一段时间，那只千年老妖会气得想吃人呢。咱们就先避开妖孽的攻击范围，等他消停些，再回去周旋。老妖怪，你就一个人在这气死吧！哼，还想抓住本郡主，门儿都没有。哦，今儿这丫头终于对韩氏动手了吗？是，媚六媚妻传回了消息，今日小姐就要了结了韩氏。啊，真是的，杀个人都拖拖拉拉，本座这徒儿还真是欠调教呢。怎么这么看着本座？本座美吗？美。杜公饶命！糟了，杜公最讨厌别人对他露出这种神色，死在这种事情下的人不知反省，我竟然犯禁了。唉，为何本座那小徒弟却总不为本座的美色所动呢？督公不是应该狠狠地踹我一脚，让我滚去刑房吗？这种深闺怨妇的口气是怎么回事？还有，他头上那玩意儿……督公，您头上那是什么东西？看着极为精致，您这2日都带着上朝吗？那东西怎么这么眼熟？这是本座的爱徒所赠，世间仅此一件的挡风眼罩，挺有意思的。风雪大时能挡风，困倦了也能遮一遮眼睛。这些日子
也有不少朝臣们私下询问本座，可见这物件是极好的。是很精致，我还是闭嘴吧。怎么，你还想留着韩氏吗？韩氏总归是韩家人，韩贵妃正得宠，还有丹儿、仙儿以及静儿，甚至还躺在床上的鹿儿，都是他所生。你这是不忍心吧？当初你舍得兰陵，如今有什么舍不得韩氏的？只对外说韩氏死于心急就是，有这样的妻子，简直是耻辱。老太太，国公爷，世子爷回来了。哼，算着时间，他也是时候到家了，让他进来吧。老婆子也有3年未见我这大孙子了，只是韩氏不能留了。所幸韩氏从来不让静儿参和内宅之事，信上也未曾对他多言。你应该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是，儿子绝不会让静儿知晓任何多余的事。孙儿西凉镜拜见祖母。哎呀，好孩子，让祖母看看你，这3年替你父亲驻守边关，日夜风沙摧磨，你都瘦了。祖母，孙儿可是长高长壮了，如今已经是个参将了呢。父亲和祖母看着都身体健康，孩儿就放心了。母亲呢？你母亲感染了风寒，加上心急，身子不太好。她这些时日在静养，修身念佛悔过，你就不要去叨扰你母亲了。等过些日子再说吧。过去母亲也搓磨了不少父亲的小妾，但祖母都甚少过问。母亲这次到底做了什么，竟让祖母气成这样？什么念佛悔过，连我都不许去探望母亲。祖母这分明是变相禁足。从今儿起，你这孩子就在祖母的院子里住3日。是，祖母只是不许我偷偷探望母亲了。老太太，出事了！墨吉儿和林氏自行了结了夫人。老太太叫您过去，这是为何？难道黎三太太过河拆桥，告发了大小姐？大概是因为我这非国公爷所出的女儿，竟胆大妄为，害死了西凉家的主母韩二夫人吧？谁胡言乱语，说您不是晋国公的女儿？人之将死，其言就算不善，也必有7分真意。这是韩氏在临死前告诉我的。嬷嬷，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如果我真的是兰氏与他人所生的，国公府对我的态度就说得通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对着晋国公府一门大家挞伐？大小姐，你要记住了，不管外人怎么说，哪怕是晋国公不承认你，你身子里流着的都是他和兰陵夫人的血。你是国公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女，是兰大元帅唯一的血脉。当年的事，老奴不是刻意想隐瞒你，只是此事牵连甚广，甚至与圣上有关啊。当年夫人身为兰家军的领袖，国公爷又是边关大将，陛下根本无法放心他坐在大将军夫人的位子，让西凉无言，坐拥天下兵马。只有国公爷另娶他人为妻，与兰氏离心离德，方能解开圣上猜疑。在陛下的重重设计下，国公爷才误以为您不是他的亲生孩儿。当初陛下不过是10皇子，因母妃早逝，无人庇护，差点死在宫里。先帝为了保护他，将他送到兰家抚养，让他得到兰家的庇护。陛下与夫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却不想多年后陛下一朝登基，会下此狠手，毁掉兰家与他的婚姻。果真最是无情帝王家。若我是兰氏，还不如当初就将这10皇子一刀杀了。
如今他杀不了10皇子，索性将这怒气牵连到自己的女儿头上了。难怪当初皇帝看到我，反应这么奇异。恐怕他是想起了自己受兰家庇护，却亲手断送了兰家，所以才对我感到愧疚吧。可是皇帝到底做了什么，才让西凉无言如此怀疑自己的发妻？兰大夫人的确是个被宠爱的眼盲心盲的人，可她终究是您的母亲啊。大小姐，离三太太那里已经完事了，韩氏已经清理完毕，才被老太太的人带走的。走吧，我也该给老太太请安，顺便见见这位大哥了。你是何人？为何在此？这姑娘，家中应该不曾有哪位女眷有这般出众颜色，难道是哪家亲眷或者他府的小姐？是了，祖母他们曾来信说过，给我备下了不少世家贵女的名帖画像，只等我回来拣选。我这大哥3年未见，倒是出落得愈发萧似靖国公了。不过我的身份嘛，还是等老太太亲自向他介绍吧。等一下，世子爷，您怎么走到这里来了？老奴正四处找你呢。水已经备好了，您看是要沐浴还是用膳？韩氏，是你动的手吗？老太太一直耳聪目明，咱们国公府自然是什么都在你眼皮子下了。老婆子可以任由你们在底下折腾，但唯有一点，不许损害咱们国公府的根基，否则便不要怪老婆子不念情分，让你生不如死了。老太太，您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怕莫尔对大哥出手罢了。那就请老太太好好看着大哥哥，就算人无伤虎心，若虎有伤人意，那么莫尔自然也只能拔了他的虎牙，斩了他的虎爪。到时候您若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不好呢。你，莫儿一直觉得您比本家的于老太君聪明。您看，他和您斗了一辈子，却落得凄惨而死、断子绝孙的境地，而您却身居荣华处，因为你眼界高，总能看得清世事。莫儿身上流着的是哪家的血，您比我更清楚。本家是你？这孩子难道知道了自己可能是陛下孩子的事？本家覆灭，武成兵马司之说是盗贼抢掠，难道是陛下知道了他的身份，迁怒于想将他与赫赫和亲的西凉本家？好，我会看好了静儿，你也要记得你怎么答应我的。我公府再对不起你，始终都养育你一场，你不要忘了这一点。但大哥若是知道了是莫儿出手伤了他的母亲，恐怕不会愿意原谅莫儿，只怕大哥会因此来找莫儿的麻烦。今日韩氏的死是我命人做的，只因为他红杏出墙，败坏家声，其罪必诛，一切与你无关。如此，就多谢老太太了。啊，是你，静儿，来见过你的大妹妹。她如今已嫁给了德王府的小王爷，今儿正巧也是回门日。见过大哥哥。原来是大妹妹。墨儿，你难得归家一趟，怎么就匆匆回去了？为父还没来得及与岳父同续天伦。小王爷，你身子这情况已经让墨儿很不安了，我们还是尽快归家，省得母妃担心。可是，夫君，你且好好休息，勿要如此烦心。男人真是烦人，
有心机的男人更是如此，整日算计来算计去的演戏，让人看着都心烦。还不如百里清。我疯了吧？退！居然还觉得这老妖怪比四灵风好。小姐，奴婢能不能向您要点这个香啊？我失眠。就你这笨丫头，这东西药性强了点儿，你注意着量来用。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来冒犯王府车驾！咱们乃天理教天虹旗军的护法弟子，今日冒犯就是你这王府车驾！对小姐不敬者，杀！侮辱白玉姐姐者，也要死！媚六媚七，杀无赦，只留下所有脖子上带着万字符号的人。是。9000岁的人果然都不是正常人呢。有媚部的人在，这些天理教徒根本不堪一击。怎么，爱徒？原来3日不见，你竟如此思念为师。师父，吃早点没有？木耳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点心。好啊。这个妖孽。不过，师父，如您这样天人之资，届时自然也要生肖齐名，每人环4。这儿过于脏乱，如何下咽？爱徒这就不懂了。其实这儿也是另一番美景。师父，您真爱说笑。是，说笑的。一切不过都是说笑的。这个人是让所有人仰望的存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有人都怕他。可为什么他的眼里会有这样的绝望？师父，阳光太刺眼了呢。我在做什么？明明处于这么危险的境地，四流风也还在这儿，可我却无法拒绝他。阿九，乖娃娃，你刚才叫为师什么？再叫一遍。阿九，该死，还没到时候。这是搞什么啊？我是脑子被驴踢了吗？怎么会对他有感觉？哼，唉，为师这般娇弱的身体，可撑不住。为师知道你无聊寂寞，好想把这张脸蛋揍成狗屎。不对，按照老妖怪的性格，不折腾我到半死不活，怎么可能罢休？他正是兴起的时候，怎么会突然停下？如果徒儿确实是无聊了呢？刚才他明显是刻意不让我接触他，难道那师父可愿意安抚徒儿？他在隐藏什么？怎么，爱徒如此主动，你就不怕为师吗？徒儿是师父的，徒儿悉听尊便。你大小姐，完事儿了。对不起，是奴婢打扰了。我的天哪，大小姐原来这么大胆的吗？如何？爱徒还要继续吗？徒儿失礼了，白蕊这个笨蛋。
除了天理教徒外，连德王府的奴仆都被斩杀殆尽了。我明明只吩咐灭了天理教徒。郡主，请您不要责怪梅柳他们，是我没有阻止他们这么做的。若非如此，咱们回德王府如何交代今日之事？行了，将那3个活着的带走审讯吧。白玉说的没错，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这确实是最简单利落的方法。唉，真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啊！郡主，我……谢谢白玉姐姐为我们说情。白玉姐姐，小六子刚才表现得很好吧？亲亲。什么？姐姐喜欢小六子吧？小六子。你不喜欢小六子，白玉姐姐是骗子，大骗子！等等，梅六，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好像我变成了负心女？明明人家美琪追着白瑞跑的，我却要追着梅六跑。师傅，司礼监的人还没有拷问出结果吗？待在这房间里，你倒是淡然。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那几个天理教的人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袭击马车，劫走你和司流风。不过天理教徒最近在京城一带异常活跃，这些教徒平日里化为平民，到了行动之际则穿上他们的服装，在京城周边的村子里威信颇高。师傅，你恐怕要警惕一下，这天理教绝不可放纵。宗教信仰对人心智的影响远超你的想象，更有甚者，能颠覆一朝根基。好，是吗？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读了几本史书话本的女子罢了，即便足够狠毒聪明，说到朝政军情，又能懂什么？若师父不介意，便听听徒儿的妇人之见吧。历史上大部分农民起义都曾利用过宗教口号或教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太平道，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的五斗米道，唐朝前期陈硕真的道教，这些教义无论什么口号，都有着均贫富的核心。大部分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影响了一朝的根基，朝廷疲于奔命，四处灭火，战乱中民心不稳，天下大乱。历史上大部分王朝都是如此灭亡的。问君一句，哪个盛世王朝是在民心安定之中被取而代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岁爷还是要多加防范才好。我一直都将心思放在边境来犯的外族之上，从未想过小小教会之事会有这般影响。不仅是我，朝中所有人也都是如此。不想她一个深闺女子，竟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依你之见，本座该如何去做？即刻派大军全部剿灭，还是以司礼监的探子和锦衣卫为主，进行小范围的绞杀？这些人无非是没有饭吃，穷困潦倒，衣不蔽体，所以才被蛊惑。天理教用的是尊天理、得米粮这种粗陋但有效的口号，才发展了那么多教徒。若以强硬的手段去剿灭，反而会让他们得到舆论的同情，对朝廷不利。舆论？就是民生言论。不如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朝廷可大力发展佛道二教，拨给佛道二教米粮，让他们广设粥厂，接济平民。让佛道二教派的信众去熏化那些天理教教徒。若两者发生冲突，也不过是教众间的冲突，官府便可作弊上官，必要时再处置天理教徒，褒奖佛道二教。如此一来，朝廷便不需费太多兵力与财力在这上面。天理教即使不灭亡，
也永无壮大之日。不错，此法甚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想必师傅也明白，司礼监和锦衣卫的恶名已经够臭了，何苦让他们再做那些恶事，强行镇压呢？民言，本座只相信以血止血，以战止战。师傅，你是故意这么做的？为什么？难道你根本不在乎这无上的权势吗？百里清曾说过，若他死，必定让天下苍生陪葬。这个人对生死毫无敬畏之心，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未来。为师的爱徒真是太聪明了，只是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绝望，所以你可以将众生性命与喜怒哀乐把玩于手中。哪日你倦怠了，便要毁了自己与众生。为师告诉过你，不要随意窥探为师的心思。你真以为你很聪明了？不过是一个玩物而已。你在生气？为什么？说是什么都不在乎，又何必因为被窥破心思而生气？他竟然在试探我。怎么，顶撞为师，拿着自己的小命试探为师的底线，很有趣吗？该死，我已经有多久不曾这样失控了？都是这个该死的小丫头。千岁爷，为什么不杀了我？别告诉我只是为了那块令牌，又或者，即使身为宦官，你仍旧对我动情了。西凉墨，若非是那人，为师当然爱你。你是为师的爱徒，不是吗？失败了，还是没能逼他说出来。像百里清这种人，盛怒之下才能试探出一点蛛丝马迹。他到底为什么对我容忍至此？这根本不只是对一个玩物的态度。他口中的那人是谁？很失望吗？不该你知道的东西，不必知道。你只要知道你属于我，乖乖的在为师的羽翼之下就好。师父，温柔点。疼呢？百里清，你错了。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当我的主人，即便是你，也不行。不肯回答，也不认为自己属于我吗？总有一天，你会接受这个现实的。不好意思，徒儿背上很疼，所以忍不住咬了你一口。想必师父一定不会介意的。你这睚眦必报、忤逆不孝的恶毒丫头，可我偏偏不舍得杀了她，还让她看穿了自己的底线，真是……哼！她坏的时候，让你想一口吞了她，剥皮抽筋；倔的时候，让你想看她哭泣求饶。偏偏如今这般娇柔妩媚地看着你的时候，却让你想怜爱到骨子里。百里清，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看到。说起来，你知道今儿抓的人里，有一个人可算得上你的熟人不？德王府秦大管家的公子，秦如海。难道秦大管家和天理教有什么关系？又或者是天理教与德王府有什么关系？但今日小王爷与我同乘一车，这般行事完全不顾及他的安危。总之那秦大管家可不简单，他曾是德王爷的谋士，本座与他多年前也算交过手。世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这天理教竟然能逃脱我司礼监的探子监视，未让司礼监查出他们的教主身份，也没有让高层护法被抓捕过，也真算是本事了。不如就由木儿想法子去试探一番，看看这个所谓的主上可是秦大管家，又或者另有其人。
你好早日为师傅将这天理教铲除。既然爱徒有这心意，为师倒有一个有趣的法子，不如这样。那要不要这样？就这么决定了。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风儿他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王妃息怒，我们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已经加派了人手去搜索德小王爷和少王妃的下落了。这天理教是想借此向朝廷要挟示威，或向德王府索取银钱报酬也不一定。不，这绝对不可能。王妃，这位管家未免也太无礼了。贵人们在说话，哪有他一个下人插嘴的份儿？你回来了，小王爷和少王妃都回来了。母妃，婉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听到你们出事的消息，吓死母妃了。母妃，夫君犯风寒了，到如今烧还没退，今儿又遇到了贼人，好不容易才脱身。咱们先让夫君回邀月阁，请李圣手过来看看吧。少王妃，奴婢们来伺候小王爷就好。这境遇，可怜的孩子，今儿受惊了吧？快回邀月阁梳洗一番。因这事儿闹得极大，牵扯了天理教，顺天府张大人一会儿怕还是要向木儿你问些问题。这境遇也太不知分寸了。是。西凉墨居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可是如海还没有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如海出了什么事？母妃，各位大人，久等了。少王妃好大的架子，竟然让王妃与诸位大人在这里等了你整整1个时辰。大管家，你这是在代替母妃训斥本少王妃吗？秦管家，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虽然西凉墨姗姗来迟让人很不满，但这秦大管家算什么？一个卖身为奴的下人，竟敢与我们坐在一起，还这么嚣张跋扈。哼，少王妃，在下岂敢训斥于您？只是诸位大人都在等着您。您这样姗姗来迟，恐怕会让人以为晋国公府不曾教过您什么叫礼数呢。这个该死的贱人！母妃，媳妇今日一直担心着小王爷的身子，看着他吃不进东西，自己也吃不下去，劳累了几日，今日又遇到了恶贼。媳妇从小养在深闺，何曾遇到这样的事？方才在房里梳洗时，才晕了好一会儿，还是吃了定心丸和喝了粥水才能走过来的。少王妃今日受了惊吓，是我等设想不周，该等少王妃定了些经，休养1、2日再来询问才是。木儿怎好让大人白跑一趟？请大人尽管问吧。木儿也希望能将那些贼子抓获归案。还是少王妃深明大义，不像某些以下犯上故意挑衅巡视的奴才。不知少王妃今日遇贼情形如何？其实木儿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是按照原来的路线回家，却不知为何误进了一条无人的巷子，才遭遇袭击。王府的侍卫们几乎都被杀光了，却突然有侠客从天而降，救得我等，还令我等速速离去。我们只得一路逃跑，因为怕那些贼子还在追杀，一直不敢轻易出来。等几个时辰后确定平安了，小王爷情形稍好些，我们才敢回来。大侠？可是现场并没有看到什么大侠，而且那些天理教徒死状凄惨，什么大侠出手这般阴狠，简直是像司礼监的作风。我临走前曾告知那位大侠，可到王府前来一聚，以谢过他的大恩。莫非那位大侠已经……到底是什么侠客？天理教徒全军覆灭，但尸体里少了3个人，如海就在其中。难道是那个什么侠客带走了如海？禀报王妃，
府外有自称紫衣客的侠士求见。没错，紫衣客，那一位大侠正是身着紫衣，身负长剑。在下虚无派掌门，人称紫衣客，见过王妃与各位大人。多谢掌门人救下我儿，此番大恩，敏感五内，不知该如何答谢。王妃不必客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是我江湖正道当为之事。我也非图着富贵荣华，但在下正好在等一外出友人。既然王妃开口了，在下也不客气，只借住德王府3个月。这3个月，在下也不白住。我看贵府的侍卫武艺实在不堪入目，连天理教那种乌合之众都敌不过。在下在这期间给侍卫当个教头，如何？此人武功高强，又不知底细，怎么好留在王府3个月？啊，这恐怕……对了，在下这里还有个见面礼，保管各位大人会喜欢。此乃袭击德王府车驾的天理教徒的带头护法首级。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此卑鄙之徒竟然敢偷袭本掌门，所以本掌门对他施以分筋错骨手，待他痛不可忍，再砍下头颅，以示警戒。还请掌门将这颗头颅收回去，这里的女眷恐怕经不得这般惊吓。秦管家也受惊了，来人，送秦管家回房休息。不能让老秦暴露他与天理教的关系，秦如海的尸首，他绝对不能认下来。不必，是小人失礼了。王妃，这位紫衣客乃是我们王府大恩人，若这点要求都不答应，岂非让人笑话咱们德王府吗？大管家说的是，我儿承蒙先生相救，自然是要请先生留下做客的。不说3个月，便是留下3年做个门下清客，又有何不可呢？王妃果然是个痛快人，在下有礼了。这头颅怎么似有些面熟？早前本官就曾道，此案必定有内奸。少王妃对此人有印象，说明本官的推测是对的。不如少王妃再仔细看一番。甄敏一早便受到如此惊吓，如何再与大人这般去辨认那种东西？甄敏年纪尚幼，惊慌之下看走眼也是有的。婉儿，你们都平安回来就是最大的幸事了。那些血腥玩意儿，可不是咱们妇道人家该沾的，没得惹一身晦气。且回房间休息吧。这次的事，甄敏的丫头和侍卫一个都没有伤着，德王府的人除了风儿以外，却半个都没有活下来。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是。是我们考虑不周了，那便等我们将这些贼子绘制成画像，再拿来给德王府的众人辨认吧。贱人，你疯了吗？本王妃看你才是疯了，你竟然背着我做下这样的事，你是要对风儿也出手吗？难道你不想知道那块令牌的下落吗？若西凉墨被裸，我就不信蓝氏会真的不拿出那块令牌。我不连风儿一起带走，岂非留下破绽？真是如此简单吗？还是说你以为风儿有3长2短，你娶了本王妃，就能让秦如海顶替风儿？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天理教是我为你而成立的，想的就是有朝一日大业可成，我便能名正言顺地娶你。老秦，你一定要记得你今日所说的话。若是你负了我，必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好，我信你。风儿并非你亲生，
当年也是你亲手断送了他娘亲，你这么护着他，日后此事揭破，你如何自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说过，我不会过问你在外边的事。只是这一次，你弄出这样的动静来，恐怕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尹都不会善罢甘休。如海，如海的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那紫衣客让我断子绝孙，我必定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才能告慰我儿在天之灵。果然，这就是他要留紫衣客在王府的原因。老秦这般失控，我该如何是好？刚刚那是什么东西？一定是太困了，是幻觉。啊！我说紫衣客，你不在清河厢房待着，如何到了本少王妃这儿来？那是因为本掌门打算对少王妃你图谋不轨呀。我劝你节制点，小心内分泌失调，英年早衰。内分泌失调？你这丫头越来越放肆。行了，师傅，你别老顶着这张芝麻脸，难看死了。治疗吓人的少女粉。看来当初本座血洗崆峒派时，顺便杀掉武林盟主，再剥了他的脸皮是正确的决定。丑成这样，实在是影响江湖众人的心情啊。哪如本座这般美艳动人，倾国倾城啊！师傅，你果然是东方不败，文成武德，真是闪亮呢！简直是当之无愧的少女心代言人，粉粉嫩嫩的第一老公举。少拍马屁，为师且问你，为师今后住哪儿？您不是有客房吗？德王府里危机四伏，为师还要为天下万民保养着娇弱的身子，若是有个损伤，怎么了得？为师决定了，还是住在爱徒你这里最安全。师傅，您不能总向小王爷下药吧？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刺探那姓秦的，若是让人发现你我有来往，岂非前功尽弃？开什么玩笑！要是这大妖孽住在这里，没事就来折腾我，我连半点秘密都没有了。难道你想和司辽峰那货睡一张床吗？师傅无耻浪荡无所谓，但莫尔是姑娘家，可不能学坏。哦，那爱徒想怎么样呢？无耻浪荡，这丫头自从知道我的底线与软处后，便越发放肆了。徒儿当然不敢忤逆师傅，不如这样，徒儿要是方便，便在窗上插梅花的标识，师傅看到了再行过来。若为师不愿意呢？师傅不愿意的话，那徒儿就只能失礼了。来人啊！有贼人闯进王府了！捉拿贼人！就在前面，站住！你想站住？别跑！别跑！这个该死的小丫头！第一次将强敌赶出领土之外，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爽了！墨儿，你可算是回来了。父亲，您还是要节哀，您脸色越发的不好了。为父还好，你给你二娘上一炷香吧。这么多年了，她终归……是，墨儿都明白。用这个吧。大姐姐，怎么了？如今连仙儿的香都不愿意用了吗？前2天离世说，建国公召回了被锁在庄子里的西凉丹，连被韩贵妃藏进宫里养病的西凉仙也回来了。听闻二小姐在韩贵妃的照料下，已经逐渐恢复神智了。韩氏没了，此次她回府，恐怕不会善良。郡主，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二妹妹在说什么呢？咱们都是姐妹，二娘去了，你要顾着身子，不要太悲伤了。果然，西凉仙看起来比过去更让人捉摸不透了。那便让我拭目以待吧。
看他还有什么下三流的手段。大姐姐，请留步。两位妹妹可是有事？今儿是二娘的头七，二娘素不喜欢姐姐，妹妹们还是离姐姐远些好，莫要让二娘生气了。2个月不见，西凉丹竟然憔悴成这样，看来离世给了她不少苦头吃。大姐姐，过去是妹妹年幼无知，如今母亲也已经去了，大姐姐宽宏大量，便原谅我和丹儿吧，让丹儿回来，也放过我吧。以前是我们错了，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西凉仙竟然能这样低声下气地求我，难道她真的变了性格不成？二妹妹不必对我行此大礼，姐姐实在是受不起。我们虽有过不少争执，但我从未怪过你和丹儿。送丹儿到庄子的事是父亲决定的，我也无能为力。父亲疼爱姐姐，若姐姐愿意为丹儿说情，父亲一定会同意的。我们过去是对不住姐姐，可母亲已经死了，难道姐姐一定要让我们姐妹都拿命来偿吗？姐姐，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回庄子里了。罢了，妹妹说的是，说到底我们都是一家姐妹，我会尽力而为，只是此事最后到底如何，还是由父亲决定。姐姐，你真的不怪我了？其实都是母亲不好，是她让我们欺负你的，你不会把我们都杀了吧？啊？以后大姐姐叫我干什么，只要给我饭吃，我都干。妹妹这是怎么了？说什么胡话呢？二娘不是心急而死吗？难道你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姐姐，府里外都有流言，说是母亲与人有私。那日你回门时候的车子出事，我们也都听说了。你只告诉我们，今日这一切下场，可是母亲咎由自取。我们不敢怪姐姐的。我问心无愧，虽然我与二娘并无母女之情，但二娘的死与我无关，为何妹妹们一直口口声声要我承认与二娘的死有关呢？还有，四妹妹当知，男女婚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我能做主夺走小王爷。若你不再怨恨我与小王爷双宿双栖，大姐姐永远欢迎你上德王府做客。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你这丫头，还是要勤加修炼内功。难道你不知，方才咱们刚打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吗？鬼门关？可是刚刚二小姐和四小姐不是来求饶的吗？求饶？方才那段路埋藏了上百名弓箭手，我说话稍有不慎，恐怕就是万箭穿心的下场。若我只是一个毫无内力的普通女子，还真察觉不出。我等守护不力，请小姐责罚。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武艺再高，也不能瞬间绞杀上百名弓箭手。是我低估了那俩姐妹，没想到她们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过凭借那俩人，恐怕还没有这般能耐。能够不经过靖国公取得兵符调动府兵的，大概只有我那身为参将的大哥哥了。他们疯了，竟然敢去调动外头的府兵围杀咱们，就不怕国公爷和宫里追究吗？大小姐，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告诉国公爷，让他收回世子手里的兵权。不，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不能被他们倒打一耙。而且我那大哥今日没有对我动手，恐怕是因为还不能确定韩氏是否真的死在我手里。他和西凉仙姐妹不同，他是男人，若非真的血海深仇，他还是更看重大局和整体的利益，否则他今日就会对我下杀手了。那我们要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们这样放肆？当然不，他们所倚仗的不就是西凉敬德国公爷的信任吗？但若国公爷不再信任这位世子了呢？既然他们嫌这太平日子过得不舒坦，那我便送他们一程，给他们一个和韩氏一样
完美的结局吧。大妹妹，听说你为了丹儿向父亲求情了，父亲已经准许丹儿留下，谢谢你帮了丹儿。过去的事，木儿不想再提。如今木儿也嫁人了，说来已不是国公府上的人。我只希望能过好自己的日子。木儿今日便回德王府了，大哥哥与2位妹妹便好自为之吧。木儿没有否认他过去的怨恨，如今虽然不计较了，但也算是明言他不愿和我们交好了。也是，若是我，也不会轻易原谅。呸！这个贱人，装什么大方？如今我回来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惩治那些敢对我动手的贱婢，还有李氏和那贱人。够了！你们还要争到什么时候？没听懂他的意思吗？若有下次，他必定不会再轻饶。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帮着西凉墨吗？还有，昨天明明有机会杀了他，可你却放弃了。我们说好了，墨儿承认母亲是他害死的，我就下令万箭齐发。但他说了不是他，你我都清楚，是老太太下令处置母亲。墨儿，你疯了吗？他是我们的仇人，他说你就信？西凉镜，你还是个有血性的男儿吗？母亲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敌我不分的儿子？你住口！你打呀！母亲尸骨未寒，杀母之仇未报，你便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母亲交代。仙儿，你听好了，若西凉墨真的杀了母亲，我会第一时间砍下他的首级来祭祀母亲。但为兄不是你手中的剑，任由你随意利用铲除异己。大哥，调动兵马为辅这种事，只能做一次，否则必定会引起父亲的猜疑。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西凉墨，这次算你走运，下次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跪地求饶。什么？师父这几日不在？自小姐回晋国公府后，督公说德王府枯燥无聊，便离开了，只让媚衣假扮着紫衣客，在王府内外行动。这是个查案的样子吗？他觉得枯燥无聊，是因为少了我这个消遣物吧？不过，老妖怪我一不在就寂寞了，整天只会对我纠缠不休。大小姐，德王妃来了。母妃，您怎么来了？甄敏，母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与你商量。母妃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母妃准备让风儿纳靖宇为妾。儿媳进门不到1个月，你便要给小王爷纳妾？京中哪个正经人家正妻进门不到1个月便纳妾的？不说按规矩等1年，冲着晋国公府的面子和我的身份，半年也该等得起吧？母妃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但你目前还不能怀上孩子，风儿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这些日子她病得越发严重了，你身上又带笑，不如就给靖宇先开了脸，也算是冲喜。你放心，靖宇向来贤德贞静，会谨守妾室本分的。他只是过来伺候风儿而已，你们拿他当个使唤丫头就是。母妃都这么说了，儿媳还能拒绝吗？既然她是母妃打发过来的通房丫头，今后便让她住在小王爷的书房吧，也不必到邀月阁来。她不是侍妾，自然不必立规矩。什么？少王妃，你怎么可以让奴婢当通房丫头？甄敏，靖宇跟在我身边多年，几乎是半个女儿，如今是母妃的私心，希望她能留在府里，才将她许配给风儿当个贵妾。母妃再看重靖宇，她也不过是个奴婢，儿媳是皇家亲封的一品郡主，也是晋国公府的嫡出小姐，过门不到1个月，便让夫君纳一个奴婢为贵妾，这要是传出去，儿媳没脸，难道王府就有脸了吗？少王妃，你若是不愿意直说便是，何必找诸多借口？王妃，哪里来的贱婢，竟然敢当着本王妃的面动手！奴婢何氏，是宫里皇后娘娘身边的2品私膳女官，
曾负责宫中新人的宫规调教，如今是宫里只给真敏郡主的教习嬷嬷，见过德王妃。原来是何女官，真是失敬。奴婢不敢，只是见这靖宇如此不知礼数才出手。他想在小王爷身边伺候，还是学学规矩吧。你，靖宇，母妃，靖宇是您身边的人，儿媳自然不会亏待了他。只是宫中宫女抬举成贵人，也是要有个名头。等靖宇怀上了小王爷的子嗣，儿媳自然会抬他当个姨女儿。如何？也好，就这么办吧。王妃，您不觉得该给靖宇个交代吗？您说过要让靖宇当个贵妾的，如今不说贵妾了，靖宇连贱妾都不是，只是通房丫头。放肆！小蹄子，你就是这么跟主子说话的吗？难怪方才那何嬷嬷要教训你，真是本王妃素日里太过宠爱你了。宠爱？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却只能作为奴婢活着，这便是你的宠爱？你说什么？是谁告诉你这些话的？是谁？我倒是希望这些话是假的。我靖宇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有像你这样一个狠心绝情的娘？王妃，小心！糟了，这里可是人来人往的走道，你们刚才都听见什么了？奴婢们什么都没听见。你们都是跟了我多年的人，本王妃自然是知道你们忠心的。既然什么都没有听到，那就是最好的。若让本王妃听到有那嚼舌根的，就休怪本王妃不讲情面了。谢王妃。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这些人是一个都留不得了。没想到德王妃看着如此真静贤淑，却也是个按耐不住寂寞的。哼，竟然与野男人有了私生女，还如此大胆地带在身边。这只鸟搞什么呢？只是这奸夫是谁呢？您不觉得那秦大管家在王府里的地位超然了吗？色鸟，我迟早有一天把你给阉了，让你和督工一样。是啊，一个深闺寂寞，一个野心难藏，倒真是一对绝配。德王妃不是个真心慈手软的，你将那些仆妇不动声色地救下来，日后必有大用处。是。鹦鹉是红烧好吃，还是炖汤合适呢？督工，小姐回府了。滚！她回王府了，与本座有什么关系？莫非你是那丫头的眼线吗？属下知错，因为郡主在窗子上插了梅花的标识，属下才来通报。你臭丫头，竟然胆敢把本座赶出来！本座这次绝不会轻易的原谅他。梅花标识，属下这就去回了郡主。我还要继续烦此一刻多久啊？回来，本座叫你滚你就滚了，一点主见都没有。作死吗？还不滚进来伺候本座更衣？香姐姐，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母妃要这么对我？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还不知道要被埋在谷里多久。母妃根本不想让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份。雨妹妹，万般皆是命，谁让咱们都不是那名正言顺嫡出的孩子呢？你瞧，思涵玉是名正言顺的郡主，日后娶她的必定是高门贵邸，咱们不过是日人摆布的命。王妃不要许我个不知所谓的纨绔子弟，我就满足了。你到底不同，
是王妃肚子托生的。若是你，若是什么？唉，若是没有了韩愈，你不就是王妃唯一的亲生女儿了吗？王妃自然只能将所有的关爱都给你了。没有了韩愈，你是说？是啊，你不是想当刘峰哥哥的正妻吗？我有一个办法，只要你听我的，你想要的一切都能得到。小王爷，你不要怪靖宇。靖宇已经和父亲商量好了，思韩愈也好，西凉墨也罢，这些妨碍我们的人都会消失，到时候你就只属于靖宇一个人了。墨儿，小王爷，师傅，你，手法不错，好舒服呀。真的吗？平日都是别人伺候本座，难得今儿我也有伺候人的时候，倒还真有趣呀。师傅，咱们是在谈正事吧？别恼，海图，咱们总得做戏做全套，否则岂非对不住那些在屋顶偷窥看戏之人？是秦大管家派来的人，师傅可有什么打算？若是咱们的秘密被发现了，你做什么？为师自有安排，放心，为师会保护你的清白的。这回，为师便陪爱徒你演一出好戏吧。别这样！退！大管家，如何？可有把握？今日雨儿说的是，我原本还想着有些麻烦，不知怎么算计的，没想到那小贱人早就勾搭上了紫衣客，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也怪不得那郡主，她嫁入王府一月，小王爷是病了，就是因为大夫的交代，不能与郡主同房。哪像静言有大管家这般强健的男子在旁。小丫头，后日你且引了那紫衣客到后花园的玲珑塔去，事成了，本大管家重重有赏。大管家要赏赐我什么？您就不怕王妃打翻了醋坛子？哼，那跋扈的老妇，迟早有一日我会让她知道什么叫下堂妇，到时候你就是本管家的王妃了。郡主，德王妃派人送了2个丫头过来了，说是昨夜静宇姑娘已经伺候了小王爷，让您亲自给她送2个丫头过去。母妃还真是迫不及待。罢了，伺候我起来吧。靖宇，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王爷，昨晚的事，您忘记了吗？昨晚明明是……恭喜小王爷新得美娇娘，靖宇是王妃给小王爷安排的通房，妾身身子若不能伺候小王爷的时候，就由靖宇来伺候你。等靖宇有了孩子，再给他提姨娘。这2个丫头是母妃命我带过来给靖宇的，以后他们就跟着你了。谢少王妃，妾身告退。墨儿，等等，墨儿。小王爷，妾身自知卑微，可我与您是青梅竹马，自幼便倾心于您。如今妾身不求名分，只想伺候您而已，难道这样也不可以吗？你这又是何故？小王爷，求您怜惜怜惜玉儿吧，为了您，
我什么都愿意付出。少王妃这边请，韩愈郡主已经在塔上等着您了。是吗？韩愈向来怕冷，这样的雪天会约我出来赏雪景，倒是奇了。呵，这不是少王妃吗？您怎么会在此？先生有礼，木儿是与韩愈郡主有约。来人呐！韩愈郡主坠楼了，快抓住少王妃！是少王妃，少王妃将郡主推下楼了。秦管家来的还真是及时，看来你已经在旁边等候许久了。少王妃休要胡乱攀扯，你残害韩愈郡主，以为自己逃脱得了吗？去请母妃过来吧。既然你们做好了准备，那便请母妃定罪吧。韩愈，我的韩愈啊！是谁？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女儿？王妃，您一定要替韩愈郡主做主啊！是少王妃，她与子衣客私会苟且，却被韩愈郡主撞见，便将韩愈郡主推下塔，杀人灭口。我也看到了。陈侯，你休得污蔑少王妃！我没有，是少王妃说小王爷体弱多病，宛如废物，还不如子衣客那样的江湖侠客。甄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事情不是明摆着吗？少王妃当初被这紫衣客所救，德王府的奴仆全都死了，可少王妃身边的人却全部都好好的，这本就不对劲。小王爷昏迷了，你们脱身后那一整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不都凭借少王妃一张嘴吗？再说了，平日只有少王妃在，紫衣客才会回德王府住。少王妃回国公府时，紫衣客便在市井游玩，这也未免太巧合了。这倒奇怪了，我何时出去游玩，难道还要看少王妃是否在府吗？你们说少王妃杀了韩愈郡主，那塔的墙高度齐胸高，她一个弱女子，怎么把韩愈郡主推下去？我记得嫂嫂好像是有武艺的。昨日我还看见嫂嫂从玲珑塔上飞了下来，好像仙女一样美呢。哦，没想到连思涵香也要掺和一脚。今天的事还真是有趣，试探出来不少牛鬼蛇神。难道香儿说错话了吗？都表演完了是吗？那么也该轮到本郡主了。来人，将韩愈郡主带上来吧。什么？不，这不可能！莫非韩愈差点就见不到您了？玉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事了？是大管家，是他将我推下塔。若非嫂嫂和紫衣客大侠，女儿早就魂归离恨天了。如今他还要借此来诬陷嫂嫂和紫衣客大侠。他让禁言告诉我，说嫂嫂在玲珑塔上设宴，我到了塔顶后，他便将我堵了嘴，捆起来吊在第8层塔基隐蔽处。大管家还吩咐禁言，等紫衣客和嫂嫂一被引到塔中，便割断捆我的绳子，将我摔死。最后由春红来抓嫂嫂与紫衣客所谓的奸情。果真是春红，你这贱蹄子污蔑墨儿。那静言呢？他去了哪里？静言在此。本山人虽然被静言诱至塔顶，但我有听声辨位之能，便发现了被绑住的韩愈郡主，所以我救下韩愈郡主，将计就计给静言换上郡主的衣衫，并将她丢下塔，为的就是揭穿这秦大管家的真面目。一派胡言！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当然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你就是那个天理教在王府的内奸。张大人，你们怎么来了？是我让人去通知他们的，因为儿媳已经认出了那日天理教教徒的头颅，
正是秦大管家的独子秦如海。西凉墨，你分明与这紫衣客有染，杀了我儿，还害我至此。雕虫小技，还敢在本山人面前献丑？张大人，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了。不是我，是秦管家逼我的。怎么办？事情败露了。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如今一切水落石出，各位往后还有什么戏想演的，墨儿一定奉陪到底。今晚就让那青年老妖得意一回好了。我是想问问他审讯秦大管家的结果，才不是想见他。奇怪，每次插了梅花，那老妖孽明明不到半个时辰就会出现的。还等个屁！我自己睡了。臭老狐狸，本小姐再也不在窗棂上插梅花了。那个时候，我以为那一晚只是意外，却没想到自那一日后，百里清就再也没来过德王府。郡主，您怎么来千岁府来？老身不是3日前便向您告假，说千岁府上有事，我需要先回来一趟吗？您……我是来找师傅的，怎么，我不能来吗？百里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不可能把何嬷嬷突然召回去。千岁爷今儿不在府上，您还是回去吧。嬷嬷，我想听实话，若您不方便告诉我实话，也请您替我向师父通传一声，让他给我一个准信，我好做下一步的安排。千岁爷这几日练功到了闭关的时候，其他事情都要暂时缓缓。他吩咐过不见任何人。郡主这是怎么了？他往日向来识时务，是比谁都要清醒明白的人。今次千岁爷下了这么明显的逐客令，他却仿若未觉，真是固执。没关系，那我便在师父平日见我的房里等着，他什么时候出关，我便等到什么时候。郡主，您请慢用，咱家就在外面候着，您有什么需要的再吩咐我们。那就麻烦公公睡一觉了，动手吧，把这个太监的衣服换下来。哼，是。裴小白，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如何？就看你这次的表现了。你可要帮我好好找到那妖孽的所在之处。这几日，百里清都有前往御书房露面，却连通知我他另有安排的时间都没有。这种诡异的情况，要么是他瞒着我在做什么，而此事对我不利，要么就是他出什么事了。闭关只是托词，而在御书房的根本是个假货。这里真的是百里清的府邸吗？好荒凉啊！百里清向来追求完美奢华，怎么会允许府里存在这么一个破败的地方？居然还真的有狗洞！死肥鸟，要是让我发现你耍我，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了！姐姐，你是谁？这里怎么会有人？不对，我穿着宦官服，他怎么发现我是女人？哦，小弟弟，你又是谁？为什么在这儿呢？除了锁链，屋子里还什么都没有，墙壁全是被砸过的痕迹。这少年到底是什么人？洛儿一直在这里啊，有坏人把我关这里了。
我想要爹娘。嘘，小声点儿。好了，别哭了，姐姐有糖给你吃。啊，真的吗？露儿要吃糖。站住！好强的内力！你是谁？竟敢擅闯这里？郡主，郡主，你不是在歇息吗？为何在此？还打扮成这个样子？我只是想知道师父在哪里。既然我已经被你们发现了，你们要么杀了我灭口，要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罢了，郡主，你随我来吧。唉，若是寻常千岁爷后院那些奴仆如此作为，打死就是了。可偏偏是郡主，千岁爷待他始终是不同的。嬷嬷，这少年是千岁爷的爱宠吗？洛儿好像很怕何嬷嬷和媚衣。他的自称应该是百里洛才对。什么？他是师父偷偷生的儿子吗？他是千岁爷的孪生哥哥，只是许多年前就傻了。不是吧？师父长得那么老，可是洛儿分明看起来就是一个少年啊！说师父是洛儿的爹还差不多。洛公子被人下了毒，因此身体停止了发育。你别看他如今这模样，他若发起狂来，世间没几人能治得住他。司礼监已经为他折损过好几个高手了。所以百里清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兄长，又担心他会成为敌人威胁自己的软肋，才将他锁在这里吗？没错。这倒是稀奇，我以为师父会毫不犹豫地杀掉百里洛呢。像他那样的人，怎么能容忍有一个这样的累赘弱点存在？郡主，你不要忘了，如今你不也算得上是千岁爷的累赘吗？你有什么资格嘲讽千岁爷？老身只能带你到这里了，但是千岁爷愿不愿意见你，便要看千岁爷的意思了。让他进来吧。是百里清的声音，可是为什么这声音听起来这么虚弱？师父，为师知道你在窗棂上插了梅花，只是为师这些日子不能出关，倒是叫你白等了。你没什么事吧？为师能理解成你是在关心我吗？甚至因此失去理智，冒险深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只为探查为师的下落。谁关心你了？不过你身体不大好，是吗？爱徒的眼睛果然还是如此锐利。若为师说忽然练功走火入魔，功力全失，所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以躲避仇人的暗杀，你信吗？可笑，要是百里清真的功力全失，怎么可能会见我？这么说，师父倒是信任我，这种情况下还放我进来，就不怕徒儿一时起了歹意，对你不利？好强的杀气！百里清想杀我，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一掌下来，重伤的也只会是我。什么？怎么样？本座没有骗你吧？刚刚爱徒你的脸上，可是完全一副不信任为师的模样呢。想死吗？明知道自己身体这个样子，还要拿来开玩笑。他身上竟然真的连半丝内力都没有。你生什么气啊？爱徒你不是一直很憎恶为师吗？如今这是大好时机，你便杀了为师，以泄你心中之恨吧。师父，嬷嬷，梅姨，你们在不在？不行，不管怎么样，百里清还不能死，我还需要他，至少他不该现在死在我的手上。他还不能死。这老妖孽身体是无底洞吗？这都可以吸光我的内力。他的情况是稳定了，可我的内力全没了呀。阿七，你好。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睡着的百里清，他的敌人大概很多吧？又有谁真的见过他沉睡的模样？看够了。师父，你醒了。
里清的那些竟然都恢复了。不对，这种内力全失的诡异情况，明显更像中毒，而药引就是我这个与他拥有的同源内力之体。哼，原来是我自己笨，千辛万苦送上门来做别人的药引子。为师每年都有5日，会因为体内毒发而彻底失去内力。毒发之际，需要新鲜血液来度过。若有同源内力之体为为师行经渡气，便能将余毒压制住。如有对方同脉的纯净血，连着饮3年，便能将体内的毒清除掉。所以你助我修炼武艺，甚至不惜耗费10年内力为我打通任督二脉，就是为了今日。原来全是我自作多情，他费尽心思，不过是为了培育一个药人罢了。为师原本没有想过这一次就要用上你，可你却亲自找来了，为师很欢喜呢。丫头，你为何要去计较前因后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为师素来不做便宜买卖，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后悔方才没杀了你。口是心非的小东西，既然今天你错失了机会，没能杀了我，在你再次有本事下手前，你就还是为师的。你真不要脸！若你真的那么恼，明年此时，为师必定让爱徒来为我护法。你想取了为师的命，还有4次机会，如何？这人世间真的让你如此厌倦吗？今晚月色正好，咱们一会儿出去痛饮几杯，喝痛快了，为师今儿就不闹你了，如何？师父，让徒儿再借些血给你可好？师父想要徒儿多少血都可以，可是别忘了你刚刚说的，用你的命来还。你的命是属于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死。逆子，那柳侍郎是谁的心腹？你可知道？什么和柳侍郎只是寻常交往的朋友？寻常交往，需要半夜里去别人府里吗？是柳侍郎说他府上有一柄夜明刀，请我夜里去看。父亲，孩儿真的不知道为何父亲这么生气，是孩儿做错什么事了吗？父亲突然就召我过来，劈头便是这一顿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赏刀，怕是贿赂吧？不甚熟悉的大臣怎么会送您一把如此名贵的夜明刀？说得好听是莫逆之交，不知道的以为您一个边疆守将与内臣私自结交呢。姨娘，你最好注意说话的分寸。你闭嘴！看清楚了，这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若你没有其他心思，盗取府中的军机做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落在司礼监手里，我们晋国公府会有什么下场？为父今日接到9000岁下的旨，要提调你任京都骁骑营副都统，而其他雁门关的武将都降调至东北金门，只有你一人升职。其他人看似平调，实则降低了职权。京都骁骑营副都统同掌管京畿西6营，这种既有实权又有品质的肥差事，向来都是百里卿的人在任职，却莫名落到你的头上，你怎么解释？父亲看不出吗？这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想离间我们父子。您养育我这么多年，别人不知，难道你也不知孩儿是什么人吗？孩儿发誓，若做过违背祖训、为求荣华富贵而攀附奸人之事，必定天打五雷轰，从此永坠阿鼻地狱，不得好死。证据就在此，便是为了让国公爷相信世子何苦说谎，发这种毒誓啊！我问心无愧，自然敢发毒誓。倒是董姨娘3番4次想挑拨我与父亲，我看居心叵测之人是姨娘才对。董事，静儿说的没错，我确实被愤怒冲昏头脑了。他是国公府的继承人，不可能出卖我们。
他才刚失去母亲，我却这样怀疑他。罢了，其他人那里为父会替你去解释，此事待为父查明后再议。这些时日你不要随意再出府了。是。到底是什么人泄露了军中机密，又害得我被父亲猜疑？若是让我抓到这细作，必定将他千刀万剐。郡主，您吩咐属下做的事，属下已经做了。可我们都做到这种程度了，竟然还是扳不倒世子爷。我那哥哥是国公爷一手带大，情分自然不一样。咱们只是先在国公爷心里种下一根刺罢了。你也不用太心急，你肚子里的孩子才1个多月，日子还长着。等那根刺长进国公爷的心里，没了我那大哥哥，你的孩子不就成了国公爷最疼爱的孩子吗？妾身真的不能把这个孩子的事告诉国公爷吗？姨娘是忘记自己身份了吗？大哥出身高贵，外祖家是贫后世家的韩家，还立有军功。你不过是风尘出身，若你的孩子妨碍了他，你认为老太太会选择保下谁？为什么国公府这么多年都只有1个嫡长子？其中的缘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我今日将世子爷彻底得罪了，怎么办？老太太会不会……姨娘已经和大哥翻脸，就不必再瞻前顾后，总要分个胜负才是。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本郡主保证姨娘肚子里的弟弟，有朝一日必能坐上世子之位。是，奴婢必听郡主之令。郡主，您真的要重用董姨娘吗？若不是我们给她下药，让她误以为自己有孕，她想为孩子一争世子之位，怕是现在还在做墙头草。当初靠着您，她才进了这国公府，得了国公爷宠爱几日，就被这荣华富贵迷了眼，连进府是为了给自己弟弟报仇的目的都忘了。韩氏头七当日，您差点被世子的府兵围杀，分明也有他的出谋划策。照奴婢看，这等无耻叛徒，一条草绳送他上西天就是了。我的玉儿也不知是不是和媚流走得太近，瞧瞧这一身杀气腾腾的，倒似个打家劫舍的女大王。啊，郡主，咱们再说正事呢，你少打趣奴婢了。我到底是已经出嫁了，离氏除了韩氏为自己儿子复仇后，便有些心灰意懒，恐怕没那么多心思放在西凉静兄妹身上。董氏是一把好刀，他有野心，有他在，西凉家便不会太平。大妹妹，这一切都是你做的是吗？仙儿他们说的是真的，包括母亲的死也与你有关。是，又如何？世子爷如今才知道，已经太迟了。你大可去向父亲说，看父亲会相信你，还是我。当初本世子就该听了仙儿他们的话，下令万箭齐发，杀了你这个卑鄙的丫头。说起这件事，墨儿可是记仇了很久呢。墨儿听说二妹妹在宫中养病，竟然勾搭上陛下，陛下要封她为婉嫔呢。除了给世子爷的礼物外，墨儿还备了回礼给二妹妹。你自身难保，且猜猜这一次，你还保不保得住二妹妹？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谁说的？我就最喜欢我们小石啊！林姐姐，小傻瓜，就因为其他皇子对你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你就又躲起来哭了？大家都急坏了，父亲从军营回来饭都没吃，就一直在找你。陛下还罚皇子们跪了一晚，你还觉得没人关心你？父王再关心我又怎样？还不是把我扔出宫？太子哥哥还不是可以随意打骂我？陛下是为了保护你，才把你放到我们兰家的呀。这家里有我，有父亲，还有青儿和洛儿，
大家都喜欢你。我才不喜欢什么青儿、洛儿，他们不过是蓝将军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的野孩子。他们在，林姐姐你都没空陪我玩了。不能说那样的话哦，青儿和洛儿不是野孩子，你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只是一样失去了母亲而已，所以我们才更要珍惜彼此。林姐姐，我错了，你不要哭，我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我只是想你陪我而已。林姐姐不哭，小石要不要哭了？林姐姐呀，我永远陪在小石身边的。小石，我找到我喜欢的人了，你会为我高兴的，是吗？为什么？你不是说好了要永远陪在我身边的吗？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你放开我！陛下，你放了！我不会允许你离开的，谁也不能从我身边夺走你。林姐姐，只有我才是爱你的呀。西凉无缘有什么好？他明知道我会扣下蓝将军，利用蓝将军引你进宫，却还是不敢保护你。他就是个懦夫。林姐姐，你是我的，我爱你，只有我才能拥有你啊！出家？为什么？林姐姐，朕可以封你为妃啊！你明明有了朕的孩子，西凉无言也娶韩氏为妾了，而且他和韩氏在婚前就有了苟且，韩氏未进门前就有了孩子，这种男人根本就不爱你。难道你就爱我？你爱我，所以你杀了我的父亲，为了亲手扶你上帝位的蓝家，折掉我的双翼。你爱我，所以强迫我，逼我的丈夫另娶他人，让他裁弃我和肚中的孩子。你根本不懂爱，从头到尾，你爱的只有你自己。你走了，这孩子出生以后，我便会常伴青灯古佛，不再过问世事。从今往后，你和西凉无言都不要再踏进这间佛堂了，否则我就死在你们面前。不要，不要，不要，林姐姐！陛下怎么了？可是梦魇了？我梦见蓝姐姐了，蓝姐姐。我想见蓝姐姐，可是为什么蓝姐姐对我心狠至此？她不愿见我。蓝夫人对陛下心中有怨，不过至少她还是留下了和您的孩子，不是吗？对了，墨儿，朕还有墨儿，墨儿一定是朕和蓝姐姐的孩子。传真敏郡主，朕要见他。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丫头，起来吧。你嫁到德王府也有些日子了，朕的侄儿对你可还好？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刘峰回门的时候遇上了天理教徒的袭击，可有受惊吓呀？谢陛下关心，墨儿倒是没什么，只是府中的大管家竟然是天理教的内应，还试图残害韩愈郡主。此事过后，母妃便因受惊而病倒了，小王爷也久病未愈，墨儿真的是心中不安。真是岂有此理！这天理教也太大胆放肆了，简直是谋逆！或许天理教徒只是一时糊涂，若要将天理教以谋逆罪论处，岂非得将他们满教诛灭？父皇不可，请父皇恕儿臣莽撞。儿臣在殿外听闻父皇大怒，担忧父皇，便擅自进来了。天理教发源西南，那一处是西狄与我天朝交界，西狄时常侵扰我国国境，
当地边民民不聊生，才自发聚集祈求天理之道。儿臣认为，应当疏导流民，以安抚民心。若以谋逆之罪处理，恐怕会激起民变。激起民变？陛下一向施行仁政，如今不是天下太平吗？为什么还会有民变？莫不是有人在里面图谋不轨，煽风点火？莫尔虽然只是无心提问，但这倒是提醒了朕。小小西南边陲之处，竟然能成天理教之患，还祸害到了京城。这其中，定有人图谋造反。无凭无据的，怎可如此定罪？行了，父皇知道你宅心仁厚，但你处事还尚且稚嫩。天理教之事，就交由司礼监去调查，太子不必再管。至于甄敏，朕看着她，极像朕逝去的姐姐庆元公主。这孩子与朕也算是有缘分，之前还救过朕，朕有心认她为义女。往后，太子你便要多照顾这妹妹一些了。陛下隆恩，可墨儿恐怕和陛下无缘为父女了。陛下忘了吗？您几日前才下令，准备封仙儿妹妹为婉嫔。墨儿若是认了陛下当义父，这岂非……墨儿说的婉嫔，是朕前几日无意临幸的那名女子。前些日子去韩贵妃宫里，在后殿沐浴的时候，朕无意间撞见了一个女子，便临幸了她。是了，说起来，那女子是晋国公府的端阳县主。墨儿听闻，赫赫使节已到京城，如今天朝还需要西凉家女儿和亲赫赫，成为赫赫王妃，陛下更不能在此时寒西凉家人之心。既已临幸仙儿妹妹，便当墨儿与陛下有缘无分吧。那就将婉嫔嫁到赫赫去，皇家嫔妃和亲外族，这不是天大的荣宠吗？好了，朕不日再下旨册封你为公主，封号也用甄敏，可好？陛下厚爱，墨儿敏感妩内。二妹妹原本满怀入宫之梦，为了能陪伴在陛下身边，费尽心思。如今却因墨儿背井离乡，墨儿有愧。若领受了陛下天恩，让御史言官们延及陛下，岂非甄敏大罪？甄敏早已视陛下如父，若真有父女天伦之意，又何必拘着公主的名分？甄敏也不需要这荣华富贵的虚名，只要日后能孝顺义父，便足矣了。好孩子，你果真是朕的好女儿，竟为朕考虑至此，朕就听你的。至于西凉仙，既然他那么费尽心思邀宠，朕便如他所愿吧。若不是墨儿的无意之言，朕还想不到这一点。什么在韩贵妃宫中养病？那日是韩贵妃请朕过去品茶，朕却这么恰好碰上沐浴的西凉仙，分明是他们二人谋划的。谢陛下隆恩，二妹妹如今要远嫁赫赫，墨儿斗胆，想请陛下与墨儿亲自筹备妹妹的备嫁事宜。这有什么难的？百里爱卿正好在内殿里处理奏折，你便过去和他商量吧。乖丫头，如何？可是如愿以偿了？为师不曾骗你吧？是啊，师父何曾骗过徒儿呢？可是您只说陛下一定会同意我所有要求，却没有告诉徒儿，这是为什么？哼。比如我那亲娘是不是和皇帝有关系？又比如我根本就不是我那父亲亲生的。千岁爷，赫赫使节在城里闹起来了，他们已经在城里待得不耐烦，要进宫觐见陛下。那就升殿吧，本座一会儿过去，宣召百官入殿，再请陛下上朝。作为答谢，你不觉得应该帮为师把你的礼物寄上吗？师父，您带上徒儿的心意，果真是风姿高洁，宛如谪仙呢。必定要那赫赫粗蛮人看看咱们千岁爷的威风。看来我今日就得准备逃跑了。
万嫔西凉仙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玉华宫婉嫔出身名门，钟祥勋族，一宣内则，克御温公，肃章书慎，领方归于土史。思养成皇后慈玉，以册印封尔为信妃，并赐婚赫赫可汗，以为正妃，承在两国之好，亲哉！不可能，陛下明明那么宠爱我，他怎么可能会让我去和亲？信妃娘娘，你还是快点接旨吧，否则这抗旨不遵的罪名，可是不好担待呢。西凉墨，是你搞的鬼！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你等着，只要我西凉仙不死，天涯海角，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让你生不如死！看来信妃娘娘是过于欢喜和激动，没什么心情和我商讨和亲事宜了。娘娘请放心，陛下已传令，由我全权筹备娘娘的婚礼。我一定会为你好好操持婚事，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白玉，回去以后立刻收拾东西，让白蕊知会母妃和小王爷，知道本郡主要替妹妹备嫁，因着陛下急之，所以需要离开德王府几日，到下面的庄子采买东西。所幸逃跑的准备早就做好了，正好可以拿给西凉仙备嫁当理由。有白蕊和白玉，要制住媚六媚妻也容易多了。是，可是郡主，您不在意二小姐的事吗？二小姐这般心智，又如此恨您，恐怕到了赫赫也会生出许多事来。放心吧，有些事不必亲自动手，也会有人替我们了结。不过，倒是还缺一位引子。引子？瞧，这不就来了吗？甄敏，你为何拒绝父皇册封你为公主的旨意？你很讨厌信妃吗？太子爷，甄敏方才在三清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对二妹妹自然是再真诚不过，您误会了。虚伪！如果不是你提起赫赫和亲一事，父皇怎么会想起将信妃送到赫赫和亲呢？你和信妃同为姐妹，何必用这么阴毒之法残害她？看来信妃妹妹果真是惹人怜爱，连素来冷情冷面的太子殿下也这般为她出头。不过殿下若是不满，便只管对陛下说就是了。甄敏可担不起殿下的质问。甄敏告辞。又是西凉仙，这个贱人，不仅攀上了皇兄，如今还不忘勾搭成前，本宫要杀了他，杀了他！戏已经安排好了，不知大长公主这次会给西凉仙送上什么送嫁大礼呢？哈桑王子，你刚刚说什么？这位美丽的姑娘一定是公主殿下吧？美丽的9000岁公主殿下，您如果喜欢这眼罩，我哈桑王子这里也有许多。您这般倾国倾城的容貌，唯有粉色配得上您。你说什么？能与美丽的公主殿下佩戴同一款眼罩，实在是本王子的荣幸。您戴粉色的，本王子戴绿色的，真是绝配啊！是吗？老子带你8辈祖宗！你这混账玩意儿！去死！去死！去死！看来最近有些官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不顾朝廷的法令，到花街柳巷沾花惹草，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从明日起，但凡去过花街之园，便都带着他上朝吧。若有人不遵循，本座便让他试试断子绝孙的滋味，正好省了往后去花街的功夫了。姑娘，这个箱子我们就抬到你房间了，你有什么需要再吩咐我们。多谢几位大哥了。唉，大小姐的药还真是效力强劲呢，内气被颠簸了一路，居然到现在还没醒来。你看着我做什么？我不过是听大小姐的命令，请你睡了一觉而已，连何嬷嬷都被大小姐设法弄昏了，你可不能怪我。大小姐，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和白嬷嬷要胁迫着何嬷嬷和美琪逃多久啊？蕊儿，我想上茅厕，你若不想松开我，便帮我拿桌上那个花瓶来吧。给你拿过来了，快点儿！你不肯给我松绑，所以我行动也很难。去吧，务必要将信送到督公手里。要是不小心打翻了，可不能怪我啊！什么？你敢？我好了。你给我记住了。白蕊，我只对你使唤，嫁给我吧。美琪，你这个大毒子，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了。督公，严查进出令已经即刻发下了，但凡行动可疑之人，都不可放出行。可郡主之前说要为信妃准备嫁妆，已经出发去洛阳，恐怕早出城了。好，很好，竟然跑了。本座这徒儿还真是越来越有先见之明了。去给本座把那小兔崽子给抓回来！内部的人已经给媚柳媚姬发了召集讯，但他们没有回信，恐怕是被郡主给制住了。那小狐狸既然已经决定要跑，自然不会留下线索让咱们追上。他尽管逃，且让他试试司礼监的天王捕杀令的滋味。你是要将小郡主他？天王捕杀令是司礼监和锦衣卫发出最高级别的捕杀令，一旦此令下达，不死不休。这次终极目标改为活捉。媚妻不是刚传了消息回来，说那丫头和白玉一起，且不与白蕊、何嬷嬷一路吗？她在洛阳准备了这么久，很有可能会联系那边的人，让何嬷嬷监视着她身边的丫头，一旦有异动，立刻抓起来。细皮嫩肉的，味道正好，细而不腻，鲜而不腥。禀报千岁爷，方才锦衣卫在南城门似乎拦住了郡主。大人，您看，这就是那两个可疑的女子。下官盘查的时候，瞅着他们的录影文书和模样都有些不对，其中一个人甚至化妆成男子的模样，便立刻拦下了。他们的马车外头看着寻常，里面却暗藏了暗格，藏有内造御赐的珠宝。这二人一定有问题。你们抓错人了，这马车确实是本座那逃跑的小奴的，但是这两个女子绝对不是她们。哎呀，官爷饶命啊！奴家家中有病重的弟弟，有一对小夫妻见我们在驿馆前苦求，便给了我们20两，让我们换上这些衣服，赶着这马车出城。奴家真的不知道他们是逃犯啊！行了，放了他们吧，他们一年买卖也赚不到这么多银子，见钱眼开也不足为奇。若是寻常，这对姐妹不死也要脱一层皮。自从小郡主来后，也瞅着都不像以前一样似那冰做的人了。可现在要是找不到小郡主，恐怕我们又要重新被变成冰块了。唉，千岁爷，咱们不立刻派人出城去追？追？这外头的大路通向8州24郡，往哪里追？本座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那丫头身上。你们派人去洛阳盯着，
他以为咱们把何嬷嬷那一路人当成了诱饵，不会咬，咱们就偏偏咬上去。不过得暗中来，他必定会想法子联系他在洛阳的人。不对，中计了！那小狐狸是要现在出城门啊！喂，你们，我们督公刚刚吩咐了，让我们把那女子的马车带走做物证。是，请大人带走。对了，之前那2位姑娘，请留步。我们督公还说，你们2人姿色不错，若有意入9000岁府上伺候，年银100两。一会儿还会有人过来问话，你们只管上去说愿意就是，若是不愿意，便算了。啊，对了，记得要请厉卫爷温柔对待你们。你说，那2个穿着司礼剑的厂卫出城了？是，他们还说，督公有意招人侍寝，看上他们了。督公，请对我们姐妹温柔一点，我们都是娇滴滴的姑娘，可经受不起。侍寝，很好，很好。还愣着做什么？立刻回司礼监，咱们今日就去洛阳。让你跑了一次，是为师的失误，但第2次，爱徒，你可要在洛阳好好等待为师才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近司礼监盘查的也太严格了，连那猛鬼刀都被发现是3年前的鬼头山寨主，直接被抓走了。听说白丽老贼的爱妾偷了他的还阳丹，到洛阳投奔奸夫来了。那老贼大怒啊，才将这洛阳围住的嘛。1年1度的簪花夺魁大会就要开始了，老子还等着夺魁呢。大小姐，你也笑得太大声了。嘘，这里到处都是江湖人，今日我们可是乔装来查探消息的，好不容易才混进了这戒备森严的香云坊。奴婢都说了，我们在厨房当个洗菜丫头便好了，偏您这么大胆，还敢走出去？好玉儿，你就别唠叨我了，难得到了洛阳，我怎么能放过这查听消息的机会？前些日子秦管家被抓的第3日，小白就在德王府截到了这封别的信鸽想传出去的信。我相信德王府必定还有其他天理教的人，而且级别还不低。既然夺魁与天理教有关，我当然要亲自过来。我那师父心思难测，虽然如今他对我还算宠爱，可谁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不能没有底牌，事事都让他知晓，所以此事才不能通过妹6妹7查探，你可明白？奴婢明白。奴婢刚刚探听到消息，传言包下香云坊所有天字房的贵客到了，只是周围戒备森严，连个端菜侍女进出都要再3盘查。您内力还没有恢复，今日真的要冒险前进去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费大心思包下香云坊，还这般严查，作风如此强势的贵客，我当然要去瞧瞧。哪里来的这么多鸟？大过年的晦气！潜入成功，这玩意儿还真好用，这样就可以偷窥到隔壁房间包下天字号的贵客了。秦大管家，此次那些司礼监的贼子没能杀了老夫，他不是被百里清抓去拷问了吗？是什么时候从司礼监逃出来的？百里清为什么都没有告诉我？老夫倾毕生之力，也要将那司礼监的奸人，还有那紫衣客，一一铲除。秦尊主，司礼监的大狱素来以好进难出闻名，你逃脱的时候不觉得太顺利了点吗？教主是怀疑属下吗？若我想出卖天理教，10几年前我根本就不需要千辛万苦扶持您。教主，这个就是天理教那神龙见首不见尾，连百里清都没能抓住的教主。等一下，我怎么感觉这个声音有点熟悉？本尊自然知道是秦尊主的功劳，
只是司礼县的探子无孔不入，百里清那阉人手段狠辣卑鄙，不得不防。你勿要往心中去。簪花夺魁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教主提防也是应当。这一次若能将那群江湖莽夫收服，便可让他们都做咱们天理教的马前卒了。哎，这杂物房的锁头怎么好像断了？糟了，不好，有探子！找刺客，抓住这探子！如若他不肯束手就擒，就地诛杀！可恶，我的内力没有恢复，这教主功力深厚，我根本逃不了多久。退！是暴雨梨花针，是唐门的人。小白，该你出场了。臭娘！我的眼睛！那个女人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从这里逃之夭夭。搜船！不应该这样强行运功的。没想到这船已经开到湖中央了。这天理教的人也太狡猾了。要是平时我还能跳下船游走，但现在这寒冬腊月的。这个死变态！你在心狠手辣这一点上，是让本座越来越满意了。可惜，本座却不喜欢你的肆意妄为。师父，该死！百里清怎么这个时候找上来了？你说呢？谁敢这么靠近你这个浑身是毒的孽障玩意儿？师父，你怎么会在这里？看来咱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呢。为师可真高兴，原来爱徒在摆了为师那么大一道后，还如此记挂着为师。为师也很记挂着你，记挂到恨不得将你拆骨入腹，好好品尝呢。退下吧，我和江堂主还要要事商量。有人来了。确认一下房内有无人，免得又被探子钻了空子。教主功力深厚，刚刚那女贼若是藏在屋里，早就被教主发现了。赶紧藏好。教主，那探子是唐门的人，我们何不干脆对唐门的人下手？你不要太过分了。谁？难道是本尊听错了？教主速来警醒！既然您觉得这里不安全了，我们便离开吧。明日簪花夺魁大会还有诸多事宜尚未准备完成。如何？很想杀了我吗？师父言重，徒儿不敢。每次都是这样，在我对他稍微放下戒备时，他偏要这般逼迫我。在想什么呢？师父瞅着对你有丝毫不敬，就容不下，想要折辱干净。你怎么不对司流风这般下手？好可怕！我说错什么了吗？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原来是到了除夕子时放烟火的时候了。想不到今年的除夕竟然是咱们一起过的。师父，你以前的除夕是怎么过的？说说看吧。你想听为师的故事，就直说，不必如此兜圈子，平白惹人讨厌。师父，你为什么总是要揭穿别人的小心思呢？这样是很惹人讨厌的。彼此，为师也很讨厌你这种看似乖巧，实则桀骜不驯的人。咱俩倒是挺符合民间话本里相爱相杀的故事的。谁爱你了？自作多情。师父，你就说说你是如何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成就一代大奸臣的故事，给吾等晚辈树立积极向上、奋发努力的标杆与旗帜嘛。怎么，你刚醒来还恨不得拿刀把为师的头砍下来？一转脸情绪变化的真够快的。是啊，徒儿向来能屈能伸，诚实又正直。师父快说吧，徒儿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呢。
杀不了这个人，还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和敌人怄气，这不是犯贱吗？还不如借此机会找他的弱点。故事嘛，从前有个大户人家的女儿，生得倾国倾城，家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将她嫁给了别人当贵妾。这个女人极受夫君宠爱，并为她生下一对双胞胎。可惜好景不长，她的夫君病重将逝。那男人死前想将最大的产业留给他们母子，而这份馈赠与疼爱却成了女子和她孩子的催命符。那个女人被男人的其他妻妾们百般折辱，而她的孩子们就只能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的母亲被欺辱。后来这个孩子被另外一户人家救走了，认作养子。他以为自己拥有了疼爱他的养姐与养父，可惜他的养姐为了自己愚蠢的爱情，将他再一次当成了棋子。最后这孩子被生父的家里找到了，他的兄长将他送进司礼监，可这个孩子却在司礼监活了下来，一步步得到了权势。在他的权威下，那些曾经伤害他母亲的人都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他想，与其无趣地独自陷在永远醒不来的梦魇里，不如成为天下人的噩梦，让所有人都陪他涌现噩梦。哼，怎么，你真信了？这个故事编得很感人吗？徒儿知道师父是惯会戏耍徒儿的，下次还是给徒儿讲一个野心勃勃大奸臣残害忠良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太假又太无趣了呢。若有一日爱徒得了为师的性命，可想好了怎么杀掉为师了吗？那师父想要怎么死呢？那便化成一把美人扇吧。这天理教是怎么回事？竟然敢明目张胆地监视咱们！我们是来参加簪花夺魁大会的，来者是客，他们这算什么？监视算什么？昨儿他们忽然派人为我和小雨准备热水淋浴，还让丫头伺候我和小雨，故意四处检查我们身体。听闻昨天天理教遇刺，有个女刺客受伤逃跑了，我看他们这是怀疑到咱们头上了。我们与天理教并无恩怨，他们为何要怀疑我们？那小雨呢？说起来我就生气，小雨被折腾到受凉了，病着呢。那丫头本来就有心急，又体弱多病的。有刺客！站住！抓刺客！不，小雨！师父，我们就这样离开洛阳，真的好吗？天理教和唐门的事还没完呢。唐门的人向来护短，唐雨又是唐天的未婚妻，唐天亲眼看见未婚妻死在天理教的人手里，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已经把局搅乱了，剩下的不必自己动手。簪花夺魁大会最后的决战在元月15，我们只要在那之前回去便好了。那你也该告诉我，来绿芳这种荒无人烟的边城干什么？总不至于你真的这么好心，要给我那信妃妹妹备嫁吧？这是……不要出声，看着就是了。杀！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人数有限，这些狼群数量多到看不到尽头，白力气了。难道要看着妹部的人送死吗？不行。是秃鹫，食尸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食尸鸟？为师倒是不知道，你竟然练成了这样的御鸟术。之前我就发现了，
只要小白随便叫2声，不管天多冷，都会有不同品种的母鸟凑上来，从麻雀、母鸡到孔雀、海东青都有。这家伙本事大着呢。这蠢鸟还有这用？收拾一下吧，来迎接咱们的使者到了。艾克兰的主人，我们的大头领问您为什么要放纵你的手下，杀害那么多我们的兄弟？兄弟？这些是赫赫沙匪，以狼为兄弟，极其凶悍残忍，连赫赫王庭都要让他们3分。对于所有进入他们领地的人，他们都会让狼撕咬来者，以作欢迎仪式。赫赫人信奉武力，若能坚持半个时辰，便可以进入他们的领地，享受他们的接待。原来这就是你们对待客人的欢迎仪式啊！既然如此，我们方才也是对你们的欢迎仪式的欢迎仪式，以这样的仪式表达我们对你们的欢迎仪式的欢迎和赞美。你们生气什么？应该高兴才对啊！你孙克钦，方才召唤石狮鸟的便是他，你确定要与他为敌？带路吧，你们的大头领还在等着我们呢。看，就是她，能召唤食尸鸟的女人。天哪，太可怕了！食尸者的女王，请接受我苏哈的敬意与祭拜吧。亡灵之女，请宽恕我们的无礼。秃鹫是这戈壁上最难驯服的动物，赫赫人喜欢天葬，由秃鹫食用尸体，秃鹫因此也被称为亡灵之鸟。没想到小白鹿的这一手，还有这意外的效果。阿克兰的主人，很久不见了。想不到你这次过来，带来了这么一份特别的见面礼。这不是你该打主意的人，孙畅。要说礼物，你们今天结的赫赫王妃，还不够你们满意吗？赫赫王妃，不就是西凉仙吗？这群沙匪连赫赫王妃都敢动，疯了不成？这事绝对和大长公主脱不了关系，但有什么好处能让孙畅冒这么大的风险，公然挑战赫赫和中原王朝？哦，你是说这个无用的女人？西凉木，果然是你！我就知道，有谁那么胆大包天，竟然敢挟持未来赫赫王妃的婚嫁送对。果然是你这个贱人！你已经把我逼得离开中原了，你还要怎样？你要这么说也对，你被劫持的事，我确实没少出力。那你又能怎样？毕竟是我诱使长公主动的手啊。大头领，仙儿已经是您的人了，您还需要用我向赫赫王庭示威，自然是要让我伺候在您的身边，不是吗？仙儿对大头领仰慕至极，愿意伺候您。我保证，有我在，朝廷不会追究你的抢掠之罪，还会助你得到原本属于你的王座。王座？孙畅原本是赫赫王庭前大王的儿子，几年前，先王被孙畅的叔叔夺位杀了，孙畅一路逃亡，才成了沙匪的大头目，时时与赫赫王庭作对。妹妹可真厉害呀，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弄清楚敌营情况，转头就投奔敌人，设法扭转形势。大首领，你觉得仙儿的提议如何？只要你帮我杀了这个贱人，仙儿一定会报答你。把这个女人拉下去，处死。不，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帮这个贱人？他这么狠毒无耻！这是9000岁，你还勾结了9000岁，
知道了，你背后的人一直都是9000岁，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小王爷和父亲若是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你说呢？我和9000岁什么关系？9000岁殿下，您若能救小女一命，小女什么都愿意做。西凉墨可以给您的，我也可以。本座嫌脏呢，将她带出去吧。赫赫王妃真是好大的福气呀！西凉墨，不会放过你的，我化成厉鬼也会来取走你性命，将你千刀万剐。厉鬼吗？可惜呢，我原本就是从地狱来的厉鬼。丰念儿也太美了，今年的花魁一定是丰念儿，我永远支持丰念儿。怎么了，主子？小姐不是跳得很好吗？哗众取宠，不用这种方法，难道就治不住那些武林莽夫吗？对了，唐门那些人最近怎么样？还是主子有先见之明，早早派人制住唐门的人。他们现在都被困在石室内，就算再善用奇毒，也无法逃出升天。若不是你们当众把唐雨打落湖里，何至于引起这么大的动乱？下次动手前想清楚。你若不爱用脑子想事，那这脑袋也不需要了。可那是小姐的吩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女人，她是教主，还是本尊是教主？怎么，你也想学秦尊主，骑到本教主头上来吗？属下不敢。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试吧。黑白两道魁首的比试至关重要。要是本尊的魁首之位再有什么意外，你也不必再留下了。无论我做什么，你眼里还是只有那个女人吗？没想到德王府的二小姐竟然极善武艺啊！不但性子奔放大胆，似江湖儿女，还有一身轻功。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德王府这么卧虎藏龙啊？哼，不过是个模仿你的便宜货，那也叫好。能把我的画皮舞和西凉仙的破阵蔷薇舞融合在一起博人眼球，也算思含香的本事了。别看他了，你给为师准备的出场仪式准备的如何了？放心，保证让师父满意。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我的内力在快速的流失？这天理教的招数也太邪门了，难道他们动了什么手脚？卑鄙小人，竟敢用暗器！魁首乃天理教教主，本教主还没到，谁敢妄自称魁首？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绿光神教西方教主在此，尔等还不速速来拜见！日落西方，唯我不败。绿光神教西方不败教主，千秋万载。啊！绿光神教西方不败，你听过吗？没。不过这教派的人的功力简直吓死人呐！刚刚那功夫太邪门了。这是失传的修罗狮吼功，没想到世间竟然还有人能使用。阿弥陀佛，贫僧谢过贵教，方才出手相助，请问贵教到此意欲为何？在下令狐墨，本教乃常年居于世外清修的绿光神教。西方教主听闻武陵正在争夺黑白两道的魁首，教主虽然不过问世事，但还是看不得某些徒有虚名之辈在此放肆，特来夺魁。哪来的黄口小儿，敢如此大言不惭！刚才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教主已是魁首，你们哪来的？滚！
滚回哪儿去！比赛规定不得用暗器，你们暗箭伤人，卑鄙无耻，还想霸着魁首位置？你问问其他人服不服？就是，强者为王，用暗器算什么好汉啊？你们天理教不是很强吗？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怕了就认怂！满口胡言！住手！蓦地，何必与这种不会说话的玩意儿废话？既然不会说话，就不必说话了。西方不败，你这个妖人，竟敢虐杀我天理教之人！天理教弟子天律，维护武林正义，剿灭绿光神教！疯了吗？谁给你的胆子和权力，敢下这样的命令？别人都气到头上来了，教主你还忍气吞声，简直丢尽天理教的脸！咱们早已在开场的梅花雨中放了10箱软金散，现在马上就要发作了，收服这些江湖蛮人，不是易如反掌吗？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当初师父把秦大管家放出来，还真是英明无比的决定。等等，不是这样的！天理教的小人，你们竟敢求见我们！多亏绿光神教的人相救，我们才逃出来。我唐门弟子在此立誓，与你天理教势不两立。为什么我一直拿你当儿子？凭你一个低贱的下人，也配当本教主的义父？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贱人都做了什么。说。糟了，不能让天理教主逃走。这是四流风。教主，天理教的人已经逃跑了。这次他们得罪了全江湖，有唐门和其他江湖人的追杀。西方教主，咱们还是民间收兵吧。您再这样玩下去，江湖人都要被吓坏了。您看这日头不早了，咱们还没用饭呢。既然蓦地觉得这场面太无趣了，就走吧。也是，昨儿你喜欢吃的果木烤鸡就要卖光了，起价吧。日落西方，唯我不败，文成武德，一统江湖。灵狐小施主，你们这就走了？那魁首之位，我们教主本就是世外之人，只是看不得小人作祟才出手。了尘长老德高望重，是中了天理教的奸计才落败，由您来担任魁首最适合了。阿弥陀佛，如此高尚风范，才是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啊！这西方不败出听狂妄至极，除了这绿光教教主，倒也无人担当得起。哎，你们看那西方不败和他家灵狐总管，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对，大家瞅那西方不败和令狐墨，这俩人腻腻歪歪的。哇，这两人看着都这么貌美，一定有一腿。我说师傅，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的？爱徒可真是小气。对了，师傅，我想早点回德王府。这一次出来，已摸清德王府的底细。四寒香他们应该回京了，我也是时候回去了。回去以后，你那位夫君想必身子也痊愈了。你有甚打算？还能怎样？好好的对小王爷嘘寒问暖，温存一番。毕竟这是我费了心思才嫁得的好夫君呢。哼，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了。小姐，爷生气了，还不去哄哄？哼，哄个屁呀！你们怎么做事的？明日就是春日宴了，王妃的春装竟然还没做好。王妃恕罪，今年多了小王妃的衣裳，她是宫里的贵人，又受皇上宠爱，咱也不敢怠慢。那些不长眼的，光顾着赶制小王妃的衣裳，就……什么意思？这是说要赶制小王妃的衣衫，所以便不管我们王妃了吗？唉，算了，年轻姑娘爱俏也没什么。
我这年纪的寡妇，和小姑娘有什么可争的？你们先下去吧。自义父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母妃便仿佛一下子老了10几岁。虽然我也怨过母妃不肯认我，可如今我能嫁小王爷，终归是母妃为我争取而来的。母妃，靖宇，母妃如今只剩下你了，你也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别动不动就这样发脾气。你肚里的孩儿还未满3个月，正是要当心的时候。靖宇只希望这是个乖巧的女孩。小王妃毕竟还没有孩子，玉儿若先生下了男孩，恐怕不好。没什么不好的，是她身子不行，怪得了谁啊？现在就说生不了，日后也未必能生。若不是这女人擅自报案，老秦何至于被追杀？甚至不说她了，晦气。我去看看风儿。不用看了，那是唐门的追风夺命散，腐蚀性极强，沾之即死。你也是机警，身上刚沾了那些毒物就跳下水中，这才救回了一条命。这伤啊，没那么快好的。母妃，你怎么过来了？天理教已经遭受此等重创，恐怕难以恢复过来。你若是不行，咱们就收手吧。收手？母妃，你说这话怎么对得起父王？不收手，难道你要一直对你那媳妇儿装病吗？一直这样借病来回奔走于江湖和上京，你还真想病倒不成啊？刚成婚时儿子确实是病了，后来我好了，才继续称病离开。你放心吧，我不会轻易倒下的。你自己瞧瞧这账本，天理教元气大伤，咱们王府往这窟窿里填的钱还算少吗？养着那群吃白食的废物，自己都捉襟见肘。偏偏你那媳妇儿又是个没眼力见的财迷，把嫁妆和赏赐全抬进了自己的小库房，半点也不知道要帮你，原以为娶了个财神，不想是个不会下蛋的吝啬母鸡，还不如休了算了。母妃，我知道你怨墨儿，但这些事与墨儿没有关系，你别扯远了。我是想要墨儿的陪嫁，但不是用这种方式，简直明目张胆到可笑。好好，你们都不听劝，本王妃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好结果。母妃，你还在念着那个奸夫吗？他已经死了，你为何还执迷不悟？当初收到那封告密的信，说您和秦管家有私情，而靖宇是你们的私生子，我根本不信。可是您却背叛了我，无论是谁知道了这个秘密，都得死。郡主，你也该起来了。哪有像您这样的，出远门回来第2天还睡到日上3竿，不去给婆婆请安的？嬷嬷，不是我不想起，昨夜我做噩梦了，梦见和一只千年老妖打架，您就放我这辈狐妖吸取了精元的可怜书生一马吧。不行，春日宴的衣裳送到了，您得起来试试。据说绣坊为了赶出您的衣裳，连王妃的都没弄完。哼，这么巧，果然王府里的人都对本郡主充满了敬意啊。这套衣衫不知要熬伤几个绣娘的眼呢。郡主不过是说清新简单些就好，不要大红大紫，竟然让他们那么上心。郡主若是穿出去，恐怕是宫里的娘娘们也比不得，更别说王妃了。这些小人，明知郡主在德王府不受宠，还这样挑拨郡主和王妃。无妨，本郡主就穿这件，侧目就侧目，那又怎么样？郡主，小王爷来了。墨儿，许久不见了。说起来，我和司流风还真是好久不见了。自司流风纳了靖宇为妾后，我被秦管家诬陷杀害司寒玉。当时司流风听信他人，没有相信我，而后他多次想找我解释，都被我拒之门外。过了没多久，我便去了洛阳。
连年都没有在德王府过。是许久未见了，听说小王爷的病还未好，墨儿正准备过去见你呢。墨儿，为父就知道你向来是明理体贴的。小王爷，少王妃，雨姨娘忽然身子不爽，刚才请大夫了，还请小王爷过去看看。你家姨娘身子不爽，叫大夫来就行，叫本王做事，难道本王会看病？小王爷，这是您的第一个孩子，金贵些也是有的。若让母妃知道了雨姨娘身子不爽，妾身还拘着您，恐怕不好。四流峰前脚刚进了我的门，靖宇便刚好不舒服了。这种低级的争宠伎俩，四流峰不可能看不出。男人，哼！墨儿，委屈你了。明日便是春日宴了，我们夫妻也许久没有小聚了。到时为父一定好好陪你散心，不再让别人打扰。好，一言为定。嫂嫂，你今日真美，定要把那些不要脸的狐妹子给比下去。你可要小声些了，让你母妃听见了，她可是要生气的。也不知道母妃怎么想的，竟然这么偏心靖宇，不就是一个伺候的丫鬟吗？反正我只认你这一个嫂嫂。当时秦管家设计杀我时，是嫂嫂和紫衣客救下我。嫂嫂你入门前，我曾应许过你，说哥哥必定会保护你，可没想到，同样是女子，嫂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所以你怨母妃和哥哥，我都能理解。谢谢你，韩愈。少王妃的裙子确实很是美丽呢。为了件衣衫，少王妃是尊卑孝道都不要了。没看见母妃今儿穿的裙子还是旧年缝制的吗？雨姨娘，你一个卑贱的婢女，怎么敢对君主这样说话？别以为有母妃宠爱就能放肆，就凭这一点，我打死你也不为过。本郡主知道你不服气，不如咱们比试一场，你赢了，不要说这衣衫，本郡主在你怀孕期间，绝不留小王爷在邀月阁过夜，如何？嫂嫂，韩愈，无妨的。比什么？自幼德王妃就教我琴棋书画，我自问不会输给京城里任何大家闺秀，更别说西凉墨了。就比对小王爷的了解与爱吧，你说说你对小王爷的了解。若你能让我服了你，我就认输。嬷嬷，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小姐放心，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就好，哥哥身边多出这么一个嫂嫂，终究是太碍眼了呢。是时候送她上路了。哼，我讲的这些够了吗？对比起你，我和小王爷青梅竹马，我了解他绝不比任何人少。本郡主承认你赢了。从靖宇讲的话来分析，天理教的存在很有可能从老德王的那一代就开始了，所以当年百里卿才会对老德王下手，而兰家的令牌也是德王府的目标。我相信你对小王爷的爱比本少王妃更深，你愿意为小王爷付出一切，本郡主自问做不到。遵守承诺，本少王妃换下这身衣衫，在你怀孕期间绝不留小王爷过夜。这个世上最了解我的人，竟是我的死敌。哎呀，是吗？也不知道嫂嫂和雨姨娘谈得怎样了。有熊！嫂嫂，放开嫂嫂！有熊！快跑！西凉墨，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刚刚被熊扑倒了吗？我一直在这里啊。至于你们刚刚看到的，应该是雨姨娘吧？方才她与我打赌赢了，我就把衣衫给了她。可是，刚刚韩愈郡主以为你被熊攻击，他去救你了呀？什么？
不，韩愈，嫂嫂，韩愈，你不要害怕，嫂嫂带你去找大夫，你不会有事的。可是韩愈好痛，嫂嫂，韩愈疼。乖，一会儿就不疼了。这离猎场很近，那肯定有人在围猎，还会有大夫。嫂嫂，别去猎场，危险。不危险，嫂嫂其实武功很好的，你不用担心，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救你。太子殿下又中了，是一只狐狸，看来这次春日宴必定是您夺得魁首了。哼，狗腿！啊，有刺客！德王府郡主司韩愈与晋国公府真敏郡主在此。真敏郡主，你们这是？太子爷，我们被棕熊袭击，韩愈重伤，失血昏迷，请太子爷速速带韩愈去求医。真敏，你节哀吧。韩愈郡主她已经去了。去了。韩愈她最喜欢穿的鲜艳美丽，请太子让人清洗韩愈身上的伤口，再给她换一身干净的衣衫，带她去见德王妃和小王爷。真敏，你要做什么？报仇。真敏郡主竟然有武艺！小金子，你带2人将此事报给父皇与德王妃，其余人快跟上真敏郡主。真敏的武艺明显高强，可她情绪失控，内心混乱，这对武者来说很危险。灵山是皇家捕猎之地，从来没有过猛兽。那只熊是人为故意放出来的。这时候，那卑鄙小人必定是得意又忐忑，既兴奋计划成功，又担心我未死去，所以他一定会留在原地确认情况。经理这胎儿是保不住了，小姐，要不要直接杀了他？不必，他这样子活下来也不可能得到哥哥的心。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来折磨德王妃正好。德王妃看见自己2个亲女儿变成这样，表情一定很精彩。恭喜小姐，夫人的大仇得报。当年夫人虽然为妾，却极受老王爷的宠爱。若不是德王妃设计害死了夫人，如今正妃的位置也未必轮得到她。哎呀，是啊，倒是西凉墨那个奸诈卑鄙的，竟然和靖宇那贱人互换了衣衫，否则这时候躺在地上的就是他了。怎么样？这种亲近的人死在眼前的滋味，如何？西凉墨，你没有死？是啊，我没有死，所以就该轮到你了。韩香妹妹，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你来做猎物，我为猎人。若你跑得出去，我就不杀你。我不要！看来你也不过如此，真是可惜，我还想玩久一点。哇，住手！让开！他杀了韩愈，四流风，那野兽笼子还在后面。你从那个方向来，想必也看见了吧？不是的，哥哥，我只是……墨儿，逝者已矣，杀了韩香，韩愈也不会再活过了。我不能同时失去2个妹妹。四流风，你真让我恶心。若我非杀他不可，你是不是还要休了我？哥哥，那只鸟，这是那只在香云坊里
换来其他鸟来攻击我们的丑鸟。是他，西凉墨就是那夜在船上偷听的人。你才丑鸟！你全家都是丑鸟！老子是凤凰和苍鹰的后裔，是神鸟！竟然是你！为什么？你身后的人是谁？难道是国公爷？我身后的人是谁，小王爷不必知道。你只要知道，今日我非杀死韩香不可。你骗了我，难道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原本是有的，不过等我发现小王爷你也没那么简单时，我就理直气壮多了，不是吗？我再说最后一次，让开！西凉墨，你别忘了，你还是我的妻子，夫为妻纲。你再如此放肆，休怪本王爷一纸休书，让你生不如死。既然小王爷都想好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并非休妻，而是和离。你说什么？你竟当真要与我和离？西凉墨，你嫁了进来，生是德王府的人，死是德王府的鬼。本王若不开这个口，你又能如何？你以为我会被威胁吗？也许这世间的女子会怕这一份休书与流言蜚语，不巧，我西凉墨却不是其中的一个。我劝小王爷还是与我好聚好散，否则我一不小心将你是天理教教主的消息说漏了嘴，怕是陛下第一个就容不下德王府。我过去待你不好吗？我们相爱过，我为了你，敢冒被世人指摘负心薄幸的风险，推了玉溪两难的婚事，你竟这样背叛我！背叛？小王爷，要承认咱们当初是各取所需，有那么困难吗？你不想娶我那被毁了的四妹妹，又贪图兰家令牌，才转求于我，对我的爱到底占了几分，你我心知肚明。新婚之夜，小王爷入了通房丫头的房，墨儿嫁入德王府不到1个月，你便另纳妾室。墨儿被全京城嘲笑时，仍然允许小王爷你任意娶你所爱，自问已经是对得起德王府了。墨儿并不亏欠你，当然也不会允许别人欠我的。看来本王从来都未了解过自己的枕边人。王妃如此任性妄为，还是跟本王回王府好好静养。小王爷这是要杀人灭口。也对，我知道的太多了，小王爷怎么会轻易放我走呢？本王不会杀你，是让你听话罢了。墨儿，本王承认，你的武功令本王惊艳，但你不是本王的对手。啊，找到郡主了！珍敏，你没事？太好了！你们这是？真命与小王爷准备和离，小王爷心中不忿，一言不合，所以才动上了手。太子爷，墨儿只是开玩笑，我们方才见到棕熊出没的影子，才拿出刀剑的。墨儿，你真是的，国公爷前些日子才与为夫商讨朝中大事，难道要让别人以为咱们夫妻不和，两府不和吗？小心让那些不知情的人损了你的名声。小王爷，明人不说暗话，今日的事是思含香所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哼，竟然用晋国公府和我的名誉来威胁我，真是可笑。你要保全德王府的名声，甚至不顾自己怀孕的妾室和我的性命，咱们便面见圣上，让陛下来断个是非曲直。西凉木，封地，请你自重，今日之事确实疑点颇多，父皇也很忧心，正派人四处寻找真名。本宫会将此事呈报父皇，请父皇圣裁。真敏，你没事就好。你可知朕得知你遇袭时有多担心啊？多谢陛下关心，真敏虽然没事，但是有一事相求，请陛下准许真敏与小王爷和离。你与刘峰之事，朕从太子口中也略知一二，只是
你可想好了？永不后悔。好，朕准奏。你且先去休息，让御医为你诊治一番。朕一会儿就让连公公拟定和离书，回朝以后昭告天下。谢陛下隆恩，墨儿想去看看韩愈，毕竟韩愈是为了救我丧命的。韩愈那孩子也确实难得。传朕的旨意，韩愈郡主忠淑柔慧，舍己为人，乃为天下女子典范，特敕封为中书公主。回京以后，以公主礼制下葬，享太庙供奉。臣女替韩愈，谢陛下恩典。这丫头看似温柔婉约，性子倒是和她母亲一样倔强。是啊，真敏郡主确实是倔强的有意思，居然就这么擅作主张的和离了。这小狐狸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不过这次倒是做得不错，只是这场夫妻决裂的好戏，本座居然不能亲眼看到。